可能是乔老太婆良心发现，这天晚上他们终于吃上饭了。虽然是野菜糊糊粥，到底还是有他们一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乔小四才想起来，他今天在山上不是做了任务吗？怎么没有奖励？小池，我的奖励呢？主人，我把你的奖励拿来了。他话音一落，乔小四就感觉手上多了一个东西，而且还很大很沉。难道自己要发财了？我去，怎么是个陶罐？而且里面空空的，啥也没有。小池，你干嘛给我一个陶罐？难道你是觉得我在山上净吃烤肉不好，让我也炖点汤喝？不是的，主人，这就是给你的奖励。朱小池，你是不是耍我玩呢？哪有奖励是陶罐的？下一次是不是会奖励我一根红头绳？主人，这个也不是我能确定的，都是随机抽的。我去，不玩了，下次不要给我派任务，我才不要这样的奖励。这么大一个陶罐，让我放哪里？别让老太婆误会，以为我手里有私房钱，到时候多的麻烦就来了。主人，你可以放在我这里呀，我帮你保管，别人绝对发现不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帮我保管？你能告诉我你的地方有多大？都能帮我保管一些什么？是不是像我的空间一样，进去是啥样，出来也是啥样的？主人，你想太多了，我这里只有30平米，除了我的小窝，只能装些小东西，太大的也装不了啊。可以装粮食不？要是可以装粮食，那他就多囤积粮食，为分家做准备。可以的。我不会把粮食放在里面，正好合你的心意，都进了你的肚子吧。别怪他这么想，猪不就是喜欢吃吗？不会的，主人，你怎么能这么想人家？人家才不吃这些普通的食物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若放好东西在里面，你就会吃？主人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？果然，我就说嘛，猪是最喜欢吃的，我辛辛苦苦找来的东西全喂在你肚子里了，那我还少个毛线呀？主人，我只吃带灵气的东西。不对，主人，我是不吃东西的。小池啊，不是做主人的我抠门，主要是吧，我现在要啥啥没有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还顾得上其他？不过你是我的系统，有啥好东西是该跟你分享。这样吧，你要吃也可以，但是得经过我的同意，不能偷吃。小池还能说什么？只得点头啊。小池啊，既然你都答应了，那就发个誓吧，发誓以后不能随便吃我的东西。天呀，来到雷劈死我吧，我不要再做你的系统了。小池乖，主人我不逼你发誓了，你要吃就吃吧，别吃完了记得给我留点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老乔家都很安静，可能是那些太能闹腾的人拉肚子拉得太厉害，还没有缓过来。乔夏他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，偷偷地跟乔小四习武，然后就各干各的活计。自从乔小四有了分家的念头，便想着怎么挣银子，在脑海里搜肠刮肚地把这些年来知道的事情都翻了个遍，也没有想到好办法。无意中发现一株夏枯草，他眼睛一亮，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蠢呐，真是蠢，咋没想到挖草药卖钱啊？这山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草药，说不定还能挖到人参，采到灵芝呢。虽然他擅长外科手术，但对中草药还是略懂一二的。有了这个想法后，乔小四就在四周仔细地找了起来。不过让他有些失望，那些最普遍的婆婆丁、紫花地丁之类的都被村民当成野菜挖回去吃了。要想找到更多的草药，那只能上山了。可是山上很危险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不管了，为了以后的好日子，只得拼了。第二天出来，他便让乔夏他们割猪草，他一个人悄咪咪地上了山，左手捏着系统奖励的珠子，右手握着镰刀，小心翼翼地往里走。
前面有几株益母草，他高兴地收了，又看到2株大马鞭草，同样也收了。没多久，乔小四的背篓都快装满了，可见这里面的药材有很多，同时也证明没有人进来采购。乔夏他们把带来的背篓都装满了猪草，还不见乔小四回来，便有些心慌，想去找他吧，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柳氏这会儿又有点闹腾，他也不敢离开。正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乔小四回来了，背篓里满满当当的，手里还提着一只肥硕的兔子。小四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这会儿才回来？这就要回去了吗？咱们的兔子还没烤呢，难道要吃生的？乔小四把自己背篓放下，从里面拿出10几个拳头大小的野桃子。这兔子就明天再吃吧，现在天也有些晚了，回去太迟，怕爷奶又要骂我们。来，先吃些桃子垫垫肚子，一会儿回家就能吃饭了。小四，这桃子真好吃。好吃也不能多吃，最多吃3个。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方便一下。说着便往草丛多的地方去了。他只顾着找地方，一不留神就摔到了一个坑里。是哪个王八羔子挖这么一个坑在这里干嘛？正在他冒火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闪过空间里面的情形，下意识地默念了一句：给我一块巧克力。看着出现在手中的巧克力，乔小四激动得快要哭了。回来了，他的空间回来了。正想去空间里面看看，就听到小池的声音传来：主人，前面有一个坑，小心摔下去。主人，前面有一个坑，小心摔下去。小池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我都摔到坑里面去了，你才提醒我，是不是提醒得太迟了？哦，主人，那我下次早点提醒你。晚上，乔老太亲自分饭，只给乔小四他们一人半碗。乔小四心情好，没跟他计较，快速的吃过饭，就拉着娘亲和哥哥姐姐回去了，搞得乔老太婆还多看了他好几眼。吕氏是一个没事也能给你找出点事儿来的人。娘，小四他们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呀？难道说他们在山上找到其他的好东西，已经吃饱了？是啊，奶，要是以往你给他们这点吃食，他们早就跳起来了。今天居然这么听话，肯定不正常。怎么，你觉得我给他们分少了？要不你把你的那一份给他们吃？我听夏夏说，小四今天割草摔到沟里去了。乔小四可不知道，他为了早点进空间，差点引来麻烦。他的空间里可是装了整个县的物资，就是他们一家子躺着吃也吃不完。那他要不要想个办法分家，然后再躺平？这样的日子想想就美好。静静地听了好一会儿，确认没有其他的动静，小四这才进了空间。他率先来到的是堆放糖果的地方，迫不及待地塞了一颗巧克力在嘴里，慢慢地咀嚼着。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配方，让他忍不住眯起眼睛，又抓了几颗在手里，一边吃一边走，想着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带几颗让娘他们尝尝，就说是神仙爷爷给的，他们应该会信吧。当乔小四来到一块空地的时候，他就疑惑了，这里咋有一块空地？他记得这里是放了东西的，放的啥东西？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。不过这东西去哪儿了？突然，乔小四眼睛瞪得像铜铃。我去，我的粮食去哪里了？乔小四看着空空如也的地方，脑子里想的却是：进贼了，我的空间进贼了。他真的想不通，这空间是他滴血认了主的，咋还有人能进得了他的空间？难道是当初那个给他玉佩的老头？肯定是他，除了他还有谁？狗日的小贼！别让老娘抓到你！我要剥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！小贼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主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要吓小池啊！是你，对不对，朱小池？是不是你偷了我的粮食，吃了我的水果，还把我的肉也给吃了？
快说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主人，不是我。主人，快放开我，我要被你掐死了。别他娘的吭哧了，你还我的粮食，还我的水果，还我的肉来。没有，我没吃。主人，我真的没吃你东西啊。主人太可怕了，他要回家找妈妈，他还是个宝宝呢。真不是你？主人，真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你往后退啥？是做贼心虚了吗？主人，我怕你掐死我。当真不是你？当真不是我。行吧，那我就相信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骗我。要是真是你干的，我就把你做成烤乳猪吃进肚子里。主人明察，可别冤枉了小池。哼，别让我知道是谁偷了我的东西，要不然我铁定要你加倍奉还。是哪个不长眼的跑来偷主人的东西，简直就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害得他也跟着受了这么大的惊吓。不行，到时候他也得讨点力气回来。主子，您该不会是着凉了吧？主子，不会是你心上人在念叨你吧？瞧你耳朵都红了。哼，我有没有心上人你不知道？那主子干嘛一个劲儿打喷嚏？这不对劲儿啊！他也想知道啊，到底谁在念叨他？这会儿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搬空人家粮食的事儿，还不知道粮食的主人在想办法逮他呢。主子，现在咱们的粮食已经安全送来了，是不是可以行动了？咱们再仔细的研究研究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遗漏。乔小四真的是气疯了，但也没任何办法。于是勒令小池在空间里面守着，要是有人进来立马告诉他。乔小四出了空间后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委屈，委屈着便哭了。乔小四是被人推醒的，睁开眼睛看着乔夏担忧的眼神，还有一旁莫名其妙的柳氏。怎么了？天亮了吗？小四，我还要问你怎么了，干嘛一直在哭啊？是不是昨天摔到哪里了？快告诉姐，姐帮你揉揉。姐姐，娘，我做噩梦了。小四别怕啊，有娘在，什么妖魔鬼怪也别想来欺负你，看娘不一掌拍死他们。娘，我没事了，你们都不要担心。小四，你做啥噩梦了？哭得这么伤心啊？我梦见爹爹回不来了。当乔老太婆让他们上山割猪草的时候，由于乔小四心情不好，没啥动力，更没有兴趣上山了。奶，我病了，娘他们要在家里守着我。是你病了，又不是他们病了。都不去，那咱家的猪吃啥？这几天我们割的猪草很多，都堆在那里，今天不去也够。哼，我一会儿去看看，要是不够，你们还得去山上给我割。娘，小四他们咋没出门割猪草啊？这猪都饿了。你没看到后面堆了那么大一堆吗？今天不割也够吃了。娘，你这样想就不对了。这天气好，上山多割些来堆放着，万一下雨还怎么上山去割呀？哼，那要不你上山去割点回来吧？怎么我去啊？割猪草不是乔小四他们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我还要在家里绣帕子呢。你眼睛瞎呀？没见乔小四生病了？你想让他上山，万一他发起疯来，你来应付，或者你拿银子出来给他看病啊？你眼睛瞎呀？没见乔小四生病了？你想让他上山，万一他发起疯来，你来应付，或者你拿银子出来给他看病啊？也许他是装的呢，为的就是不想去割猪草。装的？你装个给我看看！人家早上连饭都没吃，还装呢？我看呐，你眼睛是瞎了，
白长了一双招子，当摆设用的嘛。吕氏眼药没上成，还白白的挨了一顿骂，心情很不美妙。你个没用的，整天就知道玩，还不赶紧去绣帕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不好好绣，别怪以后嫁出去我不给你嫁妆。自己的老娘啥德行，他还有不知道的？那简直就是属貔貅的，只进不出。他以后要嫁就要嫁个有钱的，而且他早就有了目标。桥下的那个未婚夫徐德才可是个读书人，而且还是个秀才，家境也不错。他得想办法把他夺过来。让你赶紧绣帕子，还在这里傻笑什么？乔夏雨觉得自己的这个计划必须得有老娘帮忙才能完成，于是就跟吕氏说了：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哼，那当然，德才哥哥可是考上了秀才，就桥下那丑样子也配得上他？要配呀，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行。行了行了，少在这里自卖自夸。我问你，那徐德才真的对你有意思？我骗你干嘛？你没看见吗？他那眼珠子都粘我身上了。哎，娘，你看我比乔夏长得怎么样？吕氏看了看自己的女儿，又回想了一下乔夏的样子，忍不住摇摇头。娘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是说我比不上乔夏，没乔夏漂亮？不是，娘是觉得乔夏根本没法跟你相比，而且你看他们家都是啥人呢？嫁过去那不是拖累人吗？德才哥哥可是秀才，这点岂能考虑不到？看吧，早晚有一天会来退亲的。玉儿，你找个时间去见见徐德才，让他早点跟乔夏把亲退了，免得夜长梦多的。乔小四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，昨夜被气得太厉害了，没怎么睡着，净想着抓贼的事情了。乔老太太在家不？家里有没有人呢？谁呀？哎呦，老太太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花媒婆呀。哎呀，原来是花媒婆啊！怎么想着上我家来？是来跟我家哪个丫头说亲呐？哎，走，咱们进屋里说。乔老太婆对那年轻后生多看了两眼，觉得有点面熟，但也没有再多问，关上了院门，几人便坐在院子里摆谈起来。老太太，是这样的，这后生是徐家的秀才公，他们今天是上门来退亲的。退亲？退什么亲？乔老太是真的忘记了乔夏这门亲事，主要是双方不怎么来往，也就没啥存在感。你是徐家小子？是的，我是徐德才。老太太，今儿个我们来是想退了德才跟你家乔夏的婚事。我们家德才现在是秀才，跟你们家乔夏不相配，与其这样拖着，还不如早点解决了，免得影响各自婚嫁。屋子里正在补衣服的乔夏听到来人是徐家的，快速地跑了出去，对着徐德才问道：为什么要退亲？乔夏，不是伯母我说你，你瞧瞧，你现在多没规矩。咱们在这里说你们的亲事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哪能出来参与？还这样不管不顾地跑出来，也太没教养了吧。也对，就你们家那个样子，有教养才怪呢。对，我没教养，伯母你有教养，别人家的孩子你都会随便管教。好了，乔夏，你也不用说这么多，听你的口气也是愿意退亲的。那咱们今儿个就当着媒人的面把这件事情了了吧。说的好听，你们说退就退，当初是谁舔着脸上来求亲的？女孩子家的，这样不顾形象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乡下的柴火妞，年岁小不懂事，倒是高高在上的秀才老夫人，居然也跟咱们乡下泥腿子一样翻白眼，着实让人有点稀奇。你怎么对长辈说话呢？告诉你，咱们今儿个是来退亲的，不是来斗嘴的，赶紧把婚事退了。
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那我们要是不呢？不，那你想干什么呀？你看看这婚事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？也不看看你姐什么样子，配得上我们家德才吗？而且她那跟干柴棍一样的身材，恐怕以后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吧。咱们徐家可不要不下蛋的母鸡呀。还有啊，我们家德才可是秀才，要娶也是娶书香门第之女，就他这样的丑八怪也配？是啊，咱们家德才呀，学问好，就是娶个官家的千金也是可以的。你姐姐呀，配不上他，还是赶紧退了吧。他没说的是，镇上员外家的小姐都看上他们家德才了，说是以后他读书的费用他们家全包了，要不然他大姐也不会急急忙忙来推亲。是呀，你们家秀才公厉害，你们家秀才公能干，你们家秀才公是香饽饽，这婚事确实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姐，要不咱就退了吧。乔夏这会儿眼里含着泪，紧咬牙关强忍着，对上自家妹妹看过来的目光点点头。那就祝徐秀才前程似断崖，儿孙满堂亲自养，个个都是白眼狼。死丫头，说的啥话呢？有你这么咒人的吗？哎呀，瞧我这张嘴，说祝福的话都不会。哎，重来。祝徐秀才夜夜当新郎，不戴红帽戴绿帽，这下总行了吧？祝徐秀才夜夜当新郎，不戴红帽戴绿帽，这下总行了吧？你，老太太，这就是你家的教养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。乔老太一脸笑意，脸上的皱纹跟个菊花似的。我们家的教养好不好关你什么事？你家住的是海边吗？管这么宽？娘，该说正事了。老太太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要不就这样，这婚事就算了吧。他俩的亲事是从小就定下的，眼看孩子们长大了，也是时候把婚事给办了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你们却来退亲，有没有想过咱家夏夏以后要怎么活啊？我们也知道，这样对乔夏以后名声不好，愿意出2两银子作为赔偿。秀才老夫人，你可是好打算呀！谁不知道咱们夏夏跟你家德才从小就定亲了，都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你们想退亲，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吧，要不然我会以为你们是来开玩笑的。要不我再添1两？老太太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家并不富裕，要供一个读书人，那是真的不容易。你老行个方便，以后咱们2家就当亲戚走动，你看如何呀？不行，10两，少了10两就甭提。什么？10两？你还不如去抢呢。乔老太和徐母还在那里为银子的事儿讨价还价，徐母只给5两银子，乔老太却咬死了要10两。眼看事情久久得不到解决，徐德才不耐烦了。娘，给他10两。徐母瞪了他一眼，这个傻儿子，他家银子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凭啥白白给别人？但儿子开口了，他也不好说啥，不情不愿地掏出10两银子给了乔老太。行，这婚事我同意退了。我乃是同意了，可我们还没同意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要退婚也得经过本人同意吧？如果本人不同意，那这门亲事就退不了。可您乃已经同意了，我们也给了10两银子作为补偿，咋到你这里还不行了呢？再说这亲事哪由得她一个小姑娘做主？徐家秀才公定亲的对象是我姐姐乔夏，而你们是跟我奶奶退亲的，这关我家姐姐啥事儿？你们家不是你奶奶做主吗？对呀，我奶奶做主，
但是俗话说得好，婚姻大事父母做主，没了父母才能由爷奶做主。但我家父母健在，虽然我爹没了消息，但我娘还在呀。你们要跟我姐姐退亲，那是不是得问过我娘？你觉得你娘那样可以做主？所以我娘全权委托我来办理此事，对不对，娘？嘿嘿，我家都听小四的。乔老太听到乔小四的话，生怕徐母将她手里的银子要回去，好戏也不看了，一溜烟的跑回上房，关紧了房门。到了他手里的银子，谁也甭想要回去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也不为难你们，给我减10两银子就行。什么？你们家是土匪的吗？刚给了10两还不够，还要10两？你干脆呀，把我这把老骨头一起拿去算了。徐夫人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第一，我们家不是土匪，我们家是被陈世美抛弃的那一方。第二，我也不要你这把老骨头，因为它对我来说没用。你，徐秀才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要是觉得我们不讲理，要不就请县太爷帮忙评断。娘，给他。儿子，咱可不能由着他们要，他们要是要100两，咱也给吗？徐夫人不必担心，我们不要100两，只要10两。徐母在徐德才的瞪视下，拿出了仅剩的10两银子，递出去又想收回来。乔小四眼疾手快的，在他没收回去的时候，就把10两银子拿在手里了，顺带还把他另一只手的玉佩也夺了过来。你简直没教养！来吧，交换。徐母扔过来一张纸，立马就想去抓乔小四手里的纸。乔小四一下收回手，捡起地上的纸一看，的确是他姐的生辰八字，然后贱兮兮的一笑，也学着徐母的样子把纸扔在了地上，顺带还踩了一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小心踩着了。还不等徐母他们有反应，他就将手里的纸撕得稀碎。徐德才捡起自己的生辰八字，冷冷地看了眼乔小四，转身离开了。正当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的时候，冷不丁的从旁边冲出一个身影，挡住了徐德才的去路。德才哥哥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？来了也不说看看人家，问问人家过得好不好？尼玛，这是乔夏雨吗？这声音简直就像一只春天的母猫，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。徐德才气得都想破口大骂了。看到是乔夏雨，眼里算计的光一闪而过。原来是雨妹妹啊，不知你找我有啥事？乔小四没忍住，真的吐了。你们继续，请忽略我。哎呀，真他娘的恶心！乔小四，你就是故意的！德才哥哥，你看他欺负我，他欺负我，然后拉着乔夏和柳氏他们就进了屋。夫人，要不进屋里坐会儿喝口水？这大热天的，肯定口渴了吧？不说徐母这会儿心情不好，就说吕氏这谄媚的表情，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。就乔夏雨这样的货色，还想进他们徐家的门，简直异想天开。德才哥哥，你不能走，雨儿好久都没看到你，咱们说说话呗。雨妹妹，今天这个情况不适合，改天吧。花媒婆看了看还不甘心的乔夏雨，这姑娘谁娶谁倒霉，就不是个安分的。不要脸的下贱蹄子，哪有抱着人家男人不放手的？小小年纪就这么不检点，简直丢了他们老乔家人的脸。他把目光看向紧闭房门的茅草屋，刚才乔小四他们得了10两银子，他可是看得真儿真儿的。不行，这10两银子说什么也得交到他手里才行。他早料到乔老太婆会来找他们，以那老太婆的性子，怎么可能容忍他们手里有10两银子巨款？不拿在手里，恐怕觉都睡不好。但今天不管他说什么，这10两银子他都不可能交出来。
你个不安分的小蹄子，咱家是缺了你吃还是少了你穿呐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就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来，你娘就是这么教你的啊？娘，你怎么这么说夏雨呢？她是你的亲孙女啊！呸，还亲孙女？谁有这样的亲孙女？简直是倒了8辈子的大霉！想要讨好处时，就知道找我这奶奶。我生病了，她连看都没看一下。这样的亲孙女送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娘，你就错怪雨儿了。当时她也拉肚子拉得下不了床，怎么来看你们嘛？那她好了呢？好了也没来过呀。娘，其实……行了，你少在这里帮她说话。我耳不聋眼不瞎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别想再从我这里捞好处。滚滚滚！老娘有事要忙，少在这里晃悠。娘，你真的冤枉夏雨了。对了，你不说拉肚子，我还没想起来，那天就是吃了你做的早饭，咱们一家子才拉肚的。说是不是你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，想要害死我们呐？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可是会要人命的。我呸，还要人命？我们2个老东西没被你害死，算我们命大，还想在这里撺掇我？老大，你个死东西，就看到你婆娘和闺女在这里找我麻烦，就不出来管管吗？你别叫了，孩子他爹没在家。呸，什么玩意儿，还想来左右我？老娘吃的盐比你们走的路都多，啥没见过？奶，你真厉害！少拍马屁，拿来。拿什么来？当然是拿银子来，还能拿什么？奶，这个银子不能给你。你说什么？不给我？哼，我看你是翻了天了，想造反是不是？拿来，别再让我说一遍。奶，今天哪怕就是你说上了天，这银子也不可能给你。你个小孩子家的，拿这么多银子干啥？别整掉了，给奶帮你们存着，连饭都不给他们吃一口饱的，这银子还能用到他们身上？恐怕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说不定还嫌包子里面的肉太少了呢。奶，我就跟你明说了吧，你看我姐的样子，这银子得给她看病，还有我娘我2哥，就这10两银子还远远不够，我还想着问奶多要一些，争取把他们的病都看好，毕竟好了才能帮家里做更多的活，不是？这3人的病都与他有关，但是想让他出银子那是不可能的。不但不可能，这10两银子他也得拿到手。他们都病成这样了，治不好，不用再浪费银子。这死老太婆对他们一家就跟仇人似的，巴不得全都弄死，死后还得拿他们的骨头熬油，把他们炸得一点不剩。奶，我娘是你逼疯的，我2哥也是你默许大堂哥推到墙上撞成了傻子的，我姐每天都被你打骂，现在已经离疯没多远了，还有我的头。你说我要是把这事情传出去，或者去县衙告你，县太爷会不会抓你去坐大牢？呸，你个小贱蹄子，还敢威胁我了？他们是我害的又怎么样啊？我是他们长辈，他们不听话，我出手教训有什么错？还敢去县太爷那里告我？哼，你去呀，看县太爷是帮你还是帮我。是啊，你是长辈，打骂他们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总得有理由吧？像你这样无辜的伤人性命，还摔死了我弟弟，不说判你个死刑，7、8年应该有的吧？还有，这事情要是传到书院，我四叔也甭想读书，
还烤什么秀才？哎呀，行吧，这10两银子你就先拿着，明天带你姐看大夫。记得剩余的拿回来交给我保管，别你小孩子家的掉了多可惜呀。说完很不甘心地出去了。乔小四嘴角带着笑，死老太婆，咱们走着瞧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乔老太看谁都不顺眼。奶，明天我要带我姐他们去看病，这是你答应了我的。乔老太眼皮都没抬，也没回应，算是默认了。奶，乔小四他们去镇上了，家里的猪草谁去割呀？怎么，你除了吃饭就不会干活啦？小四他们要去镇子上看病，明天的猪草就由你跟你娘来割。啥？奶，你不会是老糊涂了吧？什么时候家里的猪草轮到我去割了？万一把我的手弄粗糙了，我还怎么绣帕子卖呀？你个死丫头，你说谁老糊涂了？你这么不孝，你爹娘知道吗？老大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闺女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居然就敢骂我老糊涂，这是不想让我好过呀！老天爷呀，你快来劈死这个不孝的吧！小年纪就这样，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啊？吕氏就心道不好，无助地看向自己男人，想让他帮忙劝劝。乔老大今儿去自己老相好那里尝到了甜头，正对家里的黄脸婆厌恶得很，但乔老太的话他可不敢不听。小玉啊，听你奶的话，这明天早点去把猪草割回来。这猪啊也养不了多久就能卖了，也割不了多久了。让你割你就去割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乔夏雨见自家娘也不站在他这一边，只得悻悻地闭上嘴，眼神扫过一旁嘴角微勾的小吕氏，一下就找到了发泄口。你是不是在嘲笑我啊？一只不下蛋的母鸡，整天吃得多做得少，你干脆当猪算了。小吕氏不慌不忙地刨完碗里的最后一口饭，啪的一下就将筷子拍在桌子上，起身含泪瞪了自家男人一眼。死丫头，没大没小的，有你这么对你大嫂说话的吗？什么叫做不下蛋的母鸡啊？啊，你嫂子身体不好，我想让她多养2年。怎么，你还有意见了？她吃你的喝你的了，就你个四肢不勤的也配说她？下次别让我听到你再说她，要不然我还抽你。小池，可有发现什么异样？主人，我啥也没发现，一只蚊子都没有。这贼太狡猾了，他肯定是知道主人你发现了他，故意躲着不出来。相信这只贼还会进空间里来的，毕竟他空间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那只贼不心动才怪。他得时刻防备着，抓他个现行才行。早上他依旧跟往常一样去训练了回来，便去镇上了。这个镇子叫四方镇，还算比较热闹。乔小四带着娘和哥哥姐姐轻车熟路的来到一个医馆。小妹妹，你们来看病的吗？不知哪一位是病人？他感觉这几个人都像有病的样子。想请大夫帮我娘他们把脉，不知方便不？方便，当然方便。你们请随我来，那边的李大夫是咱们医馆的坐堂大夫，就请他帮你们看吧。李大夫一一给几人把过脉后，说出的情况跟小四猜测的差不多，乔小四便没有给他们买药。李大夫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药材？收，当然收。不知你要买的是什么药材？乔小四把药材一一摆出来，让他自己看。这些药材都比较普通，恐怕值不了多少银子。乔小四他们从医馆出来，手里握着180文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现在他的空间可以用了，里面的东西也能拿出来，是不是代表可以分家了？不过他提出来，乔老太肯定是不会同意，得想个什么万全的招数。娘，二哥，你们想不想分家出来单过？以后不住在老屋，也不帮他们干活，更不受他们的打骂。小四，娘饿了。小四，二哥也饿了。乔小四一拍脑袋，
他这是想着事情把吃饭都给忘了。咱们去前面那个小林子里面休息一下，顺便吃点东西。走，快走！乔小四在后面看得摇头。这个家幸好是他来了，要不然恐怕都得玩完。到了小树林，柳氏率先跑进去，找了一个地方坐下。小四快来！乔小四悄悄拿出4个没有包装的新面包，一人一个。小四，这是什么？好软和，也很甜。小四，这个真好吃。慢点吃，这里还有。一旁的乔夏始终没有任何动作，不说话，不吃东西，给他的面包是啥样就啥样。气得乔小四真想给他一巴掌，把他给拍醒。这是啥呀？啊，我的姐，你终于回魂了，快点吃吧。小四，这是哪里来的？神仙爷爷给的呀。哪儿来的神仙爷爷？要是真有神仙爷爷，就求他帮帮我们。这样的日子好难，他实在撑不住了。要不是担心娘和二哥小四没人照顾，他真想一死百了。啊，姐姐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每天都在祈祷神仙爷爷能帮帮我们。可能他听到了我的祈祷，所以就给了我好多东西。不信你看。小四，这个可不能让别人看到，要不然他们会来抢的。连爷奶也不能说，知道不？娘，二哥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这个谁也不能告诉。连二伯母他们也不告诉吗？不能告诉。那洋洋呢？不能，都不能，除了我们4个，谁也不能告诉。哦，那爹呢？你爹可不可以告诉啊？那得看爹的表现，他如果不乖，咱们就不告诉他。对，你爹一点也不乖，净听你爷奶的话，咱不告诉他。那咱们告不告诉大哥？乔小四有些犯难了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乔春生可是一个相当爱护他们的好大哥，啥事儿都为他们着想，有东西也是紧着他们吃。要是瞒着他，好像有点不地道。要不等大哥回来了再说吧。你们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咱就回去了。记得回去谁也不能说咱们吃了啥东西。那奶他们实在要问呢，就说我们一人吃了一个2合1的馒头。说好后，一家人才起身往回走。姐，你说咱们分家出来单过怎么样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可是咱家手里没钱没粮的，分出来吃啥呀？奶他们肯定不会分钱和粮食给我们。还有，我们要住哪里呀？姐，不用担心，咱们就在村里找找，有谁家不住的房屋租给我们，我们给钱。至于吃的，你也知道我有很多的吃食，暂时是饿不着我们的。啊，对了，咱今天的草药可是卖了180文呢，钱在这里，你数数。小四，这钱你收着吧，千万别被奶发现了。放心，我让神仙爷爷帮我收着，保管他们怎么找都找不着。还有徐德才赔给你的10两银子，我也给你收着。娘，二哥，回去奶他们要是问起，千万别说咱家卖了药材，就说是给我们瞧病的，其余的就说啥都不知道。知道了。刚一进村就碰到一个婶子。乔夏，你们这是去哪里啦？张婶子好，我们去镇上看病了。是不是你娘又犯病了？这柳氏的病时好时坏的，可怜了这几个娃，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？他们这些同村的虽然看不过去，也没人敢为他们出头，要不然乔老太会跑到他们家里去大吵大闹，骂得老难听了，就连村长都尽量避着不去招惹。乔夏虽然备受老乔家人折磨，但他不蠢，相反还很精明。听到张婶子的话，他眼神闪了闪，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犹如面临什么洪水猛兽般的说道：婶子，你忙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这张婶子人不坏，但是嘴巴有点怂，是个装不住话的，而且想象力还相当丰富。他这样啥也不说，张婶子就能编排出老乔家人又虐待他们了，跟村里人说老乔家种种不是。
乔小四没说话，一直盯着乔夏的举动。看不出来啊，他姐还是个小腹黑，居然就这么阴悄悄地给老乔家人找麻烦。突然，乔小四有了个想法，乔夏不是抑郁了吗？那就让他发泄，只要有了发泄口，说不定他的病就好了呢。小四啊，你们回来啦？怎么样啊？大夫怎么说？看了，给娘和二哥也看了。那怎么没抓药？奶，大夫说治疗他们的病要很多银子，起码200两以上。什么？200两以上？这是要吃人参还是灵芝啊？就是吃人参灵芝也用不了这么多吧？奶，大夫还说每天都要吃药，光1天的药钱就得上百文，而且要不间断的吃1年，要是中间停了，就得前功尽弃。乔老太还是有些怀疑，但看乔小四的样子又不像作假，再加上乔小四还会说成语，也让他断定这话不可能是乔小四编的。小四啊，把银子给奶，奶给你们收着，你别弄丢了，以后拿什么给你娘他们看病啊？我只要银子，你们看不看病关我啥事儿？只要银子到手了，甭想让我吐出一个字儿。奶，这银子不能给你，我要存着给娘他们看病。要不奶，你再拿点银子出来，我去抓药，让他们先吃着。想都别想，老娘的银子也是你们能惦记的，快点把银子给我，要不然别怪我下手抢。脸皮撕破，乔小四也不憋着了，双手一叉腰，小泼妇气势尽显。乔老太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娘他们的病是你害的，你要是不拿银子出来，我就去告你。呸，你去告啊，别整天就拿这个来威胁我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搅屎棍。说着顺手抓起一旁的扫帚就挥了起来。乔小四身子灵活地躲开，顺手夺过扫帚往外一扔，扔到隔壁家去了。妹妹，有没有打到你啊？没有，四哥，你快看，要打起来了。眼睛就落在了刚才他坐的凳子上，想也不想的就抓起凳子朝乔小四抡了过去。当乔老太的凳子朝乔小四抡过去的时候，靠在自家屋门口看热闹的吕氏母子俩那眼睛亮得吓人，巴不得这一板凳把乔小四给抡死。而乔夏他们这边也是吓得不轻，最先反应过来的居然是疯子柳氏，他啊啊啊的瞧着乔老太的肚子就冲了上去，紧跟着就是乔夏和乔春秋，但他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乔小四在现代是个跆拳道高手，古代也是习武的，两加起来身体别提多柔软多轻巧。在凳子抡过来的时候，他也不去夺，而是运起力气一拳打在凳子上，凳子哗的一下就散架了。散了架的凳子腿断裂处正好擦着乔小四的额头飞了过去，鲜血唰的一下流了出来。看到乔小四额头的血，他傻眼了。乔小四被他打中了，不会就这样死了吧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柳氏的脑袋撞倒在地上，让他想骂人，可张了张嘴，看见乔小四那满脸的血，却吐不出声音来。隔壁扒墙头的乔青林看到乔小四被打得头破血流，顾不上自家妹妹，转身就往外跑。他得去找村长，乔小四被他奶给打死了。打死人了！乔老太把乔小四打死了！娘，乔老太把乔小四打死了，血，好多的血呀！罗氏听到这话也是吓了一跳，赶忙放下乔青莲，爬上梯子一看，只见乔小四倒在乔夏的怀里，头上衣服上都是血。娘，不好了，乔婆子真把乔小四给打死了，你看着青莲，我去找村长。哎呦，这黑心肝的乔婆子可真下得去手，那可是她的亲孙女啊。不行，他得去看看，不知道柳氏他们怎么样了，别被老婆子给打死了。那些听到声音的村民也三三两两的挤进老乔家的门。乔老太把乔小四打死了，快去喊村长啊！青林，你这皮小子瞎叫什么？那也是能乱说的。
真的，我没说谎。我趴在墙头，亲眼看见乔老太用凳子砸乔小四的头，流了好多血，躺在地上都不能动了。老乔家这会儿是围满了人，看着地上缩在一起的母子几人浑身是血，没人敢上前。乔小四，不好意思，血洒多了点，弄得娘几个身上都是。让开让开，都围在这里干嘛？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！大夫呢？快去叫大夫！大夫来了！孙大夫，快帮忙瞧瞧，人还有没有救？孙大夫看了看乔小四的伤口，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，有点疑惑。这伤口不大，不应该流这么多血呀。又看了看，没有伤到动脉呀，这血哪儿来的？孙大夫，到底怎么样啊？还有没有得救？乔老头这会儿也挤了进来。孙大夫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正当乔老太努力想辩证自己清白的时候，就看到柳氏血红着眼睛盯着他。哎呦，快拉住他！这疯子，他要杀我，要杀我！哎呦，快拉住他！这疯子，他要杀我，要杀我！柳氏，你冷静点，千万别做傻事儿。你还有孩子们呢！你这坏人！你摔死了我的小五，现在又把我的小四也杀了，下一个是不是要轮到我的老二、老三？我家老大小年纪，被你们强逼着去上战场，现在没有任何消息。还有孩子他爹也是被你们逼着去当兵的。你咋这么恶毒，这么坏，可着我们三房一家子霍霍？我们到底哪里惹到你们了？你们要这样对我们一家子？天老爷呀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你这个毒妇，害人精！你还他们的命来！乔老太被柳氏这副模样吓坏了，一个没忍住就画了地图。柳氏被乔西西紧紧抱住。三婶，你别这样！村民们窃窃私语，他们只知道柳氏疯了，但具体为啥疯的却没有人知道。今天他们才知道，柳氏是被乔老太逼疯的。三叔，你看这事情可要报官？不可以报官呐，这是我们家事儿，不能报官。乔大奎，你这一家之主是怎么做的？就任由王氏这样瞎闹？往日里小打小闹倒没什么，如今还闹出了人命。你是有多大的靠山，敢这样胡作非为？四祖老也在这里，冷冷地瞥了一眼老乔头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家里搞得乌烟瘴气，大男人家的被一个搅家精婆娘拿捏了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乔老头被骂得头都差点埋进裤裆里。事情到了这里，乔小四觉得自己该醒了，咳嗽一声，但眼睛依旧闭着。乔洋洋和乔星星也围了过来。小四，快醒来呀！娘，小四头好疼。三弟妹，小四醒了，你快睁开眼睛，小四他醒了，他没有死。村长爷爷，我要分家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一家都得被打死！我不要死，我要活着！我还要去找我爹，找我大哥，还要让我娘和哥哥姐姐们过上好日子！我不能死！啊！好，分家。这个家早就该分了。不行，不能分。有我老婆子在的一天，谁也别想分家。村长爷爷，求求你帮我们分家吧，要不然我们一家子真的会死的。不行，想分家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够了，
王氏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是真的以为我们不敢把你送官？那你送啊，把我送官呐！乔小四他又没死，我做奶奶的教训他有什么错？乔小四是没有事，他受了这么重的伤是事实。县太爷也只会让你出银子给他看伤，但乔小五是被你摔死的，这个总可以报官了吧？乔老太立马又蔫了，反正我不同意分家，我们家的事情轮不到你们，你们都不要围在我家里，我们家不欢迎你们。行啊，我们不管你们家的事情，除非你们家从乔家村搬出去，那我们就没有权利管你们了。分家还是搬出去，自己选吧。乔老太婆不敢说话了，扭头看向乔老头，想让他帮忙说话。乔老头还能说啥？今天的脸都丢到姥姥家的姥姥家了。哎，小四儿啊，你看你伤得这么重，这会儿啊就把你分出去，别人又要说我们心狠了。这要不这样吧，等你把伤养好了咱再说，行不行？小四儿啊，爷爷说话算数，绝不反悔。当着你村长爷爷和祖爷爷他们的面，我就是想反悔也不行啊。小四，你爷爷说得对，等你伤养好了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来帮你分家。到时候他们要是敢拦着，那咱们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乔小四有些惋惜，看来今天要分出来是不可能的了。等伤养好了，我们一定要分出去，这样的日子我们再也不想过了。行，就这样说好了。孙大夫，你多给小四开些药。多少钱？大奎呀，赶紧把药钱付了，一共500文。啥？500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就只是看看，抹了点草药就想要500文，你可真的开这个口？我是只给他抹了一点草药，这草药上可是加了灵芝粉的，要不然怎么能够轻易的止住血？还有，我在这里被你们耽误了这么多时间，那不是钱呐，要你们500文都算是便宜的了。要不是念在相邻的份上，1两银子跑不了。其实孙大夫说的是灵芝粉，那纯粹就是随口胡诌的。他看看乔小四一家确实可怜，就想从乔老太手里抠一点钱出来，毕竟乔小四今天可是流了好多血，得买点好东西补补。乔老头没说啥，直接进屋子去拿银子了。孙大夫接过银子要离开的时候，乔老太又喊住了他：等等，你等等，拿了咱家这么多钱也得给我老婆子看看，我的腰痛得厉害，肯定是断了，都是刘氏那个贱人撞的，看我不。想到场合不对，立马又闭上了嘴巴。老太太，要我帮你看也可以，1两银子的诊费你给我，我就给你看，不给那就另请高明吧。你个死老头，是不是跟柳氏有一腿？要不然怎么帮他来气我？毒妇，你这毒妇，我的岁数都可以当刘氏的爹了，而且我跟他又没啥交集，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污蔑我们，真的是心毒至极呀！谁家要是遇到你这样的人，简直家无宁日，家无宁日啊！破家是迟早的事情。哼！说完哼一声，扭头便走了。四族老都想上去踢乔老太几脚。无知蠢妇，啥话都敢乱说，要是传到县太爷的耳朵里，不拔了你舌头才怪。柳氏是个什么情况你不清楚，还胡编乱造的。乔大奎，他王氏再不改，就把他休了。你要是不休，咱们族里出面休。你凭什么休啊？我管教我儿媳妇、孙子孙女与你有啥关系？你这么维护他，难道你跟他也有一腿？我管教我儿媳妇、孙子孙女与你有啥关系？
你这么维护他，难道你跟他也有一腿？这一下四祖老是真的忍不住了，他也不去揍乔老太，而是抓着乔老头一顿猛捶，然后让姜氏帮忙好好照顾乔小四他们，这才跟着大家离开了。等乔老二把院门一关，他立马就跳了起来，把自己身上挨的打全部发泄到乔老太身上。哎呀，你个老头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哎呀，你快住手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大奎，你给我住手！你个窝里横的玩意儿，就知道拿我出气！有本事谁打你，你打回去呀你！我打死你个焦家精！这些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，把咱们老乔家脸都被你丢光了，还让我当着全村人的面被乔玉祖那个混账东西揍，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说完又狠狠地踢了乔老太两脚，这才气冲冲地回了屋。哎呦，还不快扶老娘进屋去！你还真以为你是个木头呢？老二，快点进来给我抹药，疼死老子了！乔老二看看屋里的爹，又看看手里的娘，在乔老头的再次催促下，只得放下乔老太去给他爹抹药了。扭头就看到吕氏和乔夏雨缩头缩脑的想回屋。站住！你两个娼妇，给老娘站住！今天看着我被欺负，都不出来帮我说句话，有你们这么不孝的吗？老大呢？老大死哪去了？还有乔长平两口子呢，都在屋里孵蛋呢。娘，当家的出门了，还没回来。长平跟他媳妇儿回娘家了。什么？谁允许他们回娘家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们走的时候跟我说了。跟你说顶什么用？你是家里做主的，还是我是家里做主的？怎么，你想越过老娘去？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姜氏在屋里帮柳氏他们换好了衣服，又擦干净脸。小四，你姐这是怎么了？我姐肯定是被吓到了，还有我二哥也吓得不轻。唉，晚上我帮他们叫魂儿，你别担心，要睡就睡吧，我让洋洋他们在这里看着，有啥你就让他们来叫我。麻烦二伯母了。姜氏叹了口气，没说啥，赶紧离开。他还要去上房看看乔老太他们的情况。直到天快黑了的时候，乔老大才偏偏倒倒的回来。一进门就发现不对劲儿。这怎么了呀？谁又惹到你了？乔老大，你今天死哪里去了？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在，你是不是故意躲着不回来呀？怎么了？出啥事了呀？吕氏眼泪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，抽抽搭搭的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爹娘，不能让乔小四他们分出去，他们要是分出去了，以后割猪草的事情那不就落到我身上了？我这双手可是要保养好绣帕子卖的，才不要去做那些粗活呢。对，不能分家，要不然以后地里的活计都得我们去做。当家的，你赶紧想个办法呀。你们别着急，我去看看爹娘怎么说。他进到上房的时候，乔老头和乔老太还互相瞪着对方。爹娘，这个家不能分。大哥，爹和娘还伤着呢，让他们先休息，这件事情过2天再说吧。我跟我爹娘说话，用得着你在这插嘴？乔老头没有回答乔老大的话，他心里还气着呢。老大，今天一整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娘，我出去找朋友问问，能不能找活干。行了，老大你回去吧，这件事我自有主意。爹，反正这家不能分，要是把3房分出去，那家里活谁来干呢？不是还有老二一家子吗？老二家的那几个姑娘以后是有大用的，这不能整天在地里干农活，要是被养得粗糙了，谁还看得上他们呢？他们当着乔老二的面就这么说，简直是没有把他当回事儿。夫人，你终于进来了呀！我们家小池越长越漂亮了，
看来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啊。主人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主人，你跟我来，我有好的发现哦。是不是我的老鼠夹把那只贼给夹住了？主人，你想多了，那老鼠夹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摆着，说明那只贼根本就没进来过。难道那只贼真的发现了我要逮它，所以不敢进来了？主人，你先别急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抓它。先看看我跟你说的好东西吧。他们来到一块水塘旁停下。主人，你看，就是这里了。不就是一个水塘吗？啊，空间里哪来的水塘？是咕噜咕噜冒着的是泉水吗？他记得以前可是没有这些的，难道是空间升级了？主人，你说对了，这个冒泡的就是泉水，而且这泉水可甜了。泉水不就是水吗？大不了比自来水好喝一点儿，有那么夸张吗？说着捧起水喝了一口，惊讶道：啊，还真如你说的，这水就跟放了糖似的，漱口还有一股清香味。一人一猪在水塘边转来转去，伸着脑袋看着里面的鱼，也不知道这鱼是从哪里来的。突然他的眼睛定格在自己的倒影上。我去，这什么鬼？我额头上的伤呢？咋没有了？主人，你好臭！你才臭呢！我哪里臭了？眼珠转了转，随即有了主意。空间里有屋子，他收进来的物资里面有燃气灶和煤气罐，那他是不是可以用它们来洗个热水澡？说干就干，一连烧了好几盆热水，这才美滋滋地拿着一瓶沐浴露和洗头膏，一边洗澡一边洗头。洗完澡后，乔小四伸了个懒腰。主人，那边还有一块好大的地，可以种粮食的那种地。真的？今天可真是惊喜连连呀！走，看看去。这块地离水塘不远，大约有5亩的样子，能够种不少的庄稼。看来他们分家出来不用挨饿了。对了，小池，你说这泉水是不是有治病的功效？主人，不但有治病的功效，而且还能美容养颜哦。乔小四眼露金光，那他得给娘他们喝点儿，说不定能让他们的病好起来呢。正当乔小四高兴的时候，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吓得他赶紧要出空间。乔小四闭上眼睛装睡，他知道进来的是僵尸，查看了一下他的情况，一只手捏住乔夏的耳朵，一只手捏住乔春秋的耳朵，开始喊起来，反反复复地喊了几10遍才松手，关上门离开了。说真话，乔小四是有点被感动到了。二伯母，你的好心小四收下了，以后一定报答。可能是昨天的事对柳氏他们阴影太大，虽然僵尸帮他们喊了魂，一个个也是蔫蔫的，提不起精神。僵尸看着锅里少了一半的稀粥，眉头不由得皱了皱。还不赶紧吃，吃完下地去。僵尸只得将锅里仅剩的一点粥装好。就在这时，乔老二吃完自己的粥，又拿过僵尸的粥喝起来。当家的，给孩子们留点吧，他们昨夜都没吃了。你是不是胆子肥了？还敢不让我吃饭？你是想我早点死，然后再去找一个比我好的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这一辈子，你僵尸都是我婆娘，别想翻出我的手掌心。僵尸早就习惯这样的生活，要不是还有几个孩子在，他真想一死了之。乔西西3姐妹洗完衣服回来，看到僵尸脸上的巴掌印，气得红了眼。娘，他是不是又打你了？星星，你把这碗粥给小四他们拿去，我再煮点野菜就可以吃了。乔小四看到乔洋洋脸色不对，知道肯定又出事儿了，哪知乔小四却给了他4个2合1的馒头。小四，你们留着吃吧，现在你头上有伤，也不能上山找吃的，说不定晚饭还没着落呢。拿着吧，这是昨天在镇上买的，我还有呢。那我拿一个，其余的你留着。厨房里发生的事儿我听到了，这衣服拿去洗了，晒在外面，晚上带回来。他不敢再推举，因为乔夏雨朝这边走来了。哇，乔洋洋，
你会这么好心帮乔小四他们洗衣服，该不会是这衣服里包着什么东西吧？既然有好东西，那就麻烦夏雨姐帮忙洗吧。里面的好东西也给夏雨姐你了。咦，我才不洗呢，臭死了！说完转身跑了。小四姐，那我走了。乔小四点点头，看向跑没影的乔夏雨，眼里满是厌恶。三姐、四姐，快来帮帮我！乔西西和乔星星听到他喊声，赶忙跑过去。洋洋，这馒头哪儿来的？别问，快吃！乔西西看向姜氏和乔老二的地方，有点犹豫。别犹豫了，早上爹把我们的饭都吃了，这一块是留给娘的，你们吃完就去换娘来。乔老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不一会儿，乔西西和乔星星就回来了。娘，你快去帮小妹吧，我们实在帮不了了。哪来那么多事儿？他们在那边干啥？小妹他们在帮小四他们洗衣服，衣服上有很多血，我们害怕。我去帮他，别蹲久了掉河里。乔老二没说啥，也想不通，都是自己后人，爹娘为什么要那么对三房？姜氏知道馒头怎么来的后，下定决心以后要对乔小四他们更好，绝不辜负他们这样帮他们。乔小四拿出灵泉水给他们喝了几口，又不敢喝太多，怕变化太大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正当他想拿点吃的东西出来，就发觉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。回到床上躺下，眼睛看向竹门。乔夏雨被抓包，心中猛地一跳，啊的一声就转身跑了。吓死他了，怎么就被乔小四发现了呢？死丫头又跑哪里去了？还不赶紧修帕子，过2天我好拿到镇上去卖。哦，娘，刚才吓死我了，我想看看乔小四他们在做啥呢，没想到被他们给发现了。你没事儿跑去看他们做啥？那一家子都不是正常的。乔夏，你这个疯子，给我滚出去！乔夏不是去上茅厕了吗？怎么会在上房？他想要干什么？乔小四进去的时候就见到这样一幕。乔夏血红着一双眼睛，手里拿着剪刀，剪刀上面还有血迹。姐，我是小四，你不要我们了吗？来，快把剪刀给我，别伤着自己，我们会很心疼的。小四，你不要管，以后姐不在了，你要好好照顾娘和二哥，等爹和大哥回来。爷、奶，我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一家吧，我们一家真的很不容易。你们既然这么不待见我们，那就把我们分出去，哪怕就是净身出户也行。我求你们，求你们了。姐，你别磕了，他们都是铁石心肠的人，怎么可能被你打动？爷、奶，你们说句话行不行？乔夏，我告诉你，想分家门儿都没有，别说你还没死，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同意。乔夏又把目光看向乔老头。我不都当着村长他们的面说了吗？分家的事以后再说。爷，我要现在就分。乔夏呀，小四儿现在受着伤，即便把你们分出去，你们要怎么生活？我这是为了你们好啊。爷，真的不能现在就分吗？不能。乔小四终于趁着这个机会把乔夏手里的剪刀夺了过来，拉着他就往外走。他是一句话都不想跟乔老头他们说。小四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再去求求爷爷奶，说不定他们就答应了。乔小四没说话，回到他们自己住的茅草屋，这才松手。够了，你不要这样行不行？你以为你死了他们就会同意？我告诉你，不会，他们不会同意的，你只会白死。姐，你不要钻牛角尖了好不好？咱们都想开点儿，人的命只有一条，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，生活一辈子哪有事事如意顺风顺水的？是，我们现在的日子是不好过，但我们首先得自己立起来呀。你这样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，能起什么作用？
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是一种病，一种叫抑郁的病。这种病除了你自己，谁也治不好你。我们得把心胸放开。他们不是不让我们好过吗？那我们也不让他们好过。这家咱不分了。不，这家必须得分，要不然咱们都得被搓磨死。姐，别急，你听我说。娘，二哥，你们也过来。乔小四继续给他们灌输自己的想法。娘，你不是疯子吗？他们都说你是疯子，那你就疯给他们看。咱们的胆子要大些，哪怕就是闹出人命来，官府也不会治你的罪，顶多挨些板子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疯子呀。还有二哥，你是傻子，而且还是被他们给弄傻的。傻子懂啥？啥也不懂。你就是拿着刀要杀他们，他们也不敢打死你。相反，他们要是伤了你，他们就要坐牢。还有，你力气大，谁敢靠近你就揍他丫的，死命的揍，揍得他爹娘都不认识的那种。还有姐，咱们凭什么任由他们摆布？他们高兴了，我们就高兴不起来。咱们得反过来，要我们高兴，让他们高兴不起来。咱们凭什么任由他们摆布？他们高兴了，我们就高兴不起来。咱们得反过来，要我们高兴，让他们高兴不起来。俗话不是说嘛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乔小四这会儿也不管什么正不正确了，反正他就是一顿忽悠。他们不是不给饭吃吗？那谁都别吃，看谁饿得过谁。咱有神仙爷爷给的东西，饿不着，他们就不行了。他们一天不吃，肯定饿得连路都走不动。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也吃不上饭呢？这还不简单？哼，不让他们吃饭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比如他们饭里面多了些什么让饭不能吃的东西，或者桌上面的饭全部倒在地上，又或者还有很多很多，对吧？小四，你说的很对，他们不让我们好过，那就谁也别好过。是啊，姐，抑郁不好，咱们直接黑化吧。小四，你说的很对，他们不让我们好过，那就谁也别好过。是啊，姐，抑郁不好，咱们直接黑化吧。小四，啥叫抑郁？啥又叫黑化？你咋净说些我不懂的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咱们别自己闷着不开心，想干啥就干啥，不计后果的那种。小四，你说咱们接下来要干嘛？对了，二伯母他们对我们很好，咱们不能连累他们也没饭吃吧？没啥，到时候咱们暗中给他们吃的就行。神仙爷爷给了你多少东西啊？万一不够吃咋办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可能让你们饿肚子的。现在我们得让自身强大起来，别人才不会欺负到我们。说到这里，乔小四才想起乔夏的伤。姐，快让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。哪里还有什么伤口，只剩下一条浅浅的疤痕。完了，露馅儿了。他咋忘了灵泉水的功效呢？乔夏摁了摁自己还有些疼的伤口，瞪大了眼睛。哎，好奇怪呀，这伤口咋变成这样了？姐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。你知道今天早上我给你们喝的水吗？那是神仙爷爷给的，专门强身健体用的，只要受了伤很快就能好的那种。小四，你放心，这是我们的秘密，谁也不告诉。对，谁也不告诉。娘，你身上是啥味儿啊？是不是拉裤子上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怎么可能拉裤子上？只有老二才会干那种事儿呢，我早就闻到他身上的臭味了。三房一家子窝在屋里悄悄商量以后怎样对付老乔家人。乔夏雨这边就很火大了，在吕氏又一次的骂声和催促下，乔夏雨只得背起背篓去割猪草，但是要去哪里割他又不知道。
你们看，他居然跟着我们，他背着背篓，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要去割猪草？他愿意跟就跟着呗，山上到处都是猪草，咱也不能不让他割吧。这乔夏雨跟他娘一样，也不是啥好东西，明里暗里欺负小四他们，真讨厌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被人听到多不好意思。他们的话，乔夏雨当然是听到了，气得脸都绿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江氏他们回来了。等到他们做好饭，乔夏雨还没回来。死丫头，死哪里去了？天黑都不回来。把乔夏雨那份给盛好，放到一边，才吃起自己那份。乔老大这会儿还没回来，让吕氏很不爽，不知道他在外面在干啥，问也不让问。正当他算计的时候，乔夏雨衣服脏乱的回来了。看到他这副样子，吕氏吓坏了。他家夏雨不会是被人欺负了吧？夏雨回来了，快洗洗吃饭吧。少在这里假惺惺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不就是见我这样想看我笑话吗？你这人咋不识好人心呢？我娘明明是好心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凭啥推她？呸！啥好心？以为我傻呢？看不出来，她分明就是幸灾乐祸嘛！娘，别理她，人家娘都不管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这话又把乔夏雨的痛脚踩了。是啊，他娘都不来关心他一下，他还期待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，割个猪草都能把自己弄成这样，拿你来有啥用？乔夏雨更委屈了，哭着跑开。乔老大终于在天黑的时候回来了，依旧是一身酒味儿。当家的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说吧。说完，他要早点睡觉，养精神。那个小妖精太能折腾，都快把他给榨干了。当家的，出大事儿了。出啥大事了？夏雨那死丫头今天出去割猪草，被人给欺负了。啥？当家的，你咋还不上心呢？万一以后有了身孕可咋办呢？咋得想办法早点把她给嫁出去啊！你说啥？啥叫有了身孕？不是小孩子们打架拌嘴的事儿，咋又扯到那上面去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扯那干啥？夏雨被人家给抢了。是哪个王八羔子干的？我什么时候被人抢了？我咋不知道呢？哎呦，我的祖宗哦！你小声点儿，是想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吗？这事儿咱得瞒着，被人知道了，谁还会娶你呀？见乔夏雨不说话，又安慰道：“别怕，娘尽快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嫁出去，保管别人不知道。”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不就是割猪草的时候摔到水沟里去了，怎么就变成被人抢了？你可真是我的好娘啊！居然这样败坏我的名声，你还想不想要我活了？啊，你的意思是你没被别人抢啊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被人抢了你才高兴？我在家碍着你哪里了？你个死婆娘，这整天就知道胡思乱想，连自家闺女都不放过。她摔来回来你不问清楚情况，居然能想些有的没的，这幸好是没传出去，这要是传出去坏了她名声，看老子我不弄死你！说完还不解气，又踹了一脚。对了，我也没问你呢，她去割猪草，你在干嘛呀？不是让你陪着她一起去的吗？是不是你没去啊？让她一个人去的？你这懒婆娘，就知道在家偷懒。哎呀，当家的，我错了，当家的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这不就是在家里绣帕子吗？把绣好的帕子拿出来我看看，别打着绣帕子的名，整天啥事都不做。吕氏为了让乔老大相信自己，赶紧跑去把绣好的帕子一股脑的全都拿出来。这些帕子明儿我带去卖，你就不用去了，专心在家里绣。不是当家的，怎么能你拿去卖呀？这可是我和绣庄老板娘谈好的，得我去才行。怎么，你还想挨揍是不是？老子的话也敢不听？信不信老子我休了你？乔老大，你个天杀的，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居然想休了老娘！老娘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吃苦受累，为你生了4个儿女，现在嫌我老了不好看了，就想休了我？你做梦去吧！乔老大也有些后悔，咋就说秃噜嘴了，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。行了，
我只是随口说说，你还当真了？还不快去整理整理啊！瞧瞧你都成啥样子了，比柳氏那疯婆子还疯。说完一转身，甩下一句：“我去看看爹娘。”死丫头，想吓死老娘啊！没被人欺负，不知道早点说，害得我误会，还害他挨了一顿打，绣好的帕子也被抢走了，亏大了。乔夏雨揉了揉肿起来的脸颊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转身也离开了，留下吕氏一个人在屋子里抹泪。怎么想也想不通，咋就这样了呢？这天乔春秋实在是饿得不行，乔小四不但不给他吃的，还怂恿他去搞事情。眼珠子转了转，便想到了办法，跑到后院里抓了一些鸡粪，又跑到厨房。二姑娘，这是给奶的吗？我给端进去吧。啊，行，那你端进去吧，小心点别洒了。乔春秋趁着姜氏给其他人盛饭的时候，把鸡粪放到了碗里。乔春秋咧着嘴把粥给乔老太端了进去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奶，我给端粥来了。乔老太喝了一口野菜粥，咂巴着味道，感觉不对，怎么有一股鸡屎味儿？再看到乔春秋那傻兮兮的坏笑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乔春秋，你个傻叉玩意儿，居然把鸡粪放到粥里！你是不想让我这老婆子好过是吧？乔春秋做了个鬼脸，溜出去了。是谁让他端粥进来的？强氏，你做的饭你来说。娘，是春秋他自己主动端进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会放鸡粪在里面呢。你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肯定是故意的，故意让他来整我的吧？娘，姜氏真不是故意的，当时我也在旁边，还不赶快给娘重新端一碗进来，愣着干啥？姜氏赶紧跑出去把自己的那一份端了进来。今晚他是没饭吃了，只得饿肚子，但是却有一种爽感，是怎么回事？乔春秋回去的时候，手舞足蹈地把事情的经过给乔小四他们讲了一遍，惹得一家人笑个不停。小四啊，下一个娘来好不好？那娘想好了用什么办法整他们没有？暂时还没想到。那你慢慢想，咱先让他们喘口气，别一下子整死了，可就不好玩了。乔小四丝毫没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妥，要想站得稳，那就必须得狠。第二天中午是太阳最毒的时候，也是大家睡午觉的时候。乔老太早就把昨夜的事抛到脑后，这会儿跟乔老头正睡得香，冷不丁一个冰冰凉凉滑滑的东西从他脖子上划过，吓得他一个机灵，睁开眼就跟一条花蛇来了个深情对视，被蛇咬在脸上。乔老头被乔老太的尖叫声惊醒。老婆子，你又发生啥事儿了？这样大惊小怪的，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？话都没说完，就看到一条蛇飞快地从他们枕头上游过。老大快来，你娘被蛇咬了。蛇呢？蛇在哪儿？别管它，早已经跑了。你看看你娘。对了，得先去请大夫。乔老大听他爹叫请大夫，扭头就出去了。被请来的依旧是孙大夫，他的脸色很臭，不愿意来给乔老太看，想到人命关天，还是来看了看。孙大夫，快给老婆子瞧瞧，她被蛇咬了。放心吧，死不了，这蛇没毒。他倒真希望被毒蛇咬的，免得乔老太以后再作妖。照着这上面的药，吃2副就没事了，诊费50文，拿来吧。乔老头没说啥，大方地把诊费给了。你家小四的伤怎么样了？我去看看。去吧，他们都在屋子里呢。孙爷爷，你来啦，快进来吧。我就在这里问问你的伤怎么样，要不要我给你把药换了？孙爷爷，不用了，我也认识一些草药，已经换过了。那行吧，这个是给你们的，那天就想给的，但时机不对。孙爷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那天从你奶奶那里要来的诊费。孙爷爷，谢谢你为我们着想，不过这些是你应得的。
还是拿回去吧。这些本来就是帮你们要的，我拿来做什么？别再推来推去的让人看到，又平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既然你的伤没事儿，那我就走了。乔小四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眼里满满的都是感激之色。乔洋洋他们回来，听说乔老太被蛇咬了，差点没有大笑出声，偷偷的跑来跟乔小四他们说：乔洋洋，你这样被你爷奶知道了，肯定会打死你的。就是想打我也得起得来床才行啊！你不知道我奶她又尿床了。哎，你说这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咋还跟个小孩子似的？他记得他2岁半的时候就不尿床了。他弄脏了床铺还不是要你们去洗，你咋还这么高兴？我宁愿天天帮他洗床铺，也不愿意看到他跟正常人一样下地行走。为啥？那还能为啥？他要跟正常人一样，那不每天追着我们打骂，这样躺在床上多省事儿。乔小四给乔洋洋竖了个大拇指，这也是个不省心的主。哎，乔老太遇到他们这些不孝子孙，不知道是他的福气还是他的报应。小四姐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咱们都好久没上过山了。洋洋是不是柴肉了？二哥也柴肉了。乔小四却在想，是时候再提一次分家的事情了。不过还是得先探探乔老太他们的口风。奶，听说你被蛇咬了，有没有事儿啊？乔老太忍住怒气，将头转向里边，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。奶，让我看看你伤得严不严重。滚！你个扫把星，搅屎棍，别在老娘眼前晃悠！看见你我就一肚子的气。爷，奶，前些天你们可是同意了分家的，现在我的伤也无大碍了，要不就把家分了吧。好你个搅屎棍，搅家精，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拆散了你才开心呐？我告诉你，有我老婆子在的一天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爷，你怎么说呢？当初可是你当着村长和族长们的面答应了的。小四儿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好好过日子不好？这为啥老想着分家呀？你看看，咱们村哪家不是这样过来的呀？爷这是要反悔？滚滚滚！少在老娘眼前晃悠，想分家门儿都没有。小四儿啊，你也看到了，你奶她不同意。乔小四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，离开了。不急，一会儿他去找村长。下午，村长和几个族老来了，他们把乔小四叫去，都坐在上房的堂屋里，开始说分家的事儿。小四儿啊，爷又不是不同意，只是让缓一缓。你咋就这么心急呀？跑去把村长、族老他们都叫来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！既然村长爷爷和几位族老祖爷爷都来了，那就分了吧。乔小四，你个搅屎棍！分家是大事，哪由你做主？要分也得你爹同意才行。按理来说是这样的，可是老三离开了也有将近10年了，而且杳无音讯，春生也不在，家里就只有你们娘几个。你娘又那样，你做主也是可以的。可以什么可以？要分家，把你爹找来。他要是不来，这家就别想分。这不是为难人吗？他要是能找到他爹，还用受这鸟气？大奎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来说。三叔，你也看到了，王氏他一直都不同意分家，一提起分家他就十分激动。要不再等等，等王氏好了再说。他腰杆受伤了，这昨天又被蛇咬了，还老是生气，也不利于他养伤。你们说呢？大族老他们都觉得是这个理儿，不能为了早点分家就不顾别人的伤吧。乔小四还能说啥？现在不分，以后也甭想分，错过这个村儿就没那个店儿了。村长爷爷，族老祖爷爷，你们跟我奶说说，求他给口饭吃吧，我们这2天吃一顿实在受不了。怎么回事啊？
啥叫2天吃一顿呢？还别说，乔老头真不知道这回事儿。只要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他一般都不过问。小四儿，你不能为了分家就这样编排我们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如果爷爷不信，就去问奶奶，或者让我发誓也行。小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仔细的说来听听。咱们村儿还没有穷到2天吃一顿饭的情况。我们也不知道，我这头受了伤，每天都昏昏沉沉的。今天好不容易好点儿，想着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也不想就这样被饿死，这才去找的你们。我娘和二哥那天被吓到了，每天都蔫蔫的。二伯母还来帮着喊了7晚上的活。我姐她也病了，还闹过自杀，这点我爷知道，不信你们问他。四祖老见乔老头不说话，一脚踢了过去。乔大奎，你说话呀，是不是真的？这种害人性命的事情你们也做得出来，是不是都想去坐牢啊？叔伯们，这事儿啊，我是真不知道，要是知道绝不可能让它发生啊。那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肯定是王氏干的，家里的粮食都由他保管，别人也不可能随意拿到。你个丧尽天良的，就任由他这么作践你自己的孙子孙女儿，你眼睛瞎了吗？就不管管？让你把他休了，你还跟个宝贝似的。瞧瞧这都干的什么事儿，要是传出去，咱们乔家村的脸就别要了。乔老太这会儿在屋里不敢闹腾了，因为让乔小四他们2天吃一顿就是他干的。几位叔伯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你们看行不行？有啥你就说，没必要吞吞吐吐的。大奎哥，你给3房拿1个月的粮食，让他们自己开火，这期间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。1个月后，王氏的伤也应该好了，那会儿再分家，可好？这……乔老头有点犹豫。有啥你就说出来，做出这副样子干啥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合着伙欺负你。小四儿啊，这家里几头猪一直都是你们打猪草来喂，这以后……怎么？这以后分家了，还得让他们割猪草来喂？那这家分了跟没分有啥区别？还是说你们家里都没人了，非得他们去割？一个个的都是吃闲饭的是吧？吕氏一家子都躲在屋里，注意着这边的动静。村长爷爷，几位祖爷爷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在没分家的时候，猪草这块还是由我们3房负责，但分家后，这些就不归我们管了。我们也得为着我们的小家着想，总不能分家后还帮他们干活，那我们吃啥？对，你说的很对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大奎，赶紧去把3房这1个月的粮食拿出来，这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。乔老头只得点头答应，进去找乔老太拿钥匙。老头子，少拿点儿，别美死那一窝子扫把星。你就安分点吧，祖老他们可都在外面呢。他的伤才刚好，又被四祖老给揍了，真是好了旧伤又添新伤，他咋这么倒霉？村长看着乔老头提出的袋子，大约有30来斤，里面装的全是玉米面。就这点儿，3房可是有4个人呢，够吃吗？家里就这点磨好的玉米面了，要不我给他们拿点玉米粒，自己去磨。乔小四嘴角上扬，能拿到这么多他就满足了，至于更多的还是算了吧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们节约点应该够了，谢谢爷爷，谢谢村长爷爷，谢谢祖爷爷们，小四给你们添麻烦啦。说完有点不好意思的拿起口袋，跌跌撞撞回他们的破茅屋了。大祖老又敲打了几下乔老头，让他管好王氏，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，这才离开。要真把家分了就好了。别灰心，快了。小四，
咱们要不要去煮点糊糊吃？今天我们还没吃东西呢。煮，当然要煮。听到厨房里传来动静，乔老头也没心思去管。老婆子，这要不就把他们分出去吧。老婆子，这要不就把他们分出去吧。想得美，把他们分出去了，家里的活你来干。就老大那一家子懒货，谁是干活的料？靠着老二家的几个丫头片子，那还不干到猴年马月去？可一直这样闹腾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把这1个月过去，他们又得提分家的事儿，到时候又要怎么说？乔老太转了转眼珠，要不我就一直装病，说我的伤没好。再怎么装也总有好的一天，你总不能装一辈子吧？我就不信还没办法了，就他几个还想翻出老娘的手掌心，哼，简直做白日梦。乔小四他们一家人终于吃了一顿在老乔家历史以来的第1顿饱饭啊，吃饱的感觉真好啊。平日里总是说没吃饱的乔春秋也点着头说吃饱了。半夜乔小四进了空间，他要四处逛逛，说不定会想到用什么办法把柳氏他们的皮肤变黄，这样才符合那种长期被压榨吃不饱没有营养的蜡黄肤色。想来想去就只想到姜黄，管他呢，就用姜黄吧。第2天乔小四带着柳氏他们背着背篓出去割猪草了。小四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好多啦，谢谢婶子的关心。乔小四他们并没有停留，走过的时候还能听到那些人在摆谈老乔家的八卦。在一片草地里，乔洋洋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洋洋，在家里我没多说，是怕被乔夏雨偷听。他这人最爱干偷听的事情。我们上山割猪草，顺便挖草药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挖草药？到时候拿去镇子上卖。小四姐，你认识草药，值钱吗？当然，不过要看你挖的什么，太普通了的也不值钱。你们是不是要去断崖岭挖药材？对，外面的药材都被当成野菜给挖了，根本少之又少。想要挖更多的草药，卖更多的钱，那肯定得去山上。可山上有很多的野兽，万一碰到野兽了怎么办啊？他还是有点担心，毕竟谁都不想死，好好活着不好吗？嘿，碰到野兽了，那肯定是吃肉啊。家里知道我们挖药材卖，肯定会把卖了的银子拿走的，咱们还不是来无去无。你笨呐，就不能不让他们知道？乔小四有些惊讶地看着乔夏，他这姐姐怎么一夜之间变化这么大？那要怎样才瞒过他们呢？他们可是很精明的。乔小四拍了拍胸脯，怎么还是这么平？要不要弄些木瓜炖猪脚？想想又暗自摇头。她一个12岁的小姑娘，顶着一个大大的胸脯，好像不协调。算了，丰胸计划还是以后再说吧。你如果信得过我，挖了的草药我给你收着，到时候去镇上我也给你卖了，回来再把钱给你。放心，我不会昧下你的钱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小四姐，你们有地方藏药材呀？是哪里呀？这个可不能告诉你，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基地，就连我娘他们都不知道。乔洋洋听说柳氏他们也都不知道，便没有再多问。说好后，几个人就进了断崖岭。乔小四的运气真的很好，他正还想着中午要吃点啥，有乔洋洋在，他也不好从空间里拿食物出来。正想着怎么办的时候，就发现了一窝野鸡蛋，不多，只有8个。他们有5个人，这也不够他们吃的，便悄悄地从空间里拿出10个绿皮鸡蛋放在里面，一共18个，这下应该够了吧？哎，这里面的蛋咋不一样啊？有大有小，而且颜色也不一样。应该是2只野鸡下的吧？你们看，这里面的蛋是2种。乔小四，他们观察得真仔细，这下不用他解释了。小心翼翼地将野鸡蛋收起来，实际上是放到了空间，就害怕一不小心给弄碎了。咱们找一个地方把这野鸡蛋烤了来吃。几人当然没意见。地方还没找到，就发现了一条菜花蛇，
蛇虽然不大，好歹也是肉。于是乔小四就给他们当场表演了一招徒手抓蛇，看得乔洋洋崇拜不已。一人分了3个烤鸡蛋和1节蛇肉，剩余的3个就让乔洋洋带回去给姜氏他们吃。乔洋洋被感动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，差点哭出来。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，几个人背着草药往回走，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，乔小四让他们把草药都放在这里，然后去另一边割猪草。他打算把草药都藏起来。野菜已经挖了很多，现在只差猪草了。等他们离开后，乔小四就把这些草药都收进了空间里，然后装着累坏了的样子找到他们。明天我背一个大背篓，多装一些草药。这背篓太小了，影响他发挥。到了山脚下各自分开，乔洋洋背着野菜去地里找姜氏他们。娘，我爹呢？咋不在啊？啊，你爹已经回去了呀。咱们洋洋今天运气这么好，挖的野菜好嫩啊。娘，3姐4姐，你们赶紧吃吧。哪里来的？当然是小4姐给的了，赶快吃，我一会儿给你们讲。洋洋，咱们一人一半。你赶快吃，我今天可是吃了3个呢，还是特意给你们留的。快拿着，快吃，有人过来了。姜氏看到远处果然有一个人影，想也没想的就把鸡蛋塞到嘴里。乔西西和乔星星也赶紧吃完手里的野鸡蛋，假装拔草的样子。姜氏，你还磨蹭什么？赶紧回去做饭。老乔家就在姜氏做好饭准备吃的时候，大房外出做工的乔长安和乔长春回来了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回来了，快跟娘回去洗洗。乔老太耳朵本就好使，还没走出门口就听到吕氏要带他们回去。这咋行？要是被吕氏带回去了，他手里的钱就会少很多。长安、长春，我的乖孙孙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这段时间你们不在，奶可是遭了大罪了。眼睁睁地看着长安和长春把手里的工钱递给了乔老太，气得吕氏咬碎了一口黄牙。晚上，乔小四正准备摸黑睡觉，就听到竹门处有动静。谁？小四，快开门，是我。这是大房乔长安的声音，轻轻地把门打开。乔长安塞给乔小四一个东西，然后转身飞快地离开了。小四，二堂哥来干啥？乔小四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，的确是一小块银子。二堂哥是个好人，他肯定是听说我们的情况，想帮一把。咱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用他的血汗钱，等以后有钱了，一定要还给他。乔小四点点头，乔长安的好他记下了，以后一定会加倍报答。半夜，乔小四心情很好的进入了空间。自从空间恢复后，小池才把那几亩地都种上了水稻。乔小四有点好笑，水稻不是种在水田的吗？种在旱地里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乔小四在众多货物中走过，就听到有脚步声。你是谁？你这个贼，偷了我那么多粮食，还敢进来？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什么时候做贼的居然这么大胆？是不是欺负我是小孩子拿你没办法？我告诉你，拿了我的吃的给我还回来，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，不然我让你好看。楚伯康被他的话雷到了，果然如他所想，粮食还真是小女孩的。主人别怕，小池来帮你。小池，快帮忙，别让他跑了。小池吭哧一声咬住楚伯康的裤腿儿。难道这里不是人界啊？是所谓的妖界？我去你奶奶的妖界，你才是妖，你全家都是妖，是偷我粮食的小妖。姑奶奶是人，是真真正正的人类，人类是最强大的，懂不小子？不是妖界啊，那猪怎么会说话？这是我的宠物，宠物，你懂什么叫宠物吗？楚伯康摇头表示不懂。主人，这人看上去很笨，咱们不会抓错人了吧？您放手，我不会跑的。乔小四怎么会听他的？贼是会讲信用的人嘛。你笑什么？觉得很好笑是不是？还是觉得我一个小孩子抓不住你？告诉你，我可是有帮手的。别看我的帮手只是一只小猪猪，他可是很厉害的，不信你试试。
我说话算数，绝对不会跑。至于粮食的事情，我也会给你个交代，要怎么解决，您松手，咱们慢慢谈。老这样抓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你手也累不是？他活20年，第一次对一个女性说这么长的话，哪怕小女孩也没有过。你没骗我？没骗。我可不相信你，除非你让我把你绑起来。岂料他刚一点头，哗啦啦的身上就出现了一根铁链子，把他绑得结结实实的。好啦，这下可以说说要怎么赔我的粮食。你能告诉我这手上是啥东西吗？没见过吧？这是专门抓贼用的，叫手铐。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有多大的力气，也不可能把这个挣脱开，除非你有缩骨功，能把手缩得跟婴儿一般大。你会缩骨功吗？不会。小池刚才只咬着这个人的裤管，这会儿感觉口很渴，想喝水，吭哧吭哧的跑到泉水旁喝了个水饱，还很好心的给乔小四也带了一杯。你想喝水？楚伯康点头。乔小四纠结了一下，还是把吸管凑到他嘴边。楚伯康想都没想就含住吸管。刚才他见小女孩就是这么喝水的。现在可以说说要怎么把我的粮食还回来了吧？乔小四见他不说话，以为他想赖账。我告诉你，别想抵赖。今儿个你要是不给我说出个道道来，你就甭想出去。放心，还，一定还。那你倒是还呢，我立马就要，可不行拖欠。姑娘，咱们打个商量，怎么样？打什么商量？你不会是没粮食还我吧？姑娘，还真被你说对了，粮食已经没了。啥叫没有了？你给我说个清楚，粮食去哪里了？难道都被你们吃了？见楚伯康点头，惊讶的像是看到什么怪物。不会吧，那么多粮食，你怎么吃完的？就是猪八戒投胎也不会这么厉害吧？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粮食确实没有了，都被吃完了。前些日子我们几十万大军缺粮，我无意间进到这里就……啊，停！你是部队上的人。姑娘，粮食我是没法还你了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些粮食值多少银子，就当我给你买的。你的意思是赔我银子？你算算该多少，我就给你多少，绝不压价。小池，你说该让他赔多少银子好？小池一脸懵逼，他哪知道啊，他只是蜘蛛。反正要的越多越好吧，要少了岂不是太亏？要不就要10万两，10万两应该可以了吧？小池吭哧一声点头。10万两怎么样？哪知楚伯康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。这人这么好说话的吗？他都没有讨价还价，还是说自己要少了？要不要变个卦再多要点儿？就是这钱恐怕得欠着。合着你这是耍我玩呢？姑娘，你放心，这银子我一文也不会少，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乔小四，他还能说啥？人家都主动给他打欠条了，也不像是要赖账的。不知道姑娘可有纸笔啊？小池飞快地叼来纸笔。姑娘，你看看这样写可好？他要的是10万两银子，这上面居然写的是10万两金子。哇，那他是不是发财了？姑娘，欠条我已经打好了，那我就先离开了。不行，万一你以后不认账怎么办？我都已经盖好了我的私印，这个做不得假。那这个是代表我身份的玉佩，你先拿着，等我把银子给你之后，你再还给我，这下行了吧？他都快憋不住了，好想上茅厕。行吧，那我就信你一回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这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，我一个人的，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你不许私自拿走。楚伯康点头，在乔小四还要说啥的时候便消失了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也不许进来啊！楚伯康早就出去了，哪听得到他的话？这会儿正像一阵风似的上茅厕去了。娘，你干嘛推醒我？让我多做一会儿美梦不行吗？小四啊，你做啥美梦了？可是梦见吃烤鸡，我也要吃。放心吧，娘，这个可以有。咱们一会儿上山，我就给你抓鸡。
乔小四掰开一个杏子尝了尝，眉头皱的都快能夹死一只苍蝇了。呀，真不愧是酸杏，这也太酸了。几人被逗得哈哈笑，乔小四也没有放过，让大家帮忙都摘了。小四姐，这么酸的杏又不能吃，摘了干嘛？哼，我自有办法让它变得好吃，到时候分你一点尝尝。别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，我可不要。乔小四也没多说，到时候他不但会要，还会嫌太少。今天是收获满满的一天，他们不仅抓到2只野鸡1只野兔，每个人背上还背着满满1背篓药材。等乔洋洋怀里揣着裹了好几层的鸡肉去找他娘和姐姐的时候，就看到乔老二正在对他娘拳打脚踢。乔洋洋火气外加着恨意一起上来，握紧手里的镰刀就朝乔老二飞奔过去。乔老二来不及躲开，胳膊上就挨了一刀。看了看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僵尸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僵尸该不会被他打死了吧？滚开，别碰我娘，再碰我杀了你。让我看看你娘怎么样了。滚，要你看，少在这里假惺惺的。乔洋洋，我是你爹，你咋跟我说话呢？还有没有点样子？我没样子，你有样子，你个窝囊废，谁像你一样啊？让自己妻女整日干活吃不饱饭，还要挨打骂。你那么能干，你到外面去打呀，在家里厉害算啥本事？你别你的，有本事你倒是做个男人给看看呀！生不出儿子来怪我娘，那是我娘一个人的错吗？是你自己窝囊没本事，听风就是雨的，啥事儿都怪我娘身上，你咋不找找你自己身上有没有错呢？这是他女儿吗？咋这么火？乔洋洋，不管我怎么样，我都是你爹，你没权利对我大呼小叫，更没权利来教训我。别整天跟着乔小四学，瞧瞧这学的啥？女孩子家家的，以后还想不想嫁人了？我就跟着乔小四学咋啦？跟着他学，能让我有东西吃，能让我不被人欺负。跟着你给我们什么了？经常一天都没一顿饭吃，地里还有做不完的活。我们是人，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家里养的畜生。就是那些猪，每天的猪草都是堆着吃，吃都吃不完。可我们呢？我们有啥？你倒是整天吃得饱饱的，眼里只有你的爹娘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还成亲干嘛？跟着你爹娘过去呗。论嘴皮子，乔老二实在论不过乔洋洋，再加上自己手一直在流血，只能捂着手气冲冲地离开。三姐、四姐，快，我们把娘背回去找小四姐。我们不应该去找孙大夫吗？找小四有啥用？可是我们没银钱，孙大夫会不会不给看呀？昨天孙大夫就去隔壁镇了，说是要过几天才回来。小四姐懂得一些药理，我们去找她。姐妹3人折腾了好一会儿，都没有把僵尸背起来。三姐、四姐，你们在这里守着娘，我去找三婶来把娘背回去，她力气大。说着，风一样的跑了。小四姐，快来救救我娘！我娘被我爹打死了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救呢。三婶，麻烦你帮我把我娘背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背不动她。这还了得，来不及多问，拉着柳氏就往外跑，伸出手指在他颈动脉摸了摸，顿时松了口气，还好还有气，除了一只脚错位了，还受了不轻的内伤，其余倒是没啥大事儿。趁着僵尸还没醒，赶紧给他掰正了。你们俩也别哭了，二伯母没啥大事儿，不过要在床上躺2月。接下来你们给我说说，到底发生了啥事儿？乔星星打着嗝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当时娘几个正在除草，也没有偷懒。乔老二二话不说就给僵尸来了一巴掌。乔老二，你发什么疯啊？好好的干嘛又打我？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整天在家里闹腾个啥？好好的家，非被你给拆散了才高兴。我闹啥了？我整天都在山上除草，我跟谁去闹了？你还说？今天早上你跟大嫂说啥了？我说啥了？我不就说了一下今天出来的有点迟，让他把厨房里面的碗收拾一下，他没同意，我也没说啥呀。乔老二觉得僵尸没说真话，拳打脚踢的就招呼上了。
他大哥还把他给臭骂了一顿，说他不好好管教姜氏，让他没大没小的连大嫂都欺负。乔小四也是无语到了极点，给乔西西他们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下。几个人回到老乔家，所有的人都坐在院子里等他们。怎么样，还活着不？爷，我娘的命好苦啊！说着白眼一翻就倒在地上了。乔老头这下可真的吓坏了，老心脏都差点被吓出来。乔洋洋跟着柳氏一起将姜氏放在床上，乔星星瘫坐在地上，眼珠都不会动，看样子是被吓傻了。星丫头，你娘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你倒是说说呀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！我娘被我爹打死了，被我爹打死了，三姐也要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！这啥意思？死了一个，昏了一个，疯了一个，完了，他们老乔家完了。乔老二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他爹倒下去的身影。老二啊，你快去看看姜氏是不是还活着，千万别被你打死了，要真死了，咱家也就完了。乔老二心中慌得不行，还是咬着牙进了屋。小四，你二姑娘怎么样了？会不会有事？有没有事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乔老二凑近仔细看了看，却被乔洋洋给推开了。你离我娘和姐远一点，他们这样都是被你害的。二伯，你还站在这里干啥？怎么不去请大夫？难道真的想让二伯母就这样死了？我刚才去过孙大夫家，他不在。切，孙大夫不在家，镇上也没大夫了。可我没银钱，也请不来呀。我说二伯，你没银钱，难道就不知道去找爷奶要吗？这人命关天的大事怎敢拖？你不会真以为我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保住二伯母的命吧？要是二伯母死了，老乔家的名声就坏了，到时候你就是罪人，说不定还会去坐牢。你想下半辈子在大牢里过？乔老二连忙摇头，着急忙慌地出了屋。乔老头刚刚醒来，正躺在床上发呆。乔老二进来就说要拿银子去镇上请大夫。你个没用的棒槌，下手时就不知道轻点儿，现在把人打成这样，想要银子，哼，门儿都没有。这事儿是吕氏引起来的，要银子去找他，凭啥得我出？去给老二拿银子。乔老太不吭声也不动。让你去拿银子，听到没有？你去请孙大夫来，看了后先欠着，到时候找姜氏拿。娘，姜氏哪来的银子呀？他这会儿还没醒呢，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。乔老太只得骂骂咧咧的起身，拿了100个铜板给他。你还杵在这里干啥？还不快去？难道要我这老太婆跟你一起去？天杀的，我咋生了你这么个棒槌？当初就应该把你摁在尿桶里淹死。娘，100个铜板不够。啥？还不够？那你要多少？干脆把我这条老命也拿去算了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快来一道雷，劈死这个不孝的吧！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！死老太婆，你这闲着家闹得还不够，再给老二拿2两银子。你要是敢不拿，我还揍你我！乔老太背着乔老头的一脚踢在痛处，差点没晕过去。老娘真是欠你的，自家婆娘还能被你打成那样，黑了心肝的。像你这样的就该打光棍儿。实际上他这话骂的是乔老头，哪知落到乔老二耳朵里，就真的以为他娘是在骂他。爱作妖的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乔老二脚程快，很快就把大夫请过来了。大夫仔细替姜氏检查后摇摇头。哎，这是被谁打的？对一个女人下这样的重手，真是太狠了。这是治她内伤的，本就身体亏空的厉害，还受了这样重的内伤。哎，不知道要养多久才能养好啊。
这是专门治疗外伤的，对他身上的伤有好处。大夫，麻烦你给我姐姐也看看吧，她到这会儿都还没醒呢。大夫，麻烦你给我姐姐也看看吧，她到这会儿都还没醒呢。大夫看了看乔西西肿胀的脸，唉，你们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狠人了？居然把一个小姑娘的脸打成这个样子，恐怕好了都会留下后遗症的。会留下什么后遗症？可能会失聪啊。听到这话，乔洋洋立马恶狠狠地瞪向乔老二。别急，也有可能没事，不过这孩子身体也亏得很，得好好调理调理，要不然以后的子嗣恐怕艰难了。把母女三人都看了个遍，大夫这才对一旁呆愣愣的乔老二说道：一共2两5钱银子，给了我还得劳烦你送我回去。哎，大夫先别忙，麻烦你再去帮我爹娘看看，他们也受伤了。大夫奇怪地看了乔老二一眼，这一家子真够倒霉的。爹娘，我把大夫带来了，让他帮你们看看身上的伤。哎呦，大夫，你快给我看看，我这腰啊疼了好多天了，一直不见好，是不是断了？乔老太躺在床里面，只得先给乔老头查看。乔老头倒是没啥，就是有点气血上涌，火气大。这下轮到乔老太了。你的伤没什么大碍，可能是骨头有点小裂缝，仔细养养，要不了多久就好了。大夫，一共多少诊费？2两5钱。还愣着干嘛？快拿银子，趁着天还没有黑透，让老二把大夫送回去。他是真害怕乔老太不管不顾的闹起来，那可就真的丢脸丢到镇子上去了。老二，刚才娘给了你2两银子，现在再给你5钱，好好的把大夫送回去。哎，好的娘，我这就送大夫回去。让他们装病是乔小四给他们出的主意，为的就是怕江氏倒下了，乔老太又要使劲搓磨这3个可怜的姑娘。第二天乔老太就发话了。乔洋洋依旧每天去挖野菜，吕氏和乔夏雨去地里除草，还得兼职把屋里的饭也做了，鸡圈猪圈也整理了。如此这样过了2天，乔夏雨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乔夏雨一路小跑，很快就到了镇子上，直奔徐德才读的书院。正当他焦急不已的时候，徐德才出来了。雨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啥事儿？德才哥哥，你都跟乔夏退亲了，怎么不去我们家提亲呀？我可还等着呢。雨妹妹，最近我的课业比较紧，抽不出时间来。我也给我娘提过，我娘说刚跟乔夏退了婚，立马又去你家提亲，这样对你名声不好，让我再等等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雨儿可是等不及了，就想跟德才哥哥在一起。真是个不知羞的骚蹄子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他在一起，那他要不要成全他？于是徐德才让他在这里等着，跟先生请了个假，带着他打开了一处屋子的房门。德才哥哥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啥？这是你家的屋子吗？这是我姑姑家，前些天我娘把钥匙给我，让我有空的时候来打扫打扫，说姑姑快回来了，我一直抽不出时间，今天你来了，要不请雨妹妹帮帮忙，咱们一起收拾收拾。为了能够让徐德才更加喜欢他，还让徐德才去休息，他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两人郎有情妾有意，你给我擦汗，我给你拍灰，拍着拍着就拍到床上去了。就这样，乔夏雨半推半就的被徐德才得手了，事后才觉得害怕，忍不住的哭了起来。徐德才害怕他把这件事闹大，安慰说过了这段时间就去他家提亲，这才把人安抚好送出去。收到小池发布的任务，收养一只宠物，成功后奖励大礼包1个。乔小四一边注意着周围，一边照着顺眼的草药采，不知不觉走了很远。好可爱的小狗狗！地上躺着一只灰色皮毛的狼，看样子刚死。这狼肉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要不捡回去尝尝？凶什么凶？就你这小身板，我一根手指头就能摁死你，信不信？小狼崽好像听懂了他的话，呜呜的叫着往后退。
行了行了，别做出这副样子，大不了我不杀你，不过他可得归我。主人，你不会真的想吃这只大灰狼吧？你瞧它浑身都是窟窿，也不知道是被什么咬的，不怕吃了中毒？你想让我放弃，可我舍不得，这好歹也是肉啊。主人，刚才不是给你发布任务，让你收养一只宠物吗？要不你就把这只小狼收养了吧，瞧它多可怜。乔小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小灰灰，你爹死了，你一只小狼留在这里也不安全，要不跟我回去吧，我给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也不让你干啥，就帮我看家就行。你要是同意的话，就伸一只小手过来，要是不同意，就当我没说。小狼崽的确很有灵性，乔小四见他答应，心中狂喜。小灰灰，主人我跟你打个商量哈，你看你爹已经死了，与其让他被别的动物吃了，或者是腐烂了，还不如让我带回去帮你吃了，也让他死也有死的价值，你看行不行呢？小池有些无语，他主人是怎么说得出这种不要脸又冠冕堂皇的话来的？真是太丢脸了。主人，你都收养了小灰灰作为宠物，再吃掉他娘，好像不妥吧？好像确实不妥，要不我还是挖个坑把它埋了吧，就当替小灰灰尽尽孝，谁让他遇到我这么好的主人呢？我想小灰灰肯定会替他娘感谢你的。嗨，多大个事儿呀！对了，这不是小灰灰他爹吗？啥时候变成娘了？主人，你没有看到大灰狼肚子上的零件吗？那是母狼才有的。乔小四这才朝大灰狼肚子看去。瞧我，真是粗心，这也能认错？拿出锄头，飞快地挖了一个坑，将大灰狼扔到里面。小灰灰，赶快跟你娘道个别吧，以后你就是没娘的狼崽了。主人，你这样在小灰灰的伤口上撒盐，好吗？我这不是在替他难过吗？别说了，今儿个也没心情挖草药了，咱还是早点回家吧。说着，把小狼崽搂在怀里往回走。小狼崽大概是饿了，一个劲儿的在乔小四怀里拱。咋的？你还把我当成你娘啦？从空间里拿出一盒纯牛奶，递到小狼崽嘴边。小狼崽大概是真的饿了，一口气把半斤装的牛奶都喝光了。小四，乔小四，别喊了，我在这儿，你找我啥事儿？这人他认得，是村里一个叫宋礼的。小四，你快回去，你家里出事了，你姐被打死了。乔小四脑袋嗡了一下，想也没想就冲出老远。乔小四进去就看到乔夏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推了推乔夏，乔夏一动不动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主人，这里有一颗活死人肉白骨的神丹妙药，赶快给他服下吧，我放在你怀里了。乔小四也没问药是哪里来的，从怀里摸出药，立刻塞到乔夏嘴里。快让开，快让开！孙大夫来了，孙大夫来了！孙大夫，麻烦你给我二哥看看。孙大夫只得去帮乔春秋看，看着乔夏脸色一点点变好，脉搏也比先前有力多了。乔小四这才松了口气。孙大夫，我二哥怎么样？他的腿断了，手也折了，其余的伤倒没多大碍。乔小四听得火气往上涌。二哥，娘呢？娘去哪儿了？你娘被老乔家人给绑起来了，在那边柱子上呢。听到这话，乔小四一下跳了起来，这才看到一旁柱子上柳氏被绑在那里，奄奄一息，说是柳氏犯病了，往他们屋里泼了很多粪，还点火烧房子，要是把他放了，还不知道要做出啥来。乔小四没有管他们，刚一把柳氏的绳子解开，柳氏就奔到了乔夏和乔春秋身边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你们这群恶鬼，没人性的畜生，强盗土匪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的孩子都被你们杀死了，你们这群黑了心肝的心咋这么黑呀？老天爷呀，你快睁开眼看看吧！
这群畜生恶魔，你都还不惩罚他们，你是眼睛瞎了吗？啊！小五，我的孩子，是你把他摔死的！你还我小五，还我小五来！夏夏，你别走，娘在这里啊！小四，你在哪里啊？快回来救救娘，救救你姐姐呀！我们要被人打死了！哎呀，这老乔家人太狠了，瞧把这三房弄得死的死，疯的疯。柳氏说的对，这老天爷还真是不长眼呢。村长爷爷，今天就把家分了吧。小贱蹄子，我告诉你，有我老婆子在的一天，你甭想分家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那你就去死！乔小四，你个不孝的坏胚子，整天想着分家，把我们闹得家无宁日的，居然还想让我死！你咋不去死？你死了，咱们老乔家就安静了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才去死！咱们在家好好的，啥也没干，你不但抢走了我们的粮食，还骂我们。还有你，乔夏雨，你个土匪，小家精！夏夏肚子疼，吃的明明是药，你非要说他吃的是糖，还跑来抢，自己打翻了药，才让妹摔倒了，还告状是夏夏推你的，你才是搅屎棍，小家精！二哥，那你说说，我姐是被谁打的？是奶和乔夏雨打的。乔夏雨把夏夏按住，往墙上撞，老太婆用凳子打夏夏，我和娘上去拖，老太婆又用凳子打我的腿和手，娘也被他们打了好多下。你们就任由他们打？没有，我们拼命的躲，可是他们好多人，我们躲不开呀。那你们怎么不还手？大伯母说，我们敢动手打老太婆就是不孝，会被抓去坐大牢的。这又关大伯母什么事？大伯母说，娘勾引大伯。什么？乔小四牙齿都快咬断了。娘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先清醒一点，要疯也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再疯。我打扫猪圈，他上茅厕，突然他就上来拉我，我就推了他一下。他来了，说我勾引他，还打我骂我。我想回来找你的，看见他们在打夏夏，后来又来了好多人，他们都来了，都在打我们。血，好多的血，夏夏在地上都不动了，他们又把夏夏拖出去，说是他装的。对了，还有小五就是那样被他们砰的一下摔墙上摔死的，当时也有好多的血。小四头上也有血。这会儿柳氏神智又不清醒了。大伯母，你不给个说法吗？你还有脸来问我？你娘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？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跟哪个男人拉拉扯扯了？又对哪个男人投怀送抱了？还是你在哪个男人床上逮到她了？可是我就看见她跟你大伯拉拉扯扯了。切，你都说看见他们拉拉扯扯了，那就是说你没看见他们抱在一起，也没看见他们亲在一起，那你怎么就敢肯定他们有什么？万一是你男人看我娘长得好，起了龌龊的心思，想还要对她图谋不轨呢？乔小四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怎么可能会对一个疯子有什么想法？而且她还是我的弟妹。大伯，你自己的为人怎么样？你难道自己不知道吗？是不是想让我一一给你说出来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我能有什么事？乔小四啊，你老在这里泼脏水，就是你娘勾引你大伯的。大伯母，你不就是想知道大伯的事吗？可以去镇上花楼问问，或者去问问娇俏的小寡妇，说不定会知道点什么。乔小四，你个疯子，居然敢这么编排你大伯！我们老乔家怎么出现你这么一个疯子？是不是要把这个家搅散了你才甘心？大伯父，花楼里面的迎春香和小桃红你还记得吧？听说你可是他们的常客。
对了，还有那个姚细柳，才20岁呢，好年轻哦。乔老大脸色大变，心慌得不得了。还有，乔小四是怎么知道他那些事情的？还没等他想出来，吕氏就给他脸上挠了几道血印子，疼得他当即就跟吕氏扭打起来。众人都看着老乔家这些闹剧，也没有人去拉开吕氏和乔老大还有乔老太。你回来了，我把祖老他们都喊回来了。给老子住手！谁他妈再敢动，都给我撵出乔家村去！乔老太他们听到这一声吼，立马就停手了。他们的情况怎么样？不好，很不好。祖老祖爷爷，你们可得为我们家做主啊！瞧瞧我娘他们被打得好惨啊！我姐这会儿还没醒过来，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去。我娘还被他们污蔑，跟我大伯不清不楚，这一没证据，二没抓着现行，都能随意污蔑，这让我娘怎么活呀？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我奶还把我们这1月的粮食抢走了，还在我们家里乱翻东西，问我们银子藏在哪里。乔春秋，你个傻子，老娘什么时候抢你们粮食了？那些粮食是我的，是我们老乔家的，我拿我们粮食关你屁事儿。可这粮食是爷爷给我们的，说是我们这1个月的口粮，完了后就分家的。分家，整天就知道分家。我告诉你们，想自己出去单过，想都不要想。说到这里，他眼珠子转了转，又改变了主意。要分家也不是不可以，以后的猪草、柴火还有地里的活计也是你们干。那粮食呢？你打算分我们多少？我呸！家都分了，还想要粮食？人不大，净做美梦，咋不把你美死算了？老太太，你这梦也做得太美了吧？分家后我们白帮你们干活，还不供吃喝，那我还分个屁的家？分家不是你闹着分的吗？咋后悔了？竟然后悔了？那家里地里的活你们都得给我干，挨打挨骂也得给我受着。乔小四又把目光看向乔老头，乔老头转了个身，假装没看到，也不说话。乔小四，你娘往我们屋里泼粪，差点把房子都给我们烧了，你得拿10两银子出来做赔偿。你要是不赔，我就把你娘偷人的事情传出去，到时候别人的口水都能淹死他。看热闹的村民都对乔老太指指点点。关你们啥事儿啊？看了咱们老乔家的热闹，没问你们要银子就不错了，还在这里唧唧歪歪，信不信我撵你们出去？还是说你们跟柳氏都有一腿？老太婆，你真不愧是掉过粪坑，喝过粪水的，嘴巴这么臭。乔小四，你们3房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，女人都是千人骑万人跨的婊子，男人也是挨刀的货。乔小四被他这话气得双眼圆瞪，眼珠子红的都快滴出血来了。他啊的一声朝乔老太跑去，乔老太还打算再骂，看到乔小四冲过来，吓得妈呀一声躲到乔老头后面。乔小四，你敢打我，我就去告你。乔小四的脚步一顿，鼓起一口气，一脚就踹在上房的土墙上，直到把墙踹塌了，这才停手。小四，快停手，快住手！哎呀，既然你打定主意要分家，那就分吧。分家可以，他们得把手上的10两银子拿出来，否则免谈。你确定？你们每年得给我们2老1人5两银子，合计10两。你敢拿？这是你们该给的养老钱。胡闹！谁家养老银子1年给10两的？就按村里的来，1年顶多1两银子，是2个老人一共1两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10两少了1文，这家都不能分。乔小四不说话，走到大房的门口处，一拳就把门打了个窟窿。小四，你说话就说话，干嘛打我们的门？
那你说我该打谁的门？你打谁的门都行，就是不能打我们的。为啥？你们说分家，我又没参与，凭啥打我们的门？哦，难道今天的事情不是你们大房挑起的？乔小四这一招果真把乔老太又给吓住了。当村长问到粮食的时候，乔老太又开口了：咱家没有多余的粮食，也没有粮食分给他们。既然不分粮食，那你打算分多少土地给三房？什么？还要分土地？咱家总共就那么几亩地，还要分给他们，做啥美梦呢？既然没粮食没土地，那你总得分点银钱给他们吧，要不他们一家子怎么活呀？没有，啥都没有，要分就分，不分拉倒。那你打算把那里的房屋分给他们？想啥没事呢？都分家了，还住咱们老乔家干嘛？到外面想住哪儿住哪儿，关我们啥事儿？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净身出户？不是他们硬要分的吗？大奎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说，这个家要怎么分？家里一般都听老婆子的，他们说啥我就听啥。既然他们是净身出户，就没有养你们老的责任。我看这1年1两的养老银子就算了吧。啥？不给我们养老钱，我就去告他们不孝。山脚下还有2间老屋子，收拾收拾还能住，要不你们住那里？村长爷爷，祖爷爷们，我们三房想跟老乔家断亲。小四啊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一家人哪能说断就断的？村长爷爷，祖爷爷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被净身出户出去，每年得给他们1两的养老银子，这个我们认，但是以老乔家人的性子，能就这样放过我们吗？恐怕我们分出去，他们也要到我们家来收刮东西，或者指手画脚。我在家还能护着我娘他们1、2，万一我不在，说不定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今天的情形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娘他们根本就不敢还手，只得随他们打。俗话说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，我也不可能一直守在他们身边，不是吗？只要是断了亲，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来我们家闹。如果他们敢强行进来，那就是私闯民宅，要坐牢的。这个可以，我赞同。凭啥？我10月怀胎，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儿子，凭啥要跟我断亲？乔小四，你个祸害，搅屎棍，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。老太太，我们这也是被你们逼的，为了保命不得不这么做。小四儿啊，这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呀？乔小四突然摸出那10两银子。老太太，你不就是想要这10两银子吗？我可以给你，但是这亲必须得断，而且还断得干干净净。不行，你以为10两银子就能断亲？做梦！如果你们真的想断亲，那就100两。这话把村长和族老们都给惊讶到了。老太太，100两银子我是没有的，顶多再给你10两，总共20两断亲。你儿子乔振海依旧是你儿子，但是柳云娘及他的孩子们从此以后与老乔家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也是我做的最大让步。你儿子还是你的儿子，但是我娘不是你的儿媳妇儿，我们也不是你的孙子孙女儿，以后你不能来找我们做这做那。不行，要么50两，20两太少。乔小四又拍碎了一只凳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我力气比较大。那个老太太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要50两是吧？我可没有，要不这个家就不分了吧？乔老太害怕乔小四报复他们，咬咬牙点头。行，20两就20两。你爹依旧是我们老乔家的人，你娘和你们几个跟我们没关系。不管你们以后是生是死，讨口要饭，都别往我们老乔家来。拿来，银子拿来。
他身上可只有这10两银子，还有100多个铜板。我只收银子，不要欠条。村长爷爷，几位族老爷爷，你们能不能借10两银子？以后我乔小四一定加倍奉还。你也别跟他们借了，我这里刚好有10两。那我给四祖爷爷打个借条。不用打了，这么多人在，难道还怕你赖掉不成？四祖爷爷放心，我乔小四绝对不会赖账。不过这欠条还是得打。村长爷爷，你帮帮忙，帮我写一张欠条吧。四祖老收到乔小四按了手印的欠条，对他多了些看法。村长爷爷，这银子我交给你，等大家都在断亲书上按了手印后，就把银子给他们吧。村长点头，飞快地写下断亲书。这会儿的乔夏已经睁开了眼睛，但依旧躺在那里没动。这下乔小四他们就跟老乔家人没有半点关系了。乔小四，现在你不是我们老乔家的人了，你们赶紧搬出去。对了，屋里的东西都是我们老乔家的，一样也不许带走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他们自家的衣服被褥也不能带了？这个自然得让他们带走，我们留着也没用。乔小四倒也不在乎那些破烂衣衫，但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依旧进去逛了一圈。你们可看清楚了，这里都是我们的衣服，其余的啥也没带，别到时候少了什么又赖到我们的身上。既然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，那2间老房子我就送给你们吧。哪位爷爷愿意再借我5两银子，我把这老屋买下来，要断就断干净点。大族老摸出5两银子递给乔小四，乔小四同样也给他写了一个欠条。事情落定，乔小四给村长和族老们道过谢，背起乔夏，带着柳氏他们离开了。山脚下老屋，要不你们别住这里了，这里实在太危险。对，随便找个地方，咱们哥几个呢，帮你搭一个茅草屋，咱们先安顿下来。对，趁着天还没黑，咱们赶快离开。今天谢谢几位哥哥的帮忙，小四记下了。眼看天色已晚，你们就回去吧。放心，野兽不会轻易下山的。我这里也有孙大夫给我的驱虫药，将就一晚上，明天再做打算吧。宋礼还要说什么，就看到过来2个人。你们几个怎么还在这里？小四，这个拿去，是毛子哥的一点心意，别嫌少。这是我的。乔小四不用猜就知道，这里面装的是粮食。谢谢2位哥哥的帮助，小四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嗨，咱们都是一个姓，相互帮助是应该的。只是你们确定今晚要住在这里？要不还是另外找个地方吧。是啊，刚才我就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，咱们帮忙搭个茅草棚子。可是小四好像是不大愿意。哥哥们都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些年你们也没看到野兽下山不是？即便有，都是一些野鸡野兔之类的，根本不用怕。再说了，这里可是我花5两银子买下的，怎么能丢掉？等我安顿好后，麻烦哥哥们帮忙修缮一下房屋，这样以后也有个安全保障。小四说的对，你们都听他的吧，今晚上警醒点就好。乔小四想流泪，世上还是好人多呀。小四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好好照顾你娘他们。咱们村都很穷，也拿不出太多的粮食来接济你们，这些是我们几个老东西的一点心意。你们先把这段时间应付了，咱们再想其他办法。漂亮话小四就不说了，在这里小四对天发誓，会做一个知恩图报、有良心的人，绝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帮助。他刚起身就看到又过来一个人。爹，你咋走得这么快啊？娘叫你，你都没听到。叫我干啥？我跟你几个族叔一起，难道还会摔跤不成？哪是这个呀？娘让你拿陶罐。拿陶罐干啥？哎呀，你们都拿粮食，人家小四他们啥也没有，就这样生吃啊？大家又叮嘱乔小四他们晚上小心点儿，说是明天再来帮他们修缮屋子，今晚就将就一下。等到大家都离开后，乔小四也没时间去打量屋子和周围。
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看看乔夏的情况。乔小四忍了又忍，还是掏出小刀把乔夏的头发全给剃了。小四，还有娘的。娘，你也要剃？跟夏夏一样。小四，二哥也要剃。这会儿天已经暗了下来，猜想不会有人来了。几人你看看我的光头，我看看你的光头，都笑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乔夏这才感觉到头顶上凉飕飕的，也伸手一摸，顿时就哭了。姐，你哭啥？咱们都好好的，虽然是净身出户，但好歹是离开了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能够离开老乔家，就是被饿死我也甘愿。可是我们一家子怎么都成光头了？这要怎么出去见人呢？万一别人知道了，不得说我们遭了报应？啥叫报应？咱们又没做啥坏事。再说了，这头发是我帮你们剃的，怎么就成报应了？啥？你剃的？好好的，你干嘛要剃我们的头发呀？你头发上全是血，都凝固到一块了，很难清理。你头上有伤，又不能不清理，要不然伤口会被感染的。再说了，就你那比枯草还要枯的头发，留来干啥？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们把头发都剃了，也是一种罪，不孝的罪。唉，我当什么呢？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这么说，我早就想好了。说着，拿出一顶假发往他头顶上一盖。这下不哭了吧？为了让他看清效果，乔小四又给柳氏和乔春秋戴上。这下你看清楚了吧？没人笑话了吧？好看是好看，可是它不稳当啊，一扯就掉了，到时候还不得被人发现啊？这有啥？乔小四拿出一瓶胶水，这样把它粘牢了，它就不掉了。啥？你这是啥东西？别到时候取不掉了。哎呀，姐，你相信我了，再过些日子咱们头发就长出来了，而且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又枯又黄，肯定又黑又亮又柔软。剃都剃了还能怎样？难道还生得回去吗？当然不能。等到头发的风波过去了，乔小四也没心情去做饭，在空间里泡了几桶方便面，母子几个吃的那叫一个满足。小池，那只小狼崽呢？它如何了？主人，你放心吧，它没事儿，好得很。小池，你种的水稻怎么样了？唉，别提了，一颗芽也没发。啥？这是为啥呀？难道是这土地不能种水稻？当时我就说过，人家土是用来种其他作物的，水稻要种在水里才行。你偏不听。现在好了吧？实验失败。不过你也不用灰心，只要有其他的也行。其他的我也种了，都没发芽。乔小四一下就懵了，他还想着在空间里种粮食呢。主人，你想不想看看你的大礼包？你帮我看看都有些啥，实不实用？主人，里面有2颗药丸，1颗强体丸，1颗解毒丹。哦，还有1个活死人肉白骨的丹药，已经给你了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什么？不是说大礼包吗？咋就只有3颗药丸？对呀，没有了。主人，你要不要把小狼崽抱出去帮你看家？别添乱了，他那么小怎么看家？再说我现在这个家有啥看的？一目了然，就连耗子也不来光顾，还是等他长大点再说吧。村长的确是个好人，一大早就带着清理井水的人过来了。小四，这么早，你背着篓要去哪里呀？我打算上山去挖些草药，看医馆收不收。小四认的草药？认得一些。是老猎户教你的吧？村长爷爷，我可认识好几种呢。行，你挖些去看看，要真卖得了银子，也是一个进项。
这样你们母子几个就不用饿肚子了。那村长爷爷，一会儿掏井的银子你先帮我垫着，等我卖了草药后就还你。在山里转悠了大半天，收获还是蛮大的，不仅抓到3只野鸡，还有2只野兔。至于药材，最贵的就只有何首乌了。他打算明天去断崖岭的中心地带。你回来啦，洋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对了，你爹他是什么表情？或者有什么看法？不知道，我看不出来。那你爹有没有什么变化？要说变化，这2天都没有骂过我们，也没有说过一句正话，算不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我娘都不跟我爹说话，3姐4姐也不跟他说话，我们都跟我娘在一张床上睡觉，我爹睡在先前我们睡那屋。对了，这2天他很少说话，比以前沉默很多。那他对你爷奶如何？那能怎样，跟以前一样呗。对了，这2天的饭都是我爹做的，大保姆脸皮也真够厚的，我爹做好饭他就出来，盛满1碗就走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那表情看得让人很不舒服，总感觉他要搞什么事情一样。哎，要是我们也能像你们这样分出来就好了。乔小四不忍打击他，想跟他们一样分出来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洋洋，这里面是药水，你拿回去，每人都要喝，对你们身体很好的，记得不要被其他人拿了去，要是有人来抢，你就把它全倒了，也别让人喝。别要喝，给不给？说完他就赶紧摇头。赶紧回去吧，别一会儿又得挨骂。乔洋洋蹦蹦跳跳的回去了。小四，你说洋洋她们3姐妹以后会不会都被卖掉？姐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她们3姐妹和二伯母都强势起来，没人能够卖掉她们。可再怎么强势也抵不过二伯啊。二伯就是爷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的主。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爷奶了。对呀，那你说我们以后要是看到了，是叫还是不叫呢？或者叫他们什么呢？不叫好像有些不礼貌，要不就叫乔爷爷乔奶奶吧。小四，今天来了好几个人，都没发现咱们的头发是假的。再说乔洋洋的确是个聪明的主，回去的时候扯了一把艾草把竹筒包住。洋洋呀，你这个竹筒里装的是啥？里面是宝贝。啊？什么宝贝？给大伯母瞧瞧。这是我跟我娘的，里面是由几种草药和几种虫子，然后熬煮成汤，吃了就会生儿子。大伯母，你要是想要，改天我又上山去抓虫子，再帮你熬。就是这些虫子很难抓，要多等2天哈。乔洋洋一边往自家屋子里跑，一边注意着身后悄悄跟着的吕氏。娘，快喝！僵尸不明所以被灌了2大口，接着就是乔西西和乔星星。洋洋，你给我们喝的啥呀？咋还有虫子？外面正觉得自己被乔洋洋骗了的吕氏，还没有进门就听到这句话，头也没回的离开了。就僵尸那倒霉样，要想生儿子，做梦还来得实在些。洋洋，咋回事啊？乔洋洋说这药是乔小四给的，也说了药的作用。中午时分，乔洋洋趁着大家都在午睡的时候，又跑来乔小四他们这里。咋？昨夜拉了一夜的肚子，今天还这么有精神？四姐，我们知道咱们拉了一夜的肚子，是不是你给的药？洋洋，你怎么没洗洗啊？身上这个味儿可真冲鼻子。还有味儿吗？我都洗过2遍了。味儿还挺大的。味儿大吗？味儿大就对了，要臭咱俩一块儿臭。我们也臭过，臭了好几天。小四姐，你给我们的是什么药啊？吃了为啥会拉肚子？医生还很臭。当然是好药，专门清理体内垃圾的。不过你们母女几个知道就行了，别往外说。小四姐，爹真的挺让人寒心的。咱们昨夜闹腾了一夜，他也知道，问都没有来问过我们一下。
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，咱们好歹也是他亲生的吧。乔小四很想说，要不你让你爹和你娘和离吧。洋洋，明天我们要去镇上卖草药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你的那些草药我已经给你分好了。我就不去了，免得走漏了风声，又惹出好多事端来。那行，到时候我卖了，把铜板给你。不必给我，你帮我拿着吧，等以后我有用的时候再来找你。乔小四不由多看了乔洋洋2眼，这丫头是真的聪明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乔小四就跟柳氏一起出门了。趁着人少还不怎么看得清，他又拿出几袋药材。娘，这是神仙爷爷给的，你可别说出去，要不然神仙爷爷就不给我们了。我知道的。药铺小童早早地把门打开，就看到门外的乔小四。姑娘，你们这是来了多久啊？小腾哥哥，早，我们也刚到不久。这么多药材，你们是怎么拿来的？这哪能呢？我跟我娘留在这里卖草药，我姐他们去买东西了，一会儿再碰面。你们快进来吧，这会儿没人，我先把药材给你们收了。不用请掌柜的看看吗？掌柜是我叔，他已经在后面整理药材了，搬进去当然得让他过过目啊。等到乔小四他们从药铺出来，身上已经多了差不多8两银子，看来卖药材还是一项挺不错的收入。母女俩到了小树林，想坐下吃点东西的，刚坐下还没拿出来，乔小四就发现不远处躺着一个人，把他给吓了一跳。乔小四也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，何况灵泉水也能解毒，但是能不能救活，那就得看这个人的命了。老头的眼珠子动来动去的，就是睁不开眼睛。我给你喝了解毒的药，不知道能不能解掉你身上的蛇毒，这条蛇就当做我的药费啦。说完捡起蛇，起身喊道：娘，咱们该回去了。咱们就不管他了吗？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呀？不知道，我本事有限，这得看他个人的造化。直到母女俩的脚步声远去，老头才睁开眼睛。乔小四和柳氏刚进村，就看到村长正在巡视庄稼。你们这是去哪里了？村长爷爷，我采了些草药，今天背去镇上卖了好几百文呢。哈哈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第二天，乔小四一个人去了断魂山脉，里面遮天蔽日的，只有一些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铺满枯叶的地上。可能是他运气好，在一棵古树上居然发现了一颗紫色的灵芝。这会儿他已经忘记了紧张和害怕，脑海里想的都是这灵芝能值多少银子，完全忽略了其他，包括一旁隐在树叶里的大脑袋。刚伸手抓住灵芝，就发觉有什么不对，抬眼一看，有啥东西朝他飞来。等他看清是啥东西的时候，吓得他妈呀一声，爬起来就跑。蟒蛇本以为十拿九稳的要把这人类吞入腹中时，结果吞了个空，人不见了。乔小四这会儿软得跟个面条似的，浑身湿哒哒的躺在空间的地面上，直喘出气呀！娘啊，太吓人了！这是出门没看黄历吗？主人，你这是被狗追了，咋这么狼狈啊？我没有被狗追，是被一条大蟒蛇追。啥？大蟒蛇？有多大啊？你不是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吗？那你自己看呀，顺便帮我看看大蟒蛇还在不在，在干嘛？主人，这条蛇好大呀，感觉就是有10个小池也不够它吞的。蟒蛇是不吃小猪的，不信你出去看看它吃不吃你。主人，你别骗我，我虽然是只小猪，但是我不蠢。那你帮我看着点儿，它走了你就叫我，我去睡会儿觉，补充一下体能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乔小四终于醒来。小池，那条大蟒蛇还在不在？主人，它还在那里趴着呢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乔小四用意识往外看了看，的确，那条大蟒蛇趴在那儿，头转来转去的，好像还在找他。
思来想去，乔小四决定再冒一次险，一个闪身就出去了。哪知大蟒蛇太灵敏了，他刚一出去就被发现了，吓得他滋溜一下往前跑。再一次被累得跟狗一样不停喘息的时候，乔小四没办法又进了空间。主人，那个人又进来了。谁又进来了？就是那个偷粮食的贼呀。啥？他又进来干嘛？放心，没有经过你同意，我不会拿你东西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进来干什么？我可没同意你进来。是这样的，上次你给我喝的东西还有没有？能不能再给点？放心，我出银子给你买。切，又给我打欠条。你知道我们在外行军打仗，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银子，只能打欠条。等我回京后再一一补上。也就是说，你10年20年不回京，这银子就打水漂呗。哎，真笨呐！当初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姑娘，这话就不对了，哪用等到10年20年那么久？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回京。我可听说了，一般在外领兵打仗的人，没经过皇上的允许是不能够擅离职守的，违令者是要杀头的。你又以什么样的理由回去？姑娘可否再给我一些药水？楚伯康这会儿也发现了乔小四狼狈不堪的情形。姑娘可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？怎么这副模样？唉，别提了，我本来想进山挖些草药，哪知碰到一只大蟒蛇，被他追得犹如丧家之犬。姑娘，没事吧？想笑就笑吧，你问我没事吧？我告诉你，有事儿，事儿可大了。我总不能一直躲在里面吧？我得回去呀，要不我娘哥哥姐姐们可担心死了。不知道这蟒蛇有多大？大呀，肯定大，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蛇，有我腰这么粗，通身绿色，那双树瞳就这么冷冰冰的看着你，就这一眼就能让你浑身发抖，直冒鸡皮疙瘩。楚伯康被乔小四的话逗笑了，这姑娘说话还挺搞笑的。喂，那啥？楚伯康，我的名字。楚伯康是吧？话说你上次给我的欠条上面怎么没签你的名字呀？不会不作数吧？姑娘，你这会儿再问起来是不是太迟了？不过你放心，楚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，上面盖了我的私印，就是没有我的名字也作数的。这样啊，那我就姑且相信你一回。不过你说你是当兵的，会不会武功啊？约通1-2。这1-2是多少啊？厉不厉害？你一个人打得过大老虎不？姑娘想楚某帮你什么忙，但说无妨。我想让你帮我对付外面那条大蟒蛇，行不行？我能出现在大蟒蛇的面前吗？这个好像貌似不能吧？要不我拉着你试试？行，要不咱就试试。乔小四默念一声出去，两人就出现在了蟒蛇的面前。乔小四默念一声出去，两人就出现在了蟒蛇的面前。而楚伯康也有些发愣，他活了20来年，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蟒蛇呢。两人就这么和蟒蛇缠斗在一起，没几个回合就败了下来。没办法，累得气喘吁吁的两人只得又躲进空间。乔小四还没有来得及松口，就感觉到后面有什么东西，一扭头，吓得拉起楚伯康就跑。娘的，这蟒蛇怎么进来了？楚伯康，快救命呀！我的衣服被它咬着，快要被吐到肚子里去了！徒手空拳的朝蛇头挥去，蟒蛇灵活的一偏头就躲了过去。蟒蛇也是追着追着发现不对，总有一股莫名的味道吸引着它，比它守候多年的那朵灵芝还有吸引力。停下身子，顺着味道游了过去。被追得满空间跑的乔小四和楚不康二人就看见他进了灵泉池里。你怎么了？他进水里去没追我们，你好像还不高兴。对啊，他进里面去了，你要的药水就是那个泉水，你敢去打吗？你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楚伯康，你说这条蟒蛇是怎么进来的？
难道我这个空间谁都可以进来吗？如果真是那样，岂不乱套了？刚才你不是说你的衣服被他咬住的吗？肯定是你把他带进来的。好像是这样的。主人，你可把小池害惨了，看来我得搬家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蟒蛇从水里抬起了头，看见不远处的乔小四他们，还很友好的点了点头。随后不待他们有任何反应，又慢慢的缩了回去。哎呀，这该死的蟒蛇，它在挑衅我们！主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不想搬家。楚伯康，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是你的空间，你说了算。你不想要里面的灵泉水了？这个不但可以很快恢复伤口，还能解百毒，喝了强身健体，力气还很大。可灵泉水是你的，只要你帮我解决掉这只大蟒蛇，里面的灵泉水随你取用。只要你帮我解决掉这只大蟒蛇，里面的灵泉水随你取用。不过咱们先说好，不能多取，一天最多2竹桶水。这个有点难办。怎么，你还不愿意？难道你想一天就把我的灵泉水取完？干脆美死你算了。你想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这个大蟒蛇有点难办，这毕竟刚才我们2个人合力也没有打过它，不是？那要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他这样占着我的灵泉水不让吧？以后这空间也不能够进来了，要不然一不注意被他一口吞了，那可就玩完了。我现在受着伤，这如果全盛时期也许还有些把握，可现在我也没法。你跟我来，我那边有1桶水，你先喝了看看，不知道还有没有用。你装这么多水在这干嘛呀？你不会是用这灵泉水洗澡的吗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这是我的灵泉水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要你管？不是吧，姑娘，我让你给我一点点你都舍不得，这么多水被你用来洗澡，你反而倒很舍得啊。那又怎么样？这是我的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楚伯康也没有与他多说，拿起旁边的水舀了一点，咕咚咕咚的都喝下去了。你不怕喝下去的是我的洗澡水？那你说这是你的洗澡水？乔小四被他看得有些脸红，下意识的摇摇头。不是。那不就得了？现在水也喝了，该干活了吧？姑娘，你这灵泉水真的很好用啊，我的伤口都快恢复了。别一口一个姑娘姑娘的叫，我的名字叫乔东，你可以叫我乔小四，村里人都这么叫我的。哦，你为什么又叫乔小四啊？我是家里的老四，所以就叫乔小四咯。那你在家里排行第几啊？你猜？老大还是老幺？又或者是中间的？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你家里怎么就你一个孩子？据我所知，你们有钱人家都是3妻4妾，庶子庶女一大堆。你家怎么这么特殊？难道是你爹爹爱惨了你娘，要跟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？我小的时候，我爹娘就不在了，是我舅舅把我养大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的事情，都怪我多嘴。这有啥？很多人都知道的。乔小四正不知道要怎么改变这个尴尬的气氛，小池开口了：主人，那家伙又冒头了。乔小四随着小池的声音看去，果然大蟒蛇缓缓地抬起头朝他们这边游来。只见比他腰还粗的大蟒蛇一边爬一边缩小，最后缩的只有筷子那么粗。你还好吧？下去，你快给我下去！主人，刀下留手！滚开，别在这里捣乱！主人，他刚才说了，他现在是你的宠物，你不能砍他，他也不会伤害你的。小池知道他不信，其实刚才他听到蛇的话也是不信来着。主人，你听我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小池什么时候害过你啊？你害我的时候还少吗？你这个坑爹的玩意儿！主人，人家还是个孩子，是个小宝宝，第一次做系统，难免有疏忽的地方，不就是提醒你的时候慢了些吗？你咋就不相信我了呢？你不能不相信我啊！
到底什么情况？快说呀！你吭哧个毛啊！他刚才说他喝了你的灵泉水，现在成了你的宠物了。这话说出去你信？我信呀。你先让他从我身上下去，别待在我手上，我害怕。小池对着蟒蛇就是一顿吭哧吭哧，然后说道：主人，他说他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就把它当一个装饰品就行了。不行，赶紧让他下去，随便他待在哪里都行，就是不能在我身上。在乔小四一再坚持下，蟒蛇终于滑到地上，那双小小的树筒里还带着委屈。主人，你就放心吧，听小池的没错，小池也怕他吃了我呀，但是我都可以跟他一起待在空间里，你还怕个啥？那行吧，我就暂且相信他一回。你不是要灵泉水吗？赶紧去取啊！取完了快回去吧，我也要离开了。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给我装一下？你自己去找吧，我先出去了。出了空间，乔小四赶紧往回走，可能今天受到了惊吓。晚上乔小四发烧了，乔小四做了个梦，梦里他回到了现代，看到爸妈他们依旧经营着那家宠物医馆。没看见妈都忙不过来了，还不快来帮帮忙？女孩头都没抬，继续玩她的手机。东东，我这里手术也忙不过来，你来帮帮忙。女孩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，只得起身打下手。我是给人看病的医生，不是给宠物看病的，以后我也不会继承你们的宠物医院，爱给谁给谁吧。场面一转，他又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。小乔啊，快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乔东上前刚一坐下，副院长就对他动手动脚，嘴里还说着一些让人作呕的话。场面再一转，他又碰到了那个白胡子老头，给他预配空间的人，催促他赶紧去收集物资，末世马上要来临了。等他醒来时，满头大汗。你终于退烧了，可吓死我了。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可能山上风大，着凉了吧。放心，我已经吃过神仙爷爷给的药，这会儿都好啦。柳氏和乔春秋也醒了，见乔小四没事儿，他们就开始捂着肚子叫饿。咱们今天就吃小鸡炖蘑菇吧。乔小四一边做吃的，一边想着那朵紫灵芝。小四，可是有什么好事情？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？乔小四把自己采到灵芝，打算卖了还账，跟乔夏说了一遍。小四不可，咱们刚分家出来，没有任何金钱门道，才几天时间你就说采到了灵芝，然后把所有的账都还了。有些人是会相信的，可有些人就不信了，比如老乔家的人，他们就不会相信，说不定还会说我们偷了他们的银子，搞不好会惹来更多的麻烦。要不过些日子再说吧。至于采到灵芝的事情，千万不能透露出去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咱们家又没有一个顶门户的，还是小心些的好。对呀，他咋忘了财不露白的道理？果真是得意忘了形。在家待了一天，乔小四又背着背篓上山了。一大早背着背篓去挖野菜呀？乔小四笑着点头。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偏要闹着分家断亲，以为出去了日子好过，看着吧，后悔的事儿啊还在后面呢。刘婆婆说的很对，有些人呐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净喜欢闹腾，总有一天闹腾的连棺材板都没有，只一张草席，挖个坑埋了就不闹了。哎，说不定连破草席都没有。乔小四，你奶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个搅屎棍，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刘奶奶，我在你家锅里搅屎了？我搅你家啥事儿了？我不是个好东西，我承认。你是好东西，对了吧？乔小四，你这个不敬长辈的，不得好死！哼，我乔小四好不好死我不知道，不过刘奶奶你好不好死，我是能看得到的。
刘婆子这下真的被气狠了，冲上来就想打乔小四。乔小四一个闪身躲了过去，嘴里还一点不饶人。我说刘奶奶，你还是悠着点吧，都七老八十，黄土埋脖子根了，以为还是小年轻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住在海边，管得那么宽，都管到人家家里去了。刘婶子，这是人家老乔家的事儿，你在这里跳哪门子的大神呢？小四又没说错，你管得太宽了。刘婆子看着一群对她指指点点的娘们儿，气得直翻白眼儿。你们一个个不孝顺长辈的，老天爷会用雷劈死你们的！哎，我说刘婆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咱们挖你家祖坟了，还是踩你尾巴了？用得着这样咒我们吗？还雷劈我们？劈我们干啥？我们又没做亏心事，也没做缺德事，更没有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儿。一把岁数了，还管那么宽？刘婶子，咱们又不在你锅里抓饭吃，更不是你家里人，你根本就没权利管我们。别每天倚老卖老，以为谁都要敬着你，真的是很让人厌烦。刘婆子还想说什么，就被一个5大3粗的媳妇儿给吼上了。我说你这老家伙，整日没事在外面瞎咧咧啥？人家的事儿关你屁事！你有空去管，没空帮着做家务，闲死你算了。乔小四看着刘婆子被自家媳妇儿吼得灰溜溜的回去了，心情无比美好。进了断崖岭，他在山上挖了5个陷阱，收获了8只野兔和5只野鸡，还有1只猴猪。给村长和几位族老一人送了1只野兔，其余的打算拿去镇上卖了。至于那些帮过他们的人，他也记着，以后会报答的。把猴猪拿到百姓药铺，问掌柜收不收。猴猪可是有药用价值的，卖给酒楼有点亏。掌柜的倒是没说啥，以1两5的价格收了。乔小四趁机跟崔掌柜打听哪家酒楼收猎物最公道。要说最公道的，非极品轩莫说，那里的掌柜叫李大富，为人还算可以，你就去他那里吧。就说是我老崔介绍的，他保证不会为难你。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乔小四决定去问问崔掌柜这是什么情况。哈哈哈，乔把你吓的，放心吧，有猎物只管拿去，他们卖的就是眼味儿，会打猎的人又少，猎物又很缺，难得有人卖，他们哪敢往外推呀？这不是断了自己的财路吗？乔小四这才想起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想通后，乔小四直接去了菜市场。乔春秋腿受伤了，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。他啥都没有做就好了，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。正当他要拐弯的时候，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是乔夏雨。他旁边那个眼熟的男人是谁？好像在哪儿看到过。乔小四眼珠子转了转，悄悄地跟了上去。在一个没人的巷子里，两人停了下来。雨妹妹，你这是干啥？也不怕被人看到？看到就看到呗，我们迟早要成亲的。话虽这样说，被看到了到底不好，别忘了我是读书人。德才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去我们家提亲啊？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这段时间课业有些紧，再等等吧。要等多久啊？人家都是你的人了，万一怀孕了咋办？你怀孕了？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？我是怕万一啊。雨妹妹，这天太热了，你还是快回去吧。乔小四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有些咋舌。不过这些好像都不关他的事儿，还是别去参与的好，没得栽自己一坨。回到家就看到一抹娇小的身影，此人正是乔小四的闺蜜乔小春。小四，你买这么多骨头干啥？光光的又没有肉。我二哥伤了骨头，家里没钱买好的，只得买这个。不是说吃啥补啥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也听说过。哎，你们家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小四，不好意思呀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放心吧，我们现在很好，再也不会挨打挨骂饿肚子了，哪怕就是光吃野菜也能吃个饱。是啊，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。乔小春回去了，是被他二妹叫回去的。乔小四下午没事的时候就跑去找乔小春，想问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一起上山挖草药卖。
小春，小春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是小四啊，你找我们家小春干嘛？他没在家。那好吧，我改天再来找他。以后也别来找他，家里有很多活计要他做的，哪有那么闲？林氏说完就进屋了，理都没理乔小四。以后不许跟他再来往，也不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，连长辈都不孝顺，长大了就是六亲不认的，没得败坏了你自己的名声，以后找婆家都不好找。娘，小四肯定还没走远，让他听到多不好啊。听到就听到，有啥不好的？我当着他的面也敢这么说。怎么，你还在为他说话？是不是跟他一起学坏了，连我这个娘的话都不听了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再让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乔小四没再继续听下去，害怕自己会忍不住闯进去。乔夏看到乔小四脸色臭臭的回来，便问道：怎么了？可是出啥事儿了？你不是去找小春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找到他。那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外面的人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？姐，你放心吧，那些人爱说就说，我才不会放在心上。我只是在想以后的事情罢了。小四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娘，娘去帮你揍他。还有我。小四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软弱了，咱们得变强，争取把日子过好，让他们羡慕去吧。姐，你这个想法太对了，咱们就是要让他们羡慕我们，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看看，咱们离了老乔家一样过得很好，比以前更好。以后谁敢骂我打我，我就骂回去，打回去。对，重重的打回去。乔小四抓住机会又给他们一番洗脑，弄得几个人就像要去打小日子一样，雄赳赳气昂昂的。这天，乔小四像往常一样去山上挖草药，不想碰到了一群野猪，被追得跟狗一样四处乱窜。好不容易甩开野猪，想要休息一会儿，却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儿，让他立马起了警觉之心。循着血腥味儿过去，居然看到了一个满身是血的人。主人，系统发布任务，救下此人，奖励武功秘籍1本。什么样的武功秘籍？不知道。这人还活着，没死啊？应该没有吧，要是死了，系统也不会出任务了。任务不是你出的吗？你背后还有人。主人，我只是一只小系统，第一次绑定宿主，每次任务都是上级派发下来的，不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可怜的小池啊，这么小就出来干活，他们这是在剥削童工。主人，你再不行动，那人就死了，任务完不成就没有奖励。听到这话，乔小四再也不贫嘴了，轻轻地扳过他的头，不用猜都知道这是中了蛇毒，给他灌了一些灵泉水，这才开始查找他的伤口。谢谢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在下……你不要说话，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吧。他最不耐烦听到什么救命之恩，在下无以为报，只好以身相许之类的话，想想就让人起鸡皮疙瘩。刚才他处理伤口的时候太过专心，有人过来都没发现。小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眼瞎啊？没看到这位姑娘在帮我处理伤口？小公子，你受伤了？伤哪里了？被蛇咬了。啥？被蛇咬了？什么蛇？有没有毒？我说六子，你没长眼睛看呢，肯定是中毒了呗。没中毒，小公子怎么会躺在这里呢？小金牙，说话就说话，你推我干啥？随后又耸了耸鼻子，这哪来的臭味啊？小公子，你不会拉裤子上了吧？哎呦，我说小公子，你要拉也不知道忍着点，这荒郊野外的拉在裤子上要怎么给你处理啊？咱们又没有带衣服来。小金牙，帮我把六子赶得远远的，别让我看见他，心烦。小金牙点头，把六子推开，随后也跟着嗅了嗅。小公子，六子说的很对啊，你身上的确有一股很难闻的臭味。你们家小公子中毒了，我帮他把毒解了，这股味道是从他身体里排出来的毒素，
回去洗个澡，再去药铺抓些药，把剩余的毒素排出去就没事了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姑娘是我们公子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们在这里给你磕头了。说完，这两人连同身后的几个人也跟着跪下。他闪开身子，躲过了他们的跪拜，摇摇头离开了。别跪了，人都走了，跪啥跪？哎，这姑娘怎么走了呀？都没说一声，咱们还没谢谢她呢。谢个屁！就你们这样，吓也给你们吓跑了。快去找找，看那姑娘穿着，家境应该不好，多给些银子当做谢礼。可是公子啊，咱们特意上山来打猎的，身上也没带银子呀。对呀，谁会那么傻，上山打猎还带银子呀？到时候掉了多不划算呀！男子直接闭眼装死，他心累，不想说话。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荒山野岭的，野兽又比较多，别一会儿再出点什么事情。对，你说的很对，赶快，把公子抬走，咱们回镇上去。乔小四回去的时候，太阳还没下山，外面很多人都看到了他。小四，你不是上山去了吗？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怎么还有血呀？可是受伤了，要不要我去帮你叫大夫啊？谢谢刘奶奶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摔了一跤，擦破了点皮。看你这样子，不像是摔了一跤那么简单吧？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野兽啊？我就说你一个女娃子家的，老往山上跑干啥？你这小胳膊小腿的，万一遇到野猪、熊瞎子之类的，想跑也跑不快，还不得成了人家的口粮啊？小四，你不会真的遇到野兽了吧？刘奶奶，我刚才是从断崖岭下来的，这些天你们离那里远点。刚才我遇到一群野猪，好不容易才躲开的。切，啥野猪群呢？你要是遇到能跑得掉？那家伙可凶着呢。听说你去山上挖药材卖，是不是很值钱呀？不会是怕我们也跟着上去挖，故意说有野猪吓唬我们，不让我们跟你去抢吧？反正我已经提醒了，你们愿意听就听，不愿意听就当我没说。老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有哪里受伤啊？娘，你去哪里？小四受伤了，我去叫大夫。娘，我没有受伤，你别去。乔小四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乔春秋背在背上往屋里跑。小四，你到底有没有受伤啊？可别骗我们。把山上救人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也说了见到野猪的事儿。小四，以后可别去山上了，那野猪可厉害了，别被它伤到。怕啥？野猪来了，咱们正好抓了吃肉。野猪可是很凶的，要想吃它肉可没那么容易。咱们还可以抓了来卖，能卖很多钱。一只野猪可以卖4两银子。这么贵的吗？可是野猪很凶啊，就是再值钱咱们也抓不到啊。乔小四很赞同乔夏的话，要是楚伯康在，肯定有把握捉住一只。回过神来的乔小四有些好笑，他怎么就想到楚伯康了？晚上，乔小四他们收拾好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。谁在外面？是我。洋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黑灯瞎火的，怎么不拿个火把？小心摔着。怎么了？出啥事儿了？听到乔小四问，他哇的一下就哭了，这可把乔小四他们给吓坏了。哎，你别哭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快说呀！今天四叔回来了，又是回来拿银子的，还说镇上有一个卖豆腐的沙老板，想娶一个续弦，谁要是要嫁给他，给50两银子，如果生了儿子，他再给100两。这个沙老板我听说过，他都快50岁了，一共娶了3个老婆，都是被他打死的，而且他还有4个女儿，一个个的可凶可厉害了，要是嫁到他家，肯定没好日子过。你奶想让你们谁嫁过去？当然是三姐了。乔洋洋见乔小四没说话，扑通一下就跪在他面前。我知道你主意多，帮帮忙，想个办法吧。
我三姐不能嫁给那老头，说不定今年嫁过去，明年就会被打死。你这是干嘛？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唉，你奶那人留着你们就是为了卖银子，恐怕这一次躲过去了，下一次未必躲得过去啊。那要怎么办？我不想被卖。他知道凡是被卖了的就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，他大姐和二姐就是被卖了，这么几年了，一次都没有回来过，连他们的音信都没有。怎么不找你们爹？别提他，他不但不帮忙，还说什么这次一定要多要些银子，要不就不同意。二伯怎么这样？你们是他亲闺女啊，有他这么做爹的吗？他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爹，有他这样的爹，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不幸。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是你爹说的？还不是我看到小叔回来，便想知道他这一次又要拿走多少银子，偷偷的在墙根下听到的。你的意思是你们来这里，你爹并不知道，他们也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了？对，他们不知道，我和四姐是偷偷出来的，他们这会儿还在我奶的屋子里商量呢。你娘和三姐都知道吗？知道，娘也没办法，只知道抱着三姐哭。乔小四转了几圈，突然他眼前一亮。洋洋，如果让你们母女4人脱离老乔家，你娘跟你爹和离或者被休，你们愿意不？愿意。他可愿意了，那样的家那样的爹，不要也罢。这样对你们姐妹几人的名声可能有点不好。不好就不好，只要不被卖就行。那你们如果被赶出来了，你们姥姥家肯定回不去，你们要住哪里？有办法生存下去吗？住哪里都行，哪怕住山洞也好过被卖。至于生存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努力的跟着你挖草药卖银子，不说吃个饱饭吃个半饱不成问题，我还可以挖野菜，不会饿死的。你回去跟你娘和三姐商量商量，如果觉得可以，咱们就实施这个计划，如果不可以，恐怕就有点难办，毕竟你奶那人是个油盐不进的，再加上你爹又很愿意。那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。见乔小四点头，赶紧拉着乔洋洋离开了。星星还是太软弱了，要不我们去把二伯揍一顿吧？揍一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那就揍2顿。你不是说1顿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2顿嘛。二伯是做不了主的，做主的是乔老头和乔老太。那就去揍乔老头和乔老太。乔春秋还较上劲儿了，要揍应该揍乔振兴，他这人最坏了。对哦，是他把这消息带回来的，要是他不回来说，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。不是，他这人暗地里坏，家里的银子都被他拿光了，他要是不拿银子，你奶就不会卖孙女。都别说了，早点去睡吧，这事情还得二伯母他们自己拿主意，咱们在这里说再多也是枉然。真希望二伯母这一次争口气，像我们一样出来，虽然苦点累点，但到底自在很多。对呀，自从咱们出来后，我就没饿过肚子。乔洋洋姐妹俩回去后，见强老二还在上房没出来，便把乔小四说的给他娘和姐姐讲了一遍。要是真有办法脱离这个家，那自然是好的，怕就怕以后对你们的婚事有影响。不知道小四想的是什么办法呀？小四姐没说，只是让我们回来跟你商量商量。小四的意思是，你有可能被老乔家休掉。江氏一惊，休掉？我平白无故没做什么，他们也没理由休掉我呀。随后又看了姐妹3人几眼，咬了咬牙。要是我被休掉，能换来你们不被卖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娘，你不能被休掉，要是被休掉了，会被别人的口水淹死的。我也不赞成娘被休掉。要是不这样，我们就等着被卖吧。可娘被休掉了，名声也不好，咱们的名声也一样不好，那跟卖掉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觉得是被卖掉，被人搓磨死，或者是卖给那种阿扎的地方好，还是我们出去单过，自由自在的好？
虽然名声不好，到底咱们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手里啊。我感觉两个都不好。我不管，我就是想要娘被休掉，咱们出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哪怕苦点累点，也比现在这样担惊受怕，每日害怕被卖掉的好。你们看看小四姐他们，以前在老乔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现在分出去了，还断了亲，他们的日子可没有过不下去，而且过得还很好。夏夏姐现在的气色可比以前好多了，还有三婶，这些日子都没有犯过病了。要是以后我们嫁不出去怎么办？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呗，谁规定女人一定要嫁人才能活？那些守寡的寡妇，她们没有男人不一样活吗？怎么到了你们这里，没男人就活不了了？快别说了，小心一会儿被你爹他们听到。这件事情先到此为止，我再想想，明天再说吧。乔洋洋还想再劝说的，就听到上房的门吱呀一下被打开，吓得他立马住了嘴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都说了我没有去找小四姐，可三姐说是看到我了，我今天连门都没有出。乔星星也反应过来，有些脸红地说：对不起嘛，我看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。洋洋，你还小，千万别学小四他们那样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孝。得多听听你爷奶他们的话，他们不会害你们的。乔洋洋真想吐乔老二两泡口水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洋洋快来，跟娘一起睡，咱不理你三姐。黑夜里，僵尸厌恶地看了一眼出去的乔老二，他的心已经死了，以后只为几个女儿而活。碰到乔小春背着他弟弟在外面玩耍。小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乔小春小心地看了看四周，没看到他爹娘的影子，便问道：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前2天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娘说你没在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去山上挖草药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要是去的话，我带你一起。草药真的能卖银子吗？乔小四点头。能卖多少银子？是不是很值钱？那得看你挖的是什么，有的草药值钱，有的就不值钱。那你一般挖的是什么草药？值不值钱呢？乔小四心里有些不舒服。我挖的都是普通草药，值不了多少钱。这样啊，要不我回去问问我娘。那行吧，你要是要去，就来我家找我。这时乔小春背上的乔来宝开始闹腾了。小春，你弟弟已经3岁了，你不能老是背着他，得让他下来多走走，沾沾地气儿，才走得快。本来他就只是好心的提一句，没想到乔小春却不高兴了。小四，你这是啥意思？我们家就来宝一个男孩了，他也是我们家的命根子，怎能让他多走动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站不稳，走路老摔跟头，万一摔到哪里可怎么办呢？我就随便说说，你不愿意就算了。小四，我拿你当最好的朋友，你却想让我挨爹娘的打骂，我真的是错看你了。有一句骂娘的话，不知道该不该骂。最终他张了张嘴，啥也没说，转身离开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乔小春回去后被林氏打骂了一顿，让他以后不许再跟乔小四一起玩。可是乔来宝别看只有3岁，把今天的事情给林氏说了个大概。乔小春心里把乔小四埋怨了个遍，都怪他没事瞎说啥，害得自己又被打骂了。中午太阳正烈的时候，乔洋洋来了。小四姐，我娘说想见见你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我倒是很方便，就是不知道你娘方不方便。我爷奶他们都去镇上了，我爹在地里干活，中午不回家。那你大伯娘他们呢？也去镇上了？也去了，就是没看到大堂哥和大堂嫂，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。你先回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那你快点儿。说完看了看四周，快速的跑了。小四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进来。见要说正事，乔洋洋很警惕的守在门边。小四，你真的有办法帮我们离开老乔家？你们都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于是乔小四就把自己的主意说了一遍。万一他们不愿意呢？他们会愿意的。要是他们把我们卖了呢？
反正都是被卖，何不赌一把？要是赌赢了，以后就没人敢打你们的主意；要是赌输了，大不了又回到原点。对，小四说的对，大不了就是被卖，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？小四，你觉得我们的把握有多大？这得看你们闹出来的效果如何。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把村长爷爷和祖爷爷他们都惊动。闹得太大受不住咋办呢？哼，怎么可能受不住啊？又不是要你们去杀人放火，只是装病而已。三姐，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单过？要是不愿意，你就别掺和进来，就当不知道这件事，免得你跟着受连累。你怎么这么说我这不是担心吗？有啥担心的？刚才小四姐不是说了吗？大不了就是被卖，难道他们还会杀了我们不成？乔小四不想再待下去，害怕被人发现。他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竹筒，他们要是愿意就喝了，不愿意就倒掉。回去后，乔小四想带柳氏他们去河边摸螺丝，没想到孙大夫却来了。小四，听说你进山碰到野猪群了？是的，孙爷爷，一大群，有20来只，一个个都膘肥体壮的，可凶了。那你这段时日少上去，别再碰到他们，还是安全重要。没事儿的，孙爷爷，大不了我在另一边挖，躲着远点就是啦。孙大夫点点头，没再说啥。怎么可能？你这腿完全康复了呀！孙爷爷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二哥的腿全好了？小四，你是不是给你二哥用了什么其他的药？没有啊，我们每天都看着二哥，不让他乱动。对了，孙爷爷，我们隔2天就用这几种草药熬水给二哥敷伤处，应该是这个原因吧？快给我看看，都是哪几种药？乔小四拿了几种专治跌打损伤和活血化瘀的药草过来。就是这几种，孙爷爷，你帮忙看看。这几种药草对你二哥的伤很有效，可能也有自身的原因吧。春秋从小就特别抗打，有什么伤口一会儿就愈合了。对，春秋就是皮糙肉厚。你们分出来后，你娘好像比以前好多了。自从我们分出来后，我娘还从来没发过病呢。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啊。临走的时候，乔小四还塞了一只野鸡给他。孙大夫接下野鸡，心情很好的离开了。乔夏刚要关门，就听到院子外面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小四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来咱们家的。我怎么看着像是一条蛇呢？它还缠着什么东西啊？不可能是蛇，哪有这么大的蛇呢？听都没听说过。就在庞然大物出现在他们院子外时，他爆粗口了。我操！大蟒蛇，你他妈的想干嘛？柳氏他们已经被眼前的大蟒蛇吓得张大嘴巴不能动了，砰的一下就把卷着的野猪扔在了乔小四他们面前。小蛇，你这是吃了几头野猪啊？大蟒蛇吐着信子告诉小池自己吃了3只野猪，已经饱了。小池，那家伙在说啥？赶快给我翻译翻译，我瞧着他这样心里瘆得慌，让他赶紧变回去，这样子太吓人了。大蟒蛇听后赶紧将身子缩小了一圈。再小点儿。蟒蛇有些委屈，它肚子里的食物还没消化呢，不能变得太小了。但是主人都说了，它又使劲的憋了憋，又小了一圈。经过小池的翻译，乔小四终于知道蟒蛇是给他送猎物来了，不由得有些感动。主人，你想多了，他喝了你的灵泉水是不敢吃你的，要是他敢伤你，他自己就得先死。我听着怎么那么玄幻呢？难道我跟他契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咋不知道？主人，你想多了，这里没有契约一说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他咋又成了我的宠物了呢？就好比小狼崽，你不是收养了他吗？他就成了你的宠物。蟒蛇也是这样的呀，就好像你养了一只狗，狗是忠诚的，
它很护主，不会伤害自己主人的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乔小四经过小池的一番解说，感觉自己像在做梦。不过他是搞明白了，大蟒蛇现在就是他的宠物，他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那是不是代表可以帮他打猎？乔小四把小池和大蟒蛇都收进了空间里，转身对还在愣怔的母子三人喊道：娘，二哥，姐，咱们快回屋休息去吧，明天一早上山猎大野猪。小四，这只野猪要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现在正是盛夏季节，这野猪放在这里明天就会臭掉，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它收好，或者拿去镇上卖了。可这都晚上了，镇上也关门了，没人会收。停，这野猪我先收着，保证坏不了，到时候猎了其他野猪一起拿去卖。你放在哪里才不会坏呢？你们忘了我有神仙爷爷帮忙。对啊，我们都忘了，赶紧收拾收拾去睡觉，明天咱们早点上山。第二天等他们出门时，天都快亮了，直直的去了昨天的地方。主人，我知道大野猪在哪里，你们顺着我指引的地方就能找到它们了。抱着试试的心态，顺着小池的指引，到了一个光秃秃满是石头的地方。果不其然，不远处传来野猪的吭哧吭哧的叫声。尼玛，这哪是1-20头野猪，分明就是100-200头。这下乔小四有点麻爪了，要不把这些野猪都收进空间里？主人，这样不行的，不说空间会被这些野猪霍霍成啥样，就说你舍得不要这个空间。主人，你要么赶紧动手，要么赶紧撤退，万一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。你还说，你要是靠点谱会这样？这是把我们带到了野猪的老巢，想把我们都搅在这里的节奏啊！你不是想抓很多的野猪吗？这里的野猪可多了。多是多，你觉得我这小胳膊小腿能干掉这么多的大野猪？他们随便上来几只就能把我戳成筛子。那要怎么办？要不把大蟒蛇甩出去？你以为这只大蟒蛇能够打得过这100-200只的大野猪？要是再来10只大蟒蛇，也许有可能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要不赶紧撤退吧。撤退个毛啊！咱们的退路已经被堵死了，唯一一条路就是爬上周围这几棵大树。可是这些大树大虽大，也不是那么保险。这么多的野猪，一只拱一下，这大树也不经他们拱啊。小四，怎么办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想到办法后，为了不引起野猪的注意，他让柳氏他们都乖乖地待在树上，不要发出任何的声响。他找出最结实的网，利用空间悄悄地在四周布置了10几处网，每一处网都重叠了2张。就在他用渔网网住野猪洞的时候，被一只小野猪给发现了，发出尖锐的叫声，立马惊动了四周的野猪。发觉到后面有一只野猪的獠牙快到他屁股时，赶紧闪进空间里。感觉野猪的牙齿都挨到他屁股了，吓得乔小四出了一身冷汗，灌了几口灵泉水又出来了。出来就抡起棍子干翻了那头偷袭他的野猪。乔小四又甩出大蟒蛇，把眼前的野猪挡退。看到大蟒蛇那凶悍样，乔小四后悔没有早点把它甩出来。见乔春秋成功拿下一头野猪，柳氏和乔夏也来了精神，滋溜一下到了树下。母子3人开始背靠背对付野猪。再说大蟒蛇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一出来身子就猛长，紧跟着尾巴一扫，砰砰砰地干掉了5头大野猪，场面那叫一个混乱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大蟒蛇太过勇猛，剩下的野猪慢慢的就不敢围上来了。趁此机会，乔小四让大蟒蛇在前面挡着，他把地上的野猪一一收了，被渔网网住的连网一起收了。然后在大蟒蛇的掩护下，母子4人快速的往外跑，一口气跑到山边，乔小四他们才停下。乔小四母子4人毫无形象地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乔家村这会儿正热闹着，正在这时，乔小四他们回来了，一人拉着一头大野猪，十分的狼狈。乔小四，你们真是不要命了！
敢跑到山上去打大野猪，这幸好是没事儿，万一有什么事儿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一个人不安分，还带着你娘和哥哥姐姐，是想让他们跟着你遭殃。大祖爷爷，你放心，小四有分寸的。这些大野猪是我们在山上设下陷阱抓到的，没正面杠上。不管是挖陷阱还是怎么的，也不能去冒这个险。你瞧瞧这一头野猪，起码有700-800斤，哪是你们敢招惹的？是啊，这幸亏是没事儿，要是有事儿，你爹和大哥回来还不得……几位祖爷爷，你看咱们总共打了4头大野猪，我想拿1头出来，请祖爷爷们做主，分给那些帮助过我们家的人，以作感谢。其余的3头，我打算拿去镇上卖了，好把欠你们的钱给还了。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几位族老对乔小四的做法很赞同，纷纷点头，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。这时大柱赶着牛车过来了，大族老觉得不宜多耽搁时间，便选了1头卖相不好的野猪留下，其余的让几人帮忙抬上牛车，拿去镇上卖。到镇子上时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来的依旧是极品轩。掌柜李大福看见3头大野猪，眼睛都亮了，高兴得直搓手。不用乔小四他们多说，直接以6两银子1只的价格全买下了。李大福见乔小四他们的样子，便知道这是一下山就来他们这里了，便让他们等着，亲自去后厨把剩下的100来个馒头一股脑的全打包了，顺便还拿了2只烧鸡。乔小四看见这么多吃食，而且都是给自己的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丫头，我这里还有中午的剩菜，你要不要？要的话我给你装起来。要，就是这多不好意思啊。呵呵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你可是帮了很大的忙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以后你打的猎物都拿我这里来，我给你高价，也给你剩菜。李掌柜，您老就放心吧，以后我有猎物率先拿你这里来，你要是吃不下了，我才拿去别家。小四啊，你有没有办法弄到野鸡？明天我这里也需要。野鸡他有啊，空间里都存了70-80只啊。不知道李掌柜想要多少？明天有50来桌，你看可有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在山上设了很多陷阱，好几天都没去过了。要不明天我去看看，要是够你说的数，就给你拿来。小四，你怎么还要上山啊？就不怕再遇到野猪？不行，你不能再去了，多危险啊！哎，是啊，小四，我这里虽然需要，但还是安全重要，不能太过冒险。你们放心吧，我是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。我挖陷阱的地方不危险，那里也没有野猪。大柱和李大福只好好心劝阻一下，见他信誓旦旦的也就罢了。出了酒楼，乔小四让大柱赶着牛车往回走，他去买些粮食。四方镇最大的客栈福源客栈，突然一抹娇小干瘪的身影映入他眼帘。四方镇最大的客栈福源客栈，突然一抹娇小干瘪的身影映入他眼帘。这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赶紧回头让身后的小金牙下去找人。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人，失望的上楼汇报。要你们有什么用？楼下就那么几个人，居然也找不到，这是想让本公子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？找，继续给我找，找不到就等着挨板子吧。乔小四买了50斤大米，50斤玉米面，一手提一袋，脚步轻快地离开，看得后面的小二瞪大了眼睛。乔小四他们回村中赛场里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常。这是都卖了？都卖了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一个熟悉又尖锐的声音传来：小四啊，卖了多少银子？快给奶给你收着。乔奶奶，咱家已经断亲了，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的银子就不让你费心，我自己收着就成。啥叫断亲了？断亲了，你也是我们老乔家的人。
俗话说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你爹还是我亲儿子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，也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。那乔奶奶，你想干啥？啥乔奶奶？我是你亲奶，有你这么不孝顺的吗？把亲奶叫得这么生疏，还以为是外人呢。别给我提断亲那一套。你爹是我儿子，你们是我孙子孙女，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，哪怕是断了亲也改变不了。乔小四的嘴角抽了抽，这人还真是不要脸哈，什么事在他眼里都是狗屁。他今天也的确是累了，不想跟他扯皮，便想带着柳氏他们回家。乔老太他的眼睛就看到了牛车上的东西，伸出2只手就去抓，一只抓向袋子，里面分明装的是粮食。你干什么？小贱蹄子，居然敢对你奶动手！我看你3天不挨打，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了。奶？你是谁的奶啊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别在这里找存在感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你快睁开眼看看吧，天底下竟然有这么不敬长辈的，居然敢对我这个奶奶动手！快来道雷，把他劈死吧！老天爷要是长眼，要劈也是劈死你这个黑心肝的老钱婆！哎呦，你个傻子，怎么说话呢？她是你奶，你就是再不尊敬奶，也不能骂她老钱婆呀。哼，乔家大婶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你都说她是个傻子，傻子骂人还会挑好听的骂吗？是啊，这傻子知道啥话该说，啥话不该说。他要知道，他就不叫傻子了。可不是嘛，你一个正常人跑去跟人家傻子讲道理，看来你也精明不到哪里去。不会说话就别说，瞧你说的都是啥呀？回过头，没想到就对上了柳氏那双清澈又干净的眼睛。这柳氏怎么越来越漂亮了，勾得他老心肝扑通扑通直跳。再看，挖了你的狗眼珠子！三弟妹，你看孩子们不懂事，你也不知道管教管教，怎么能这样对咱娘说话呀？我呸！瞧你这人模狗样的东西，看着就让人恶心。那是你娘，关我啥事儿？还有，谁是你三弟妹？别乱认亲戚。反正我家的东西就是不给你们。这话又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买了的银子拿来！老太太，你是不是今儿个出门没吃药啊？我的银子凭什么给你？先不说我这银子要拿来还账，即便不还账，也轮不到你来保管。请你老人家还是认清自己的身份比较好，免得被别人笑话。乔大奎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还不如把你家这疯婆子带回去，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。真是丢人现眼，还不快跟我回去！四祖爷爷，这是我欠你的10两银子，现在就还你。乔老太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看着四祖老接过银子。乔小四又拎出一只烧鸡递过去，这是给的利息，您老别嫌弃。都是自家人，给什么利息呀？再说了，也没多长时间，不用不用。四祖爷爷别嫌弃哈，小四在这里谢谢你啦。乔小四又四处看了看，啊，村长爷爷呢？怎么没看到？是不是还没回来啊？我在这儿呢，你找我有啥事儿啊？村长爷爷，我可是当着众人的面把银子还给你了。还有，这是从极品轩拿回来的剩菜，希望你不要嫌弃哈。小四啊，你家里情况特殊，你先留着用吧，我不着急用。我还是先还了吧，别到明日银子就没有了，说不定还会被按个什么罪名呢。那我们就接下了，剩菜我们也不嫌弃，能吃到极品鲜的菜品，那是多大的荣耀啊，是吧？一会儿我把食盒洗干净了给你送来。好的，谢谢村长爷爷，谢谢刘奶奶。哦吼，今天卖野猪的银子没有啦。乔老太太，你就是想要我也拿不出来了。
唉，无债一身轻的感觉就是好。乔老太气得牙齿都快咬断了，他又把眼睛飘向其他的食盒和一个油纸包。乔奶奶，你这是想干嘛？我告诉你哦，那只烧鸡是大柱爷爷的，他今天帮忙跑了一趟，这是给他的跑路费。这些食盒也是给几位祖爷爷的，你都没有哦。你要是敢抢，那就是不孝。伸手想要抓那一袋粮食，那我要这个总行了吧？不行哦，这一袋子玉米面是我们一家子的口粮，不能给你哦。乔老太眼睛又飘向另一个布袋子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，你别想拿。行，我啥也不要，一会儿的野猪肉总要分一点给我吧。不行哦，老太太，这头野猪是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家的人，你可没有帮助过我们，所以没你的份。好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死蹄子，我是你奶奶，即便断了亲，那也是你奶奶。你的骨子里流的是我的血，敢不孝顺我，我就去县太爷那里告你。老太太，我告诉你哦，第一，骨子里流着你血的不是我，是我爹。想要孝敬，找他去吧。俗话说，竹子都靠不到，还靠笋子。你有那么多的好竹子，干嘛要靠我这个歪瓜裂枣，被踢出竹林的歹笋？第二，虽然你儿子骨子里有你的血，多少有掺和到我的骨子里，但是那些血我不稀罕，都踢出去，早还给你们了。现在你瞧瞧我这一生的力气，继承的全是我娘的优良血统，跟你儿子没关系。第三，你就是去县太爷那里告我，也告不到哦。不说我们已经断了亲了，就说你们那样虐待我们一家子，那是要坐牢的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们今天卖的3头野猪，明面上是卖给极品轩的，实际上明天是县太爷老娘70大寿，那是要给他们做成菜品长脸的。你如果觉得自己脸大，可以去试试，看能不能告到我。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大柱爷爷，我可没有说假话哦。明天是县太爷老娘70大寿，摆了50桌，在极品轩请客。乔老太就是个窝里横，听到这话也傻眼了，还不待他有啥动作，就被黑脸的乔老头给拉了回去，一路走还一路骂，骂得可难听了。楚伯康很久都没有进过空间，这天有空便想着进来看看。还别说，他蛮喜欢跟乔小四相处的，要是再大些，说不定他会喜欢上他，然后娶回去做娘子。可是太小了，只有8岁，他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，没有恋童癖。要是乔小四知道他这个想法，肯定会吐他2泡口水。人家明明12岁了，他哪只眼睛看出来他才8岁？这不是睁眼瞎是什么啊？小池，你家主人怎么没进来啊？是不是最近太忙了，或者有什么事情啊？小池，你家主人怎么没进来啊？是不是最近太忙了，或者有什么事情啊？小池根本就听不懂楚伯康在说啥，他俩又没有绑定，更没有心灵相通。你在说啥呀？我一句也听不懂。你是不是想要灵泉水？想要你就去取呗，反正主人都说了，你可以随便取，但是每天是限了量的，你可别多取啊。楚伯康听到他吭哧吭哧的，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，两人就这般鸡同鸭讲了一阵，没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反而被一股血腥味吸引了过去。这里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10头大野猪。你干嘛？这是主人的，别动它们。这让他有点吃惊，小四一个小女孩哪里弄来这么多野猪？想到他那些士兵，如果把这些野猪肉给他们加餐，肯定会很高兴吧。不过他这一次是吸取了上次的经验，没有私自拿走，还是先出去，一会儿再进来看看。乔小四可不知道有人在打他空间里野猪的主意。哎呀，给我肉干嘛呀？你们拿回去吃吧，放着明天也坏了。小四，这是当初你立下的欠条，既然已经还了银子，这个你也该收回去了。这是我们家的。乔小四接过来笑道，
你们快回去吧，这黑灯瞎火的又不熟，别摔着了。几个男子说说笑笑的离开了。他们这边一夜倒是睡得安稳，老乔家可就没这么安静了。回去后，乔老太就开始发飙，一会儿骂这个，一会儿骂那个。你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整天在屋里抱窝呀！看你能不能抱出一个带把的来！整天地不下，活儿不干，就知道吃闲饭，养你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死了好腾位子。你们一个个的赔钱货，都不是好东西，天天躲在家里不干活，我缺你们吃少你们穿了，每天摆着一副臭脸色，给谁看呢？活该我欠你们的！从明天开始，该下地的给我下地，该打猪草的给我打猪草，别没事就在家里待着，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命，也配我好吃好喝的供着？还有老二你，作为一个一家之主，也要有点担当，婆娘孩子不听话就给我揍，往死里揍，揍到他听话为止。瞧你这一家之主当的，真够窝囊的。说完便出去了。出去又碰到探头探脑出来看热闹的乔夏雨。还有你这个小骚蹄子，整天活不干，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这是想搞哪样？小年纪不学好，净整那些入不得台面的，你娘就这样教你的？骂完后踮着小脚进屋了。乔小四那个小畜生，等着瞧吧，总有一天栽到他手里。美美的休息了一夜，乔小四又生龙活虎。姐，你们就在家里，我去陷阱里看看有没有野鸡，一会儿咱们一起给李掌柜送去。乔小四上了山，一溜的陷阱收过去，总共收获了26只野鸡、19只野兔，还有1只傻狍子。恢复好陷阱后，赶紧往家赶。几人脚步轻快，说说笑笑的到了镇子上。哎呦，小四啊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哎呀呀，快进来！我就说这事儿肯定成。还没吃饭吧？先放下。小五啊，快去给小四他们拿些吃的出来。李掌柜，不用了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吃过了呀？那行吧，咱们先把账结了。乔小四点头，表示没问题。李掌柜，你这些野物都是要处理的吗？如果忙不过来，我们可以帮忙给处理啦。行，那就麻烦小四你们母子几个人了，一会儿就在这里吃了午饭再回去。乔小四摇摇头，由小五带着去后院帮忙处理野鸡野兔去了。乔小四他们的手脚很快，没多久就把要处理的野鸡野兔都处理得干干净净。县太爷是这一方的父母官，今天是他老娘的70大寿，他作为唯一的儿子，说什么也得大办。县太爷亲自坐镇接待客人，见到于子涛连忙迎了上去。小公子能来，真是赵某的荣幸，快里面请。于子涛今天带了4个小厮，小六和小金牙肯定是要跟在身边的，还有2个小厮，一个叫于一的有些内急，便想找地方方便，就去了后院，解决出来，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忙碌着。嘿，姑娘，你还认得我不？哪来的野小子，想挨揍是不是？哎，姑娘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六子呀。呸，哪里来的浪荡子，这里也是你该来的，还认识你不？认识你是谁啊？哎，那个姑娘，我没有坏心的，就是你还记得我家公子不？再不走我揍你。六子怕闹出误会，只得先回去找他家公子。乔小四他们在酒楼里面直接忙到客人吃完饭才离开。离开的时候，大厨把他们的背篓拿进去，装了满满的1背篓，还有几个食盒，但是没有留他们吃午饭。于子涛吃完饭出来，六子终于逮到机会上前喊道：公子，小恩人也在这里。在哪里？快带我去找他。六子连忙带着于子涛往后院里钻。不是去见恩人吗？干嘛带我来后院啊？恩人就在后院里帮忙啊。等他们到了地方，却不见乔小四他们的身影。你这猪脑子，干啥用的？就不知道早点来找我？瞧瞧，又跟恩人错过，看来我真的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了。师傅，你可知道那个卖野味的姑娘家住哪儿啊？你是说乔小四吧？
他们家住哪里来着？好像是什么村儿？乔家村呐。他们家住在乔家村，离这里也不是很远，大概是6、7里路的样子吧。打听到了乔小四他们的住处，于子涛便回客栈了。他决定明天就去乔家村找乔小四，一定得好好谢谢他。乔小四他们回到家里，这会儿坐在一起说话。哎呀，还说这酒楼的活计轻松，我看根本就不轻松。瞧我这腿，就跟灌了铅似的，拖都拖不动了。是啊，还不如咱们上山打猎来的轻松。我这会儿不仅腿痛，连腰也酸。乔春秋没有搭话，跑去揭开食盒。呀，这些东西都没人动过，看起来不像是剩菜。大妹，你赶快拿去热热，咱们吃吧。二哥肚子都饿扁了。乔夏点头，起身提着食盒去了厨房。这会儿的乔小四早就已经把自己空间里面的野猪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一家人美美的吃了一顿午饭，都各自去休息了。空间里的楚伯康来来回回已经跑了3趟，依旧没有看到乔小四。还有小池和大蟒蛇他们一直守在这里，防他防得特别紧，就好像他是一个专门偷东西的惯犯，弄得他是哭笑不得。今天乔小四他们没有上山，一会儿他要给好朋友乔小春送去一块野猪肉，还有去看看乔洋洋他们的情况如何。到了乔小春家外面，就听见林氏骂骂咧咧的声音，好像还是针对他的。小春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有东西给你。乔小春慢腾腾地走到乔小四跟前。你找我有啥事儿？你篮子里面装的是啥？干嘛还盖着布，神神秘秘的？昨天家里有事情，没在家，给你们留了一块野猪肉，放在井里晾着，也没坏。今天没事儿，就给你拿来了。林氏就像一阵风一样的跑来，一把夺过乔小四手里的篮子，转身回屋，把野猪肉放好出来，一把将篮子扔到乔小四脚边，又哼了一声进屋了，连个谢也没有说一声，好脸也没给一个。乔小四忍不住皱了皱眉。你说你们昨天有事，有什么事儿？一整天都没在家，我都上门找过你好几次了。你来找过我？找我有事儿吗？也没啥事儿，就是想到你们上山碰到野猪，想来问问你们有没有受伤。对了，你们昨天有啥事儿了？哦，昨天我们去镇上了，镇上酒楼的老板让我们帮忙干了一天的活儿，所以便回来晚了。你们去酒楼干活了？哪家酒楼？他们还请不请人？就是说我们野味的极品轩，昨天县太爷母亲过70大寿，在他们酒楼里设宴请客，忙不过来，我们便去那里帮了一天的忙回来。那他给了你们多少工钱？给啥工钱呀？我们只是帮帮忙，又没做啥。再说李掌柜人很好，对我们也很照顾，也不好意思问人家要工钱呀。那他啥也没给你们，就白帮忙了？哪能啊，他们给了一些吃食啊。都是些吃食？给了一些馒头、包子和一只烧鸡。昨夜我们回来太迟，也太累，便当晚饭吃了。乔小春一听都吃了，忍不住有些失落。对了，还没谢谢你给的野猪肉，我还有事儿，你没事儿就回去吧。乔小四看着乔小春进屋的背影，真想给自己一巴掌。哎，以后还是尽少来往吧，以免影响心情，说不定还会带来很多麻烦。村口驶来一辆华丽的马车，而且马车的主人正是丞相家的小公子于子涛。老太太，你可知道乔小四家怎么走啊？啊，你们是找乔小四的呀？找他有啥事儿啊？老太太，能不能帮忙指一下他们家住的地方？你们是他家啥亲戚？那前面那人正是乔小四，要不要我帮你喊喊他？不用不用，我们自己叫就好了。公子，小恩人就在前面，我去叫他。快去快去！乔小四听到有人在喊小恩人，小恩人。小金牙见乔小四回头，赶紧跑到他跟前。小恩人，你还记得我不？是你们啊，你们来这里有啥事儿啊？不会是专门来找我的吧？那天多谢姑娘相救，本公子特意来感谢的。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小恩人，咱们可否去你家说？那走吧。说着就在前面带路。公子，可要上马车？别动手动脚的，大白天的被人看到，还以为本公子腿脚不便呢。小四，这是你家亲戚啊。乔小四只是笑笑，并没说啥。
林氏戳了戳乔小春：“小春，你快去问问，这公子跟乔小四啥关系？瞧着很有钱的样子。你要是能嫁给这个公子，以后就不用愁吃愁穿，更不用缺银子花了。”架不住林氏一再催促，只得向乔小四走去。结果乔小四直接一拐弯就往山脚下走去了，气得他直咬牙。乔小四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无视他的，还好朋友，这样的好朋友不要也罢。小狼崽看到自家主人回来了，连忙学着小狗一样甩着尾巴上前呜呜叫着：“这是狼崽子，不是小狗。”他的确是一只狼崽子。小恩人，你是怎么抓回来的？听说谁要是抱走了狼的崽子，那狼会追你到天涯海角。是有这个说法，不过这只狼崽子他娘已经死了，只剩下他一个，他也是自愿跟着我回来的，目前没有发现其他狼的踪影。你这人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？是来干嘛的？嗨，你妹妹救了我们家公子的命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我们特意上门来感谢她的。看向乔小四，见他点头，立马露出一口大白牙。真的，小四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，他怎么救的你们呀？我们家公子在山上被蛇咬了，是小恩人帮我们家公子解的毒，我们家公子这会儿好了，特意上门来感谢小恩人的救命之恩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们家公子姓于，名子涛。要你多嘴，我自己不知道说。哎，是，公子，你说。乔小四跟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家人，又把他们请进了屋。这是什么茶？还蛮好喝的。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你要是喜欢，回去的时候带些回去，或者我把方子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回去做也行。于子涛点点头，看向小六。小六赶忙跑在外面，跟马夫一起往屋里搬东西，来来回回的跑了很多趟，2张桌子都摆不下了，还有些放在地上。你这金元宝真好看，不过你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些都是给你的，虽然作为救命之恩有些少，不过本公子这一次出门也没有带很多银子出来，只能先将就着，改日我再送更多的来。瞧这败家玩意儿，谁家的这么多还嫌少？是不是要把家里都搬空了才算满意？这些就不用了，你拿回去吧。你是不是嫌这些少了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这次出门没带多少银子，等回去后再派人给你送来，你就在……不是，你想多了，这已经很多了。不，这是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啥意思？你这是看不起我？我告诉你，本公子的命可是很值钱的，这区1000两银子怎么能跟本公子的命相比？少说也得1万两，不，几万两。说吧，你要多少？10万8万的不在话下。于公子，你这样会被你爹娘打死的。你这是啥话？我爹娘宠我还来不及，做什么要打死我？对，小恩人你误会了，我们家老爷夫人还有几位公子小姐可喜欢我们家小公子了，把他宠得比掌上明珠还要宝贝，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他们也会帮忙去摘下来的。乔小四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不知道他们3房的人命在别人眼里比草都不如吗？还在他这里炫耀，是想让他嫉妒呢，还是嫉妒啊？听到了吧，我就是我们家的霸王，什么事情我说了算。这区1000两银子你就放心收下吧，改日我回去后一定告诉我爹娘，他们会派人来重新感谢你的。别，他可不希望又来什么大人物，一看这于公子的样子，家里肯定住在京城，说不定他爹还是什么京城的大官。这样吧，于公子，你的谢礼我已经收到了，这个就作为谢礼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你这是看不起谁啊？我是真心实意来道谢的，怎么可能给那么一丁点儿？小恩人你就全收下吧，你那么一点儿，咱们家公子随手赏一个下人，有时候也比这多。你说什么屁话呢？这是我的恩人，什么叫做我赏下人？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。哎，是，小恩人千万别跟我计较，我就是嘴太笨，不会说话。于公子，这些银子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可对于我们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说不好以后还会引来麻烦。我留下这一定就够了，其余的你还是收回去吧。拿出来的东西，本公子哪有收回去的道理？你好好收着，谁要是敢来找事情，你就给我打回去。即便打死了人，也不用害怕，
有本公子给你撑着。看这会儿天色也不早了，便想把话题扯开。于公子，这天也不早了，要不今天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吧，都是些粗茶淡饭，也请你们不要介意。好，那就麻烦小恩人了。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放一旁吧，有啥事儿吃完饭再说。可不可以把他留在这里陪我们玩？小辉，你就在这里帮我陪客人玩耍，我去做饭。子韬虽然已经12岁了，但毕竟是小孩心性，跟小狼崽玩得不亦乐乎。乔春秋看着好玩，也加入进来，两个人很快就玩到一块儿，成了无话不谈的那种。很快，乔小四他们的午饭就做好了，吃2口糖醋鱼就不会感到那么辣了。这是啥东西啊？怎么这么辣？这是麻辣兔丁，很香，很下饭的。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番椒？确实够辣。我不知道你吃不了辣椒，早知道就不放这么多了。你怎么管这番椒叫辣椒？你不觉得它们很辣吗？我觉得叫辣椒比较贴切。公子，你要是不能吃这辣的，就吃糖醋鱼吧。你不是喜欢吃鱼吗？吃小鸡炖蘑菇，这个好吃。吃这个吧，这个不是很辣。他看出来了，于子韬想吃辣的，又吃不了太辣的。吃这个，这个是大鹅炖粉条，这个好吃。吃完饭，乔夏又给他们泡了茶过来，让他们消消食。诶，这茶跟先前的不一样，这又是什么茶？这是山楂和大麦，消食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于子韬他们说说笑笑，逗弄小狼崽。太阳都快西斜了，只得告辞回镇上。金子我就收下了，这是我送的回礼。于子韬有些好奇，打开一看是灵芝，而且还是紫灵芝。怎么，你是不是看不上啊？这个我就收下了，改日我再送厚礼来感谢。于子韬心满意足地走了。村里人看到于子韬那豪华的马车离开村子，纷纷跑来山脚下，想问问乔小四，这公子是来干啥的？哎，乔小四，这个贵公子跟你家是什么关系呀？他来找你干啥的？居然还在你家里吃了午饭，现在才走。你们关系是不是很好啊？我说刘奶奶，这好像与你无关吧？我这不好奇问问嘛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，好奇心害死猫吗？猫死不死的关我啥事儿啊？我上山挖草药，碰到这位公子被蛇咬了，便帮忙解了毒。他这是特意来感谢我的。那他是不是给你带了很多东西啊？让我们看看都有些啥好东西啊？刘奶奶，你咋没说把你家的好东西拿出来让我们看看，都有些啥？问你他都拿了些啥？你干嘛要看我们家的东西？谁家的东西能够随便让人看呀？你都知道这个理，难道我还不知道？还是说我是傻子？你们想看我就得拿出来。呸，有啥了不起的？不看就不看呗，看一下又少不了一块肉，护得这么紧，像谁没见过好东西一样。哼！说完气哼哼地走了。他要去找乔老太，告诉他乔小四家里有很多好东西，让他上门来拿。小四，别理他们，一个个吃饱了没事做，管人家有啥东西，真是啥也想知道，这么好奇干嘛？乔小四只是笑笑，并没说啥。瞧这副嘴脸，明明是想来沾好处，却还说得像个好人似的。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我都还没有看过你家屋子呢。进来吧。乔小春跟着进了屋，见桌子上摆着2盒点心，有一盒已经打开，里面啥也没有，是空的。这是于公子给的点心，我们刚才已经尝过了，很好吃，你也尝尝吧。说着打开那盒没开过的。乔小春见他把那一盒也打开了，心里边不高兴了，他还想着一会儿走的时候把这盒糕点带回去呢，这会儿打开了，他还怎么带？尝尝，这个绿豆糕可好吃了。说着也塞了一块在乔夏嘴里。见他伸手还要拿，乔小春有些急了，立马把盒子盖上。这点心真的很好吃，我带回去给我家来宝吃，他一定很喜欢。小四，你不会不愿意吧？好吧，那你带回去吧。那我就不打搅你们，先回去了。说着小跑离开了。乔夏看着他的背影，撇撇嘴。
小四，以后别跟这种人来往，太恶心人了。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行了，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以后咱们就少跟他来往，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？不用你说，我也不想再跟他来往了。回到家，林氏早就在门边望了好几回了。怎么样？可是得到啥好东西？乔小春满脸笑意地拿出糕点，还没说话就被林氏一把抢过去。怎么就只有一盒糕点？还是吃剩下的？娘，你别吃了，这是特意带回来给来宝的。你吃了来宝就没有了。怎么，你眼里只有来宝，就没有我这个娘？我不就吃了2块糕点，就这么不情愿，还想着等以后给你找个好人家？看样子就是嫁到好人家也不会给我什么好处，我还费什么劲儿啊？娘，你别说了，我才12岁，哪有12岁就说这个的，羞死人了。有啥好羞的？那不是迟早的事儿。赶明儿我让人给你琢磨琢磨，哪家小子比较合适。晚上，乔小四终于想起空间里的大野猪，一进去就对上楚伯康那双哀怨又憔悴的眼睛，把他给吓了一跳。楚康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得红眼病了吗？小孩子家家的，应该叫楚大哥，不能一口一个楚伯康的叫，这样很不礼貌。为什么要叫你大哥？你今年几岁了？我还想让你叫我大姐呢。不对，应该叫小四姐。啥几岁了，还叫你小四姐？你就这么想当姐啊？告诉你啊，我今年20了，我好像跟你说过吧？妈呀，不记得了，大概是忘了吧。你都8岁了，难道你家里人没有教过你，出门的时候嘴巴甜一点，会很多人喜欢呢？这要不然，这张小嘴会引来祸端。谁跟你说我8岁？你不是8岁，难道你才6岁？你也太小了吧？谁才6岁？我已经12岁了，12岁了，我都是大人了，请不要用这种看小孩子的目光来看我，你这样是不对的，很不尊敬人，知道不？原来你已经12岁了，我还一直以为你8岁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收回去，给我收回去！小四妹妹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些野猪都卖给我？啥？卖给你？我不愿意。我给你买，不白要，还不成吗？不成不成，你跟我买也不成。给银子这点我相信，但又是一张空头支票，能不能拿到，多久拿到，都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我现在很需要银子，不能冒这个险。不是，我给你现银，现银还不成吗？你有现银？那为什么还给我写欠条？你不知道我现在很缺银子吗？不是的，小四，10万两我的确没有，不过你这野猪最多就是200-300两的事，这个我还是有的。楚伯康见他还是不愿意，便开始诉苦。你知道咱们守边关的随时都有打仗的可能，这些天倒还比较平静，将士们也很辛苦，这我便想着呢，你这里有这么多野猪，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。楚大哥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保证让你有野猪肉吃。说是什么办法？就是我们这边山上有一个野猪窝，里面有100-200头，我们费了老鼻子劲才打到这几10头，剩下的起码还有100多头。你看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咱们再去大杀一波，到时候咱们平分怎么样？小四，野猪是很凶残的动物，100-200头，你们居然也敢去打老窝，胆子实在太大了。楚大哥，去不去？给句话。楚伯康有些犹豫，他很想去冒这个险，但想到野猪的凶残，又有些退缩。楚大哥，你一个堂堂男子汉，武功还这么高强，不可能连我娘他们都不如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跟你一起猎杀野猪的是你娘他们？对呀，就我娘、我二哥还有我姐，咱们4母子一起去的。你娘他们武功很高？他们只是力气大点儿，并不懂武功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你娘他们不懂武功，你干嘛还带着他们去野猪老巢啊？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可怎生得了啊？你们这胆子实在太大了。能有什么闪失？我都让他们爬到树上去躲着，我单挑很多头野猪的。你一个人单挑100-200头野猪，你确定你没说大话？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帮手。谁？
有多强大？就是它了。你是说它出去会变大？对啊，它出去就能变大，而且还比之前大1倍不止，可凶猛了。你不知道，它吃野猪的时候，一张嘴，一整头野猪都被它整个吞入腹中，那场面就跟吞果冻似的。啥是果冻？这个是重点吗？这个的确不是重点。你确认大蟒蛇不会伤害你？不会，它现在是我的宠物，得听我的。楚伯康还是有些担忧。放心吧，它喝了我的灵泉水，以后都必须得听我的。要是敢背叛伤害我，它会被反噬。这是小池告诉我的。要是有大蟒蛇帮忙，倒还可以一试。咱们什么时候去？这么说你同意了？我的确很心动。什么时候去？要准备什么？放心，这个我在行。首先，咱们要准备很多的渔网。上次我就是用的渔网，还蛮好用的。女孩子家的，以后不许这样拍胸脯。为啥呀？因为你是女孩子，女孩子不能随便拍胸脯。楚大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想要轻易的打死野猪，普通的武器不行。这个我可是深有体会。当时我就是用的砍刀，一刀砍下去，砍刀都缺了一个大口，差点断了。后来我换成了铁棍，这才好了很多的。野猪的皮很厚，的确是要费些力气。我是说，你的武器要不要换一把？你放心，我这把宝剑是玄铁所造，削铁如泥，轻轻松松，一剑就能削掉这头野猪的头。真的？给我看看可以吗？楚伯康抽出宝剑递给他，嘱咐道：小心点，这剑很锋利，别伤着自己了。想想自己有这么一把拉风的武器，多牛逼呀！是不是很想要？想要，很想要。我有一把弯刀，也是寒铁所造，同样的削铁如泥，要不我送给你？真的？你没逗我开心？那快给我吧。瞧你心机的，我没有带在身上。你真不是骗我的，我还想杀野猪的时候威风一把呢。放心吧，杀野猪的时候一定让你用上。那感情好。你还有没有多余的？有的话再给几把呗，我想给我娘他们一人一把防身用。小东西啊，还真不客气啊！以为这寒铁打造兵器那么好找啊？要是真的很好找，就不会这么稀罕了。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你不要当真，就当我小孩子家的不懂事，乱说的。这会儿小孩子了，不说自己是大人，让我叫你小四姐？见乔小四要炸毛，连忙说：我会留意的，咱们还是先准备要用的东西吧。两人在空间里一阵忙活，找了很多用得到的东西，又确定好时间，这才各自离开。乔小四出了空间，一睁眼就对上乔夏那双担忧的眼神。姐，你干嘛这样盯着我？很吓人的。小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刚才叫你都没回应，可吓死我了。我刚才跟神仙爷爷去学武功啊，不知道你在叫我。你叫我干啥？神仙爷爷叫你去学武功，为啥你人还在这里啊？我人在这里，但是我的灵魂跟着去了呀。哎呀，姐，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而且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对了，这件事情你不要跟别人说，免得惹来麻烦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这还要你提醒啊？行，我知道我姐最聪明，赶紧睡吧，明天我还得去看看洋洋他们那边怎么样了。唉，不知道二伯母他们好不好，要是能像我们这样分出来就好了。姐妹俩说着话，没一会儿就沉沉的睡去。清晨，乔夏进来喊还在睡觉的乔小四：小四，快起来，昨夜下了雨，山上肯定有蘑菇，咱们一会儿去采蘑菇吧。乔小四看了看外面，地面果然是湿的。一家人刚吃过饭，还没出门，就传来一阵熟悉又令人讨厌的声音。这死老太婆，来我们家干什么？咱可不欠她啥。哪里来的小畜生？信不信我把你的皮剥了炖着吃？老太太，这么小一只小崽子，也入得了你的眼？恐怕还不够塞牙缝的吧？意思就是
你这老太婆不但胃口大，牙缝也大，是个喂不饱的。你个不孝顺的东西，见我来了也不知道来搀扶一下，还在那儿说风凉话。你娘呢？叫她出来见我。哟，这口气可真够大的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啥让我娘来见你？哼，凭我是她婆婆。老太太，你是不是忘性太大了？咱们两家可没有任何关系。啥婆婆？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？分家了又怎么样？断亲了又怎么样？她是我儿媳妇儿，就得听我的。我是她婆婆，叫她干啥她就得干啥。要是敢忤逆我，信不信我去县衙告她个不孝之罪？老人家，别在这里说大话，小心风把舌头给闪了。有啥事儿就直说吧。听说昨天你们家来了一个贵公子，带来了很多东西。东西呢，怎么不拿来孝敬我？我说老太太，你是不是做梦还没醒呢？想啥没事儿呢？咱们家的东西凭啥给你？别说没有，就是有也没你的份儿。你哪里来的还是哪儿凉快去吧，别逼我动手。一听要动手，乔老太还真有点害怕。我不跟你说，让你娘出来。乔家婶子，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？这大山脚下的，不怕野兽来把你给叼走了？柳氏这贱蹄子，什么时候长得这么好看了？柳氏，你这个不孝的，有好东西也不孝敬我，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？老太太，我们不是已经分家了？不对，是断亲了，咱们两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其实他们家的粮食都被放到空间里了，谁也找不到，更想不到。柳氏，你今天拿也得拿，不拿也得拿，否则别怪我这个做婆婆的不给你留情面。我要是不拿，你又拿我怎么样？要打我吗？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了。我家小四可厉害了，肯定打得你爹妈都不认识。柳氏，你要是敢不给，我就去县衙告你不孝。要知道，一旦被冠上了不孝的名声，不但要挨板子，也会坏了名声。哼，到时候你的几个孩子说亲都困难。可我们已经断亲了呀，没有任何关系，也要挨板子了吗？再说，我家里也没有好东西给你呀。你少在这里诓骗我，那么多的东西都去哪儿了？柳氏，你啥时候也学会满口谎言了？是了呀，昨天于公子他们来了那么多人，咱家又没有好东西招待，将就他们的拿来的东西招待他们，有什么不妥吗？你们都拿来招待他们了，就没有留点儿？没有啊，咱们家啥东西也没有了，总不能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吃野菜吧？傻小子，你娘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她不会都是骗我的吧？我告诉你，骗人是不对的，以后死了要被拔舌头。人家是说人是非才会被拔舌头，不过我娘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你。你不知道，于公子可能吃了，吃的比我还多。他昨天吃了3大碗饭，还吃了很多很多的菜，搞得我都没有吃饱。他还想在我家吃晚饭来着，后来见实在是没啥吃的，这才离开的。乔老太心不甘情不愿地空手而归。乔小四他们以为就这样过去了，便关上门，背着背篓上山采蘑菇去了。乔老太回去后，吕氏见他空手而归，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娘，你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？3弟妹都没给你啥东西，这也太不懂事了吧！再怎么说你也是她婆婆，这要告到县太爷那里，可是要挨板子的。嗨，她咋这么糊涂？哪还有啥好东西，都拿来招待客人了。娘，乔小四那么精明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就是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招待客人吧？就算他们拿来招待了，那也只是能吃的，那些不能吃的呢？不可能又让人家带走了吧？奶，你被他们骗了，
说不定他们这会儿还在嘲笑你，说你傻呢。要你说，这一点我还想不到。你还不去割猪草啊？没听见猪叫的那么厉害，整天不知道你在干啥。每次割的猪草都不够猪吃，真是白养你那么大，做啥啥不行，吃啥第一名。乔夏雨害怕挨揍，背起背篓飞快地出了门。出去没多久，他又跑回来了，正好遇到乔老太出来上茅房。好你个贱蹄子，不是让你去割猪草吗？又回来干啥？难道又是回家上茅厕的？真是懒牛懒马，屎尿多。奶，我刚才看到乔小四他们一家背着背篓上山去了，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去挖野菜或者采蘑菇了。昨夜下了雨，山上的蘑菇肯定很多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也想上山采蘑菇，就不怕给狼叼走了？个死老太婆，嘴巴太毒了，居然敢诅咒她被狼叼走。奶，趁他们不在，你可以去他们家找东西呀。他们住的那么偏，也没人会看得到。乔老太眼睛一亮，快叫你娘跟我一起去。娘，我还是不去了。啥意思啊？你不去是想让我老太婆一个人去吗？我一个人拿得了那么多东西？听这话，吕氏笑了，对着乔夏雨使了个眼色，跟在乔老太后面往山脚走去。乔老太他们离开后，一旁的墙角处露出两个小脑袋，二人可是把刚才的事情听得一清二楚。这一家子真不是好东西，都分家出去当过了，而且还断了亲，居然还惦记着别人的东西，真是丢尽了老乔家人的脸。还有你们大伯母和乔夏雨，以后都离他们远点，免得被卖了还帮他们数钱呢。娘，快想个办法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了。要不我们去找爷爷，让他去阻拦奶他们。哎，别去，你难道没看出来？你爷才是那个最难缠的，要不是他在后面撑腰，你哪有那么大胆？这还不是他默许的呀。娘，你说的很对，咱家最坏的就是爷了，这家里不会有人去阻止他们的。我这就去叫小四姐他们赶快回来，抓他们一个现行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娘，你难道不想帮小四姐他们？他们家好不容易有点东西，别被奶他们都搜刮光了。小四姐他们可是帮了咱们很多，我们不能看着不管，这样和忘恩负义的小人有啥区别？是呀，娘，他们的心可狠了，恐怕一点都不会给小四留下。不是的，我不是不管，你们现在这副模样出去会吓到人的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情咱们不宜露面，得想个其他办法，把我们摘出来。我们现在可是在要紧的关口上，不能出差错，要不然不止我们，也会连累到小四他们。你放心，我到外面找别人去。说着一溜烟的跑了。跑出去没多远，就看到村里的小桃，见到乔洋洋喊他，走过去问道：洋洋，你叫我啥事儿？小桃姐，你能去帮我找找我小四姐吗？我娘病得厉害，家里又不给请大夫，我想请她来帮我娘看看。行，我这就去帮你喊。乔洋洋见小桃去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宋大哥，你回来啦！你弟弟妹妹的伤如何？可治好啦？宋离眼圈有些红，摇摇头没说话。他是满肚子的苦水，不知道要怎么说。是不是没治好？要不你去找找小四姐吧，她家里有很多的草药，而且还会医术，说不定她有办法。谢谢你提醒，我这就去找她。看着宋离离开的身影，赶紧回去跟江氏他们说情况，免得他们担心。乔老太跟吕氏他们说的话也被隔壁的乔青林他们兄妹听到了。四哥，这乔老婆子和吕氏真坏，又开始打乔小四他们的主意了。还有那个乔夏雨也不是个好东西，谁家要是遇到他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大霉。不行，我得告诉哥哥们，让他们离乔夏雨远些，别被他给缠上了。我可不要这样的嫂子。妹妹，你先回去找奶奶，我去告诉小四姐他们一声。
你刚才没听到他们说了吗？小四姐他们上山挖草、挖野菜、采蘑菇去了，你要去哪里找啊？如果他们是挖野菜、采蘑菇，那肯定没有去断魂山脉和断崖岭，就在一般山上。我们去那里找他们。说完便跑了。小桃还没到山脚下，就看到乔老太他们。想到这几个的为人，猜想肯定没啥好事儿，说不定又是来找乔小四他们麻烦的。没多久，发现过来的送礼，赶紧给他招了招手。小四他们家肯定没人，这些人一定是趁着他家没人，想来偷拿东西的。那怎么办？昨天小四他们家可是来了贵公子，肯定带了很多东西，万一被他们都拿走了，那小四他们要怎么办？正说着，乔老太和吕氏他们便出来了，骂骂咧咧的，脸色很不好。吕氏肩上还扛着一袋东西，一看就是粮食。乔小四他们这会儿都有些失落，本以为昨天下了雨，山上的蘑菇应该冒了头，没想到找了半天收获甚微。刚到山脚下，就碰到跑得满头大汗的乔青林。青林，你也上山来采蘑菇的吗？哎，别去了，山上根本就没有蘑菇，我们逛了这么久才捡了几朵，回去吧，别白忙活一趟了。你们赶快回去吧，乔老太婆跑到你们家拿东西去了，一起去的还有吕氏和乔夏雨呢。这会儿回去，说不定还能把他们堵在家门口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听谁说的？哎呀，还听谁说的？我扒着大家墙头亲耳听到的。我还以为他死心了，没想到还留着后手呢。姐妹俩虽然气愤，但并没有很着急。小四、夏夏，咱们快回去吧，你奶要是把我们家唯一的粮食拿走了，我们又要饿肚子了。青林，谢谢你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别管我，我歇会儿再走。乔小四他们紧赶慢赶，路上又碰到了过来找他们的送礼。小四，你们快回去吧，回去看看都少了些什么东西。你奶奶他们已经从你家回去了，我看他们手里都拿着袋子，怀里也鼓鼓的，不知道都拿了些啥。娘，你别着急，既然他们已经回去了，再着急也没用。是啊，婶子，你别急，我刚才已经让小桃去找村长了，村长是个好人，他应该会为你们做主的。宋大哥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你弟弟妹妹的伤如何了？还有，事情可解决好了？你们快回去吧，这件事情改天再说。那晚点我去帮他们看看伤吧，我这里有治伤的草药，效果很好。好好好，谢谢你了，小四，我先回去了，就不跟你们一起了。乔小四带着娘几个没有第一时间回家，而是去找了村长。村长这会儿正朝他们这边走来。小四，听说你奶他们又去你家闹了。村长爷爷，我们刚从山上下来，还没回去。走，快去你家看看，都少了些啥。到了山脚下，屋门大打开，乔小四却站在屋外，没有第一时间进去查看。村长爷爷，还是您先请吧，我得走后面，好洗清嫌疑，免得别人说是我故意弄成这样的。哭啥？少了什么？赶紧说。村长叔，我们家的粮食全没了，又得饿肚子了。不是说断亲了，他们就不能来我家拿东西了吗？这分明就是入室抢劫呀！你们看看屋里还少了什么？乔小四查看了2个地方，脸色很难看。少啥了？村长爷爷，昨天于公子给的20两谢银没有了。村长爷爷，我们好不容易存下过冬的5两银子没有了。乔小四看了乔夏一眼，他姐这是成长了呀，都知道无中生有了。村长牙齿都快咬断了，对跟来看热闹的喊道：去几个人，把族老们都叫来。不用叫了，我们都来了。也请几位祖爷爷先看看这场面吧。看到屋里的情形，几位族老也是气得不行。太过分了，这简直太过分！这件事一定要好好解决，不能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。小四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报官！我要报官！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这是想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！哎，小四啊，这事儿还真不能报官。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，
但是却不能报官，这事儿关系到我们整个乔家村的声誉。村里有多少还未婚嫁的姑娘小子，可不能败坏了名声。这要是坏了名声，以后说亲就难了。小四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也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等着吧，爷爷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们的命好苦啊，都这样了也不能报官，是不是他们以后还可以肆无忌惮的来抢东西，我们还得让开些。我们活着也没啥意思，要不然我们母子几个干脆死了，这他们的心酸了。要死，咱们也得死在老乔家，是他们逼死我们的。不要死，我也得拉几个垫背的，不能让他们好过。我不要死，我还没有看到我家春生回来呢。还有，我要活着，等乔振海回来，问问他，当初明明是该老大去入兵籍的，为啥又变成老三了？怎么乔老大叫他去了他们屋一趟，回来就变成他了？还不许我问，更不许我闹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是生是死，连个姓都没有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呢。我不要死。你们先别激动，先听村长怎么说。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冷眼旁观的，一定会给个合理的解决。是的，虽然我不赞同报官，但是这件事情却不能善了。你们被拿走的粮食和25两银子，得让他们加倍还回来，不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惩罚，以后恐怕还会再犯。乔小四眼神闪了闪，他是故意这么说的，没想到他娘心里却有这么多的疑惑。他敢肯定，乔老三是被乔老大两口子给坑了。乔老头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去巡视他的几亩田地去了，没想到路上就听到了一个这么劲爆的消息，赶忙跑回屋，想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哪知一回去就看到乔老太得意的眼神，坏了，这事儿恐怕得闹大了。村长带着几个族老和乔小四他们气势汹汹地上门了，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村民。叔啊，叔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又不是我干的，干嘛打我呀？还干什么？瞧瞧你们做的好事儿，咱们乔家村怎么就生出你这个孽障来？还怎么出去见人？今天这事儿摆不平，小四可是要去报官的。哼，报官，让他去呀！我到我儿媳妇家里拿东西，谁管得着？哼，县太爷是有多闲，跑来管别人家的事儿。糊涂啊糊涂！乔大奎，当初让你不要娶这泼妇，你就是不听，娶过门就应该好生的管教。你不但不管教，还放纵成这个样子，把我们乔家村闹得乌烟瘴气。可知道他这行为已经构成了入室抢劫，是要坐牢挨板子的。哼，少吓唬我！入室抢劫？我抢谁家了？我拿的是我儿媳妇家的，这也算抢劫？那你们是不是拿自家的东西也算抢劫了？这说出去谁信呢？你们不但分了家，而且还断了亲。你们与他们手上有断亲文书，我和这个族老手里也有，县衙里也有一份，这是事实，你狡辩不得。那又怎样？乔大奎，今天这事情你必须要给个交代，要不然你们一家都给我滚出乔家村去。咱们乔家村可不能因为你们这一家子搅屎棍，搅得整个村子都不得安宁。村中那么多年轻娃娃都没有婚配，可不能被你们带坏了名声。几位叔，村长，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。自从分家以后，我一直盯着王氏，不让他去找三房麻烦。这么久他都没闹腾，这昨天刘婆子来了咱们家，他们两个在屋里嘀嘀咕咕好久，
这今天一早我就出去逛街去了，对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。这回来的时候才听到王氏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又找了三房麻烦，这其中肯定是有刘婆子手笔。王氏，真的如大奎所说，是刘婆子撺掇你的？还有吕氏和乔夏雨，今天去乔小四他们家，就是这母女俩撺嘴的，他们也跟着一起去了，也不能放过他们。你个小瘪三，我们啥时候撺掇我婆婆了？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啊！我知道你跟乔小四他们要好，也不能这样污蔑我们呀！你才是瘪三，你全家都是瘪三！我和我妹妹在这边墙头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也听得清清楚楚。当时乔洋洋还和乔青青也听到了，我看见她们姐妹俩躲在一旁，不信你把她们叫出来问。乔经理，你少在这里打胡乱说，冤枉人！你说是我们撺掇的，拿出证据来呀！要不然你这就是污蔑，我要去县衙告你，无故毁人声誉。还有什么证据？你把乔洋他们叫出来问问就知道了。闹得这么凶，江氏母女几个都没有出来，主要是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。洋洋，你不能出去，小四并没有给我们信号，再等等看。叫就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江氏，你们都出来说个清楚。就是乔夏雨和吕氏撺掇的，我四哥没有乱说。早上乔老太出去回来的时候，让乔夏雨出去打猪草，他出去没一会儿就跑回来，说是看到乔小四他们一家子背着背篓上山采蘑菇去了，让乔老太赶紧去乔小四家拿东西，没人可以阻拦他们。乔老太这才叫上吕氏跟乔夏雨一起去的，这会儿居然不承认，真不要脸！别看他小，只有6岁，那小嘴儿巴巴的可厉害了。二叔，你快把洋洋他们叫出来，让他们替我作证啊，要不然以后我要咋办呢？这下江氏和几个孩子再也躲不下去了，一人拿了一个布巾把脸遮住出来。江氏，你们这是干嘛？把脸都遮起来做什么？乔洋洋把目光扫向乔小四，见乔小四轻轻点了一下头，乔洋洋一把扯下自己的面巾，脸上布满了很多小红疙瘩，有的被抓破了，有的黄水流出来，看着很吓人。洋洋，你这脸上长的是啥？怎么不请大夫看看呀？女孩子的脸可是最重要的，不能马虎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娘几个都这样了，我娘比我还要厉害，找我奶拿银子给我们请大夫，她也不愿意，我爹也不帮我们请，只有我去山上找些草药来煮了喝，可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你瞧，我们身上都是这种疙瘩。乔小四，你不是懂医术吗？快帮他看看，这是怎么了？看着好吓人呐。二伯母，我能看看你们的脸吗？江氏接收到他的目光，点点头，将面巾摘了下来。乔小四凑近仔仔细细的看，突然他噌的一下跳得老远，动作那是相当的快。怎么了？他们得的是啥病？他们这个样子有点像是天花，是会传染人的。祖爷爷们，赶快离远点，别真是天花，是要被传染的。在这个年代，但凡是得了天花，那根本就是没办法医治的。娘，你赶快去请大夫吧。不用去请了，我已经让人把孙大夫请来了。话落，孙大夫的身影就出现在他们跟前。孙大夫，大兄弟，你快帮他们看看，可千万得看仔细啦。我说老嫂子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光天化日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啊？被别人编排些什么，还要不要这张老脸了？哎呀，你快看看吧，看看是不是得了天花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孙大夫便上前替江氏母女几个查看，看了很久，族老们已经等得浑身冒汗。孙大夫，到底是不是啊？我也不敢确定，不过这跟天花真的很像，毕竟我也没有亲眼看到过天花，也不敢断定。要不去镇上请个大夫来看看吧，他们见多识广，应该查得出来。不行，
不能去镇上请大夫。要是镇上的大夫来看了，确定他们是天花，那咱们这个村子岂不得被烧死啊？二伯母，你们又没有去过什么地方，怎么会被传染了天花？据我所知，这种病是有来源的，不会无缘无故就有的。对呀，江氏，你们母女几个一直都在山上干活，自从那次被打后，一直在家里，也没出去过，更没有去过镇上，怎么会得了天花呢？是不是你们家其他人去了镇上惹回来的？你们身体比较弱，被传染了，发病的比较早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一家都待在屋里，哪里也不要去，最好是做个隔断，以后这里啊就不要有人经过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他们母女几个得了病，把他们赶到山上去就行了。我们又没被传染，凭啥我们也要跟着一起被封闭？不行，你们一家子必须得到山上去，要不然就封闭你们在家，哪儿也不能去。对，现在还只是江氏他们几个人发现了情况，你们整天住在一起，谁知道有没有被传染上啊？我们乔家村这么多人，可不能被传染上了，这可是要人命的。你们一家子不能把我们所有人都拉下水啊！村长、朱老，既然他们不愿意，那就强制性执行吧。娘，我怕。对了，咋没看到大堂兄夫妻俩？他们不会是去镇上了吧？哎呀，你们都得了这种病，再去镇上，是想把病都传染给别人吗？你大堂哥他们整日躲在屋子里不出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怎么可能被传染？这乔长平两口子也真是奇葩啊！自从成亲到现在，都难得看到他们，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在坐月子呢。娘，你说这病是不是四叔带回来的呀？对，就是乔老四把病带回来的。自从他回来后没几天，江氏他们就病了，除了他还有谁？哎呦，老天爷哟，我们都是无辜的，为什么要连累我们呀？律师，你少在这里放屁！老四回来的时候可是好好的，啥症状都没有，你少把脏水往他身上泼。我还说是你去镇上惹回来的呢。不用再说了，你们一家子都搬到山上去吧，要不就封闭在你们自家的院子里。凭什么？我们又没得病，凭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？江氏，你们母女几个病了，那你们就去山上待着吧，等好了再回来。奶，你不要带我们去山上，山上那么危险，万一我们被野兽吃了怎么办？我不要去山上，我们就要留在家里。乔星星和乔西西也跟着哭，说什么也不同意去山上。你们不去，难道还要我们陪着你们去吗？就是被野兽吃掉，那也是你们的命。他爹，你就不帮着说说话，就任凭我们这样被赶走？你们就听娘的吧，到时候病好了，我就去接你们回来。我不走，你们别想赶我走。我们生是老乔家的人，死是老乔家的鬼。当初我也是你们名门正娶回来的，谁也别想把我们赶出去。爹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是亲生的，你真的下得了这个狠心吗？就不怕将来没人给你养老？老二，你可不能心软呐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性命的问题。你们放心去吧，能够活下来最好，要实在是不能，放心，爹还有你几个堂哥养老呢。自家孩子都靠不住，还靠别人家的孩子，你以为你真能如愿？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看看你们一家子丧门星，惹出多少祸事儿！滚，赶紧给我滚到山上去！想都别想！我说过，我们生是老乔家的人，死是老乔家的鬼，别想我们离开。对，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老乔家，别想把我们赶出去。呸！你们做梦！现在老乔家还是我老婆子当家，由不得你们说了算。我说乔老太，天下的好事儿都全被你占了，人家生病了，怕给你们带来麻烦，你们就把人家赶到山上去自生自灭。
病好了你又接回来，脸皮咋这么厚呢？对呀，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你们家的人，你们家就有责任。好你个乔小四，搅屎棍，咱哪都有你的事儿。你现在都不是我们家的人了，还来搅和我们家的事儿干啥？还有你，黑脸婆子，这关你啥事儿？少在这里掺和，信不信老娘撕了你这张烂嘴？三嫂子，别跟他说话，咱们还是离远点儿。他们家可都是得了天花的。你不提醒我，我差点忘了。嗨，这脑袋一激动啊，就爱忘事儿。乔小四讨好的嘿嘿笑着，三族老被他的样子逗笑了。有啥你就说，做出这副样子做什么？不瞒祖爷爷们，这是我跟二伯母他们串通好的，主要是前2个堂姐都被他们卖了的，现在又要把西西姐卖到镇上，一个打死了3个老婆的50岁老官夫，他的2个儿女都已经成年了，特别的厉害。扬言说只要西西姐敢嫁过去，他们就敢弄死她。而且乔老太也明说了，以后洋洋姐妹俩也要被卖出去的。你们二叔就不管？管啥呀，他还很赞同呢，要不然二伯母也不会心灰意冷想要离开。你们也知道他的娘家是回不去了，就想带着3个女儿出来自己生活，不想被他们卖掉。可是这样一闹，即便出来，他们的名声也就坏了，以后说亲也不好说。名声不好，到底还有命在，命没了，啥都没了。你们想要怎么办？二伯母的意思就是让老乔家主动赶他们出来，最好让二伯写一封休书，然后跟他们3母女都断绝关系，再也不来往。以后洋洋3姐妹的婚事就不能他们说了算，也没有办法卖了他们。如果真要敢卖，那就以拐卖的罪论处。可是你们想没想过，出来他们要怎么生活？几位祖爷爷，你们难道不知道老乔家一般都是二伯母他们在打理，他们有一双勤劳的双手，还怕会饿死啊？是啊，顺便开一块荒地出来，也能种些粮食，不怕饿死。我倒赞成小四的说法。乔老太见到乔小四跟几个族老叽叽咕咕的，肯定没说啥好话。乔小四，你个搅屎棍，又在出啥馊主意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已经不是我们老乔家的人了，别想掺和进来。你都知道我们不是你们老乔家的人了，那你们还跑到我们屋里去强拿东西，这是入室抢劫。等你们把这件事情说完了，咱们再慢慢唠叨唠叨。行了，先把现在的事情解决了。你们一家子是上山，还是就在这屋里？我一会儿让人把你们隔起来。生病的是他们，又不是我们，把他们赶到山上去就行了。哼，你说的是好听，他们不是你们老乔家的人吗？既然是你们老乔家的人，那就得一块处置。我现在就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就不是我们老乔家的人了。你们想得美，赶出去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吗？他们是你们老乔家的人，即便赶出去了也是你们的人。别在这里瞎扯，赶快做出决定，大家没时间跟你们在这里耗。哎，对呀，谁有那么多时间看你们家破事儿啊？赶快把这件事解决了。本来我们都没有被传染，别待久了，说不定就被传染了。怕被传染，你们就滚呐！留在这里干嘛？又不是我让你们守在这儿的。给我闭嘴，还嫌不够乱。几位叔，村长，你们看这事儿闹的，要不就让姜氏他们几个离开，咱们家除了他们没人生病，应该没被传染。你们的意思是把姜氏他们赶到山上，你们就待在院子里，然后他们死了就与你们无关，他们活下来了又得回来给你们干活。当然是啦，我们就是这个想法。乔大奎，你们做人还有没有点良心？他们就是你们家的狗，也有点感情。
何况他们还是人，做事情不要这么缺德。哼，他们就是我们家的狗，专门替我们干活的。大族老一个眼神瞪过去，吓得乔老太立马缩着脖子没敢应声。那几位叔是什么想法？想法？我们能有什么想法？这得看江氏他们的。江氏，你就说你们想怎么办吧。要知道你们都病了，而且很有可能是天花，待在村里不合适。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山上，免得传染给别人。我想你们也不愿意别人跟着受连累吧？那毕竟是人命。你们就听娘的吧，这件事情娘做主，我也听她的。既然这样，让我们上山也不是不可以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母女4人都不是你们老乔家的人。我要跟小四他们一样，跟你们断亲，以后再没有任何关系。要不然我们绝对不离开。娘，我们不离开，更不要去山上，我不想死。我们就在家里，哪里也不要去，好不好啊，娘？我们哪里都不要去。江氏啊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断亲了，就与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想想，你一个女人带着3个女儿，要怎么生活呀？哼，生活，我们去了山上，是生是死都还不知道，我管那么多做什么？我只管眼前，不想跟你们老乔家再有任何关系。你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还想跟我们断亲？人长得不咋样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想要脱离我们老乔家，就是做梦也别想。我也不想啊，是你们逼的。既然不同意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洋洋、西西、星星，咱们不用去山上了，咱们就待在家里，家里可比山上安全多了。对，我们哪里也不去，就待在家里。赶快拿出决定来，这都中午了，没时间跟你们在这里耗。乔老头咬咬牙，既然江氏他们想要断亲出去，那我也不阻拦。当初乔小四他们就是净身出户的，你们也必须得净身出户，咱们家可没东西给你们。行，我不要，只要跟你们老乔家断绝关系就行。乔老二，我要跟你和离，既然要断，咱们就断得彻彻底底，干干净净。乔老二眼里闪过一丝慌张，随后他又平静下来。好，村长和族老们都在，就让他们做个见证吧。在村长和族老各位村民们的见证下，江氏母女4人跟老乔家断绝了关系，也跟乔老二和离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是陌生人了。江氏母女4人拿着几件衣服往山上走。乔老二，你就是个孬种，连自己妻女都能随意舍弃啊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乔老二，你就等着吧，你以后的日子肯定很惨。祖爷爷们，村长爷爷，洋洋他们好可怜哦，要不就让他们住在我们隔壁，不上山了吧？万一真遇到野兽，只有被吃的份。不行，万一传染了别人怎么办？这不是还没确定是不是嘛？万一不是，让他们上山被野兽吃了，那多冤枉！这可是几条人命，不是阿猫阿狗的命。再说我们那边山脚下也很宽，让他们离我们远一点，我们也不去那里，应该没事的。对，山上确实太危险了，住山脚下也可以，让他们单独住一个地方也可以的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得的到底是不是天花呀？希望不是，只是虚惊一场。我再去找几个会医的朋友研究研究。说着快步离开了。可否请几位叔叔爷爷们帮忙，帮他们搭2间茅草屋？你这个小人精，还不快走，一会儿天黑了看不见。行，我先让洋洋他们在一个地方待着，等把茅草屋建完了，大家离开后再让他们去。来帮忙的人很多，有男有女。天还没黑的时候，2间茅草屋就搭成了。在众人离开的时候，乔小四代替江氏他们向各位道谢。
夜晚很快就来临，乔星星胆子小，在听到山风呼呼的刮，哇的一下就哭了。星星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伤到了啊？你们现在满意了？我们一家子都被赶出来了，没吃没喝的，还要住在这里，不说会不会被饿死？万一这山上跑下来一头猛兽，还不得把我们都吃了？我说乔星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是不愿意出来，那你就回去，我们没人强迫你。都是你，啥事都听小四的，他让你干啥就干啥，你是他的跟班吗？乔小四他们回去后都坐在一旁休息，正在几个人逗弄小狼崽玩的时候，几个族老和村长来了。刚才我们找了你爷爷，把你们损失的东西拿回来了。小四，你们家真的掉了20两银子。啥意思啊？祖爷爷，我可没骗你，不是20两，是25两。我姐姐收起来的5两也没了。你乃不承认，说他并没有拿过银子。你大伯母他们也不承认，都说没看到过银子。他还记得当时乔老太和吕氏母女俩指天发誓都说没有看到过银子，只有乔夏雨眼神有些躲闪，但他也很坚定地说没拿过银子。最后在他们的强硬态度下，由老乔头做主，还是赔偿了50两银子。当时王氏那个样子就像是被要去了半条命，发疯般的阻挠，所以他才有死一问。就他们那样的人会承认才怪。喏，说了给你加倍讨回来，就给你加倍讨回来。刚才扛进去的玉米面也是加了倍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他们不承认吗？怎么又给了？他们不给就得搬出乔家村去。以你爷爷那样的性子，会搬出去吗？哦，我们终于有吃的了。大妹，你赶快去做饭吧，二哥饿了，肚子都饿扁了。我这就去。大族老本还有些怀疑乔小四他们是不是在作假，见此情景不由得叹了口气，看来这是真的。小四，听说你救了贵公子一命，他真的给你20两银子作为酬谢？我救他一命是真的，不过他本来是给我200两银子来着，但是我也是无意之中救的他，怎么能拿人家那么多银子？于是我就拿了20两。再说人家也带了那么东西来，虽然用来招待了他们，但到底是给我们了的呀。对，做人要实诚，不要那么贪婪。小四，你这点做得很对。我就是觉得200两银子拿着太亏心了，不瞒你们说，我这会儿都还后悔了呢，早知道我就多拿些。就你人精，不说这个，说说姜氏他们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真的得了天花？哪能啊，要真得了天花，我还不离得远远的。那是怎么回事？快说来听听。于是乔小四就把乔洋洋他们怎么知道老乔家要卖他们，要怎么来找他想办法，他们想的什么办法，原原本本的都说出来了。出倒是出来了，可他们一家子没吃没喝的，要怎么活呀？是啊，总不能全靠大家接济吧，大家的日子也不宽裕，都是混合着野菜才能吃个饱，哪来那么多粮食接济啊？祖爷爷、村长爷爷，你们都别担心，刚才你们不是给我们送来了1袋子玉米面吗？一会儿我就分一半给他们拿过去，最起码也能熬个10天半月的，以后的事再想办法吧。能想什么办法？就是开荒种粮食也来不及啊。对了，我忘了跟你们说，其实洋洋以前也跟着我一起上山挖草要卖的，不过偷偷摸摸的，挖的比较少，也存了100多个铜板，这会儿都在我这里，他也没敢拿回去。以后我挖草药的时候就带着他，这样他们家就不会被饿死了。这也是个办法。就这么着吧。小四，你多注意一点那边，有什么事就来找我们。
送走了族老和村长们，乔小四他们吃完饭，连忙分了半袋子玉米面到了姜氏他们那边。刚一走近，就听到乔欣欣的话：小四，我们这样八心八肝为他们着想，居然还讨了埋怨，当初就不该下好心的。小四、三婶、夏夏、春秋，你们来啦！小四，星星他只是，你别跟他计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计较，他的心情我也理解。小四，我不是要怪你的意思，其实我也巴不得出来，就是他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害怕乔小四多想。不用担心，有我呢，怕啥？我真没想到，我爹他真的肯让我寒心，一点都没替我们说话。我们是他亲生的呀，就这样出来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穿的没穿的，现在都还可以挖些野菜充饥。眼看这热天就要过去，冬天很快就要来了，我们要怎么过冬啊？这跟去山上等死有什么区别？还不如被卖呢。你要是觉得被卖好，那你就回去吧。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又不是真这么想。快来吃饭，吃完饭再说。啊，哪来的呀？咱们家可是净身出户呀。这些是老乔家赔给我们的，给你们分了一半过来，这些天不会饿肚子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糊糊呢，里面连野菜都没有，纯粮食。快去喝吧。姜氏眼里满满的都是泪，他很感激乔小四，